原来这就是我的第9世啊！这一世的名字叫做楚尘。完整的轮回吗？第9世的名字与我第1世的名字一样，是预示着什么吗？这是父亲。晨儿，你别担心，爹一定把你带出去，寻医师来治好你的伤势。楚云山面容沧桑，30多岁的年纪，给人的感觉却如垂暮5、6、10岁的老者。记忆中，楚尘知道父亲也有着辉煌的过去。楚云山6岁修行，测出9级天赋，震动青州乃至整个大秦国。10岁炼体大圆满，突破巨气1重，成为大秦国历史上最快修炼到巨气境的人。16岁巨气10重，在大秦国那都可谓是天骄。18岁突破巨气，踏入丹元境，成为青州城第1强者。若无意外的话，楚家在他的领导之下，将会成为青州最大的势力，走向繁荣与昌盛。可惜呀，在他27岁修行结束，回归楚家之时，本欢呼雀跃的楚家人却发现，楚云山竟然是修为尽失，成了一个废人。该死！晨儿，只要我们出了那扇门，就能离开家族，爹一定会找到医师把你的伤治好的。尽量拖延时间。楚云山，你以为你们父子可以逃得掉吗？啊？哼，放肆！你不过是区区一个小辈，也敢直呼我的名讳？你父亲楚云群就是这般教导你的？哼，如今的你不过只是一个废人，也敢在我的面前虚张声势？啊！滚！你没资格和我说话。让楚云群出来！哼，我父亲将要继任家主之位，如今事务繁忙，可没工夫搭理你这个废人。可惜呀，可惜呀！哼，原本你楚云山才是家主的人选，可惜你变成了一个废人。不止你呀，你儿子也是一个废物，这才让我父亲有了上位的机会。看来我们父子还要感谢出手废掉你修为的人呢！啊！如此说来，楚云群是想要在继任家主之前除掉我。没错，不只是你，还有你那废物儿子也要一并处理掉，以免后患无穷。我楚云山都已经是一个废人了，楚云群仍是寝食难安，真是一个废物！混账！你一个废人也敢说我父亲是废物？你信不信我一刀劈死你这个废人？哼！大丈夫在世，又何惧一死啊？你要杀就杀，我要是皱半下眉头，我便不是楚云山。不愧是二爷啊！可惜英雄迟暮，二爷若是修为还在，又岂容楚云群和楚灵这对跳梁小丑般的家伙嚣张跋扈啊！遥想当年，楚家二爷只手镇青州，那是何等的霸道与辉煌啊！既然你找死，我就成全你！你们上去，给我砍下楚云山的2条胳膊！住手！楚灵，你若有本事，就冲着我来，莫要牵连无辜。好，好，好！楚云山，你想死可没那么容易。如果我当着你的面
把你儿子楚尘的四肢砍下来，然后再割掉他的舌头，一寸一寸的再把他身上所有的肉都割下来，你又会是什么感觉？好狠毒的人呢！这种行径简直是无耻到了极点，连畜生都不如。这只蝼蚁简直是在找死。不过楚尘却是根本没法出手，但是只要他完成了身体的修复，那便绝对是楚灵这只蝼蚁的死期。心中的怒火让楚尘不惜损耗更多的灵魂力，只为能尽快将身上的伤势快速的恢复。楚云山，你现在有没有后悔自己刚才说过的话？你不是傲骨铮铮吗？现在只要你在我面前跪下，然后说你楚云山就是垃圾，是废物，我就只杀你一个，放过楚尘这条小命，如何？你楚云山不是傲气吗？我就将你所有的傲气践踏的一点都不剩，我看你还怎么傲？哼，我凭什么相信你所说的话？你没有与我谈条件的资格。不过楚尘只是个3级天赋的废物，即便是放过他也没什么。唯有你楚云山必须得死，毕竟谁也无法保证将来的你是否会恢复修为呀。好，我答应你，希望你能信守承诺。罢了，楚尘心中是一声长叹呢。原本按照他的打算，8世轮回积累的灵魂力，他是不想过多浪费的。然而都已经到了此刻了，他又怎能如此自私呢？灵魂力就算是消耗光了，大不了也就是将来重修回来就是了。但若是楚云山死了，恐怕他这一生都要活在愧疚与悔恨之中。让我刚刚觉醒就付出自损的代价，所有曾经欺凌过我们父子的人，你们做好接受审判的准备了吗？你已经做得够多了，剩下的就交给我吧。哼，杀你这种垃圾，简直是脏了我的手。我没记错的话，刚才你这个垃圾是要砍掉我的4肢？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说的。没种的垃圾，说你是垃圾，都侮辱了垃圾。不，住手！灵儿，小畜生，我要你死！想要杀我的人太多了，你算什么东西？楚山雄呢？大胆！你怎敢直呼老家主的名讳？你算什么东西？哼，我叫他的名字，那就是他的荣幸。小畜生，我要你死！哼，就凭你这种垃圾，也想从我手中救人？我若想要杀掉一个人，就算是9天之上的神帝来了，也无用。只是流出了几滴血泪而已，岂能比得上差点魂飞魄散的身心俱损？当你肆意妄为的欺凌羞辱他人之时，就应该想过，你也终究要有承受这种痛苦的那一天。杀人者，人恒杀之；辱人者，人亦恒辱之。你个小畜生！你好狠毒的心肠，若不将你碎尸万段，难解我心头之恨！哼，就凭你，神灵！住手！楚尘，你要做什么？来的都是楚家的高层，有些与他父亲楚云山是同一辈分，亦有几位老者更是高一个辈分，在家族之中亦是德高望重。
哼，我做什么？难道你们没看到我正代表神灵审判罪人吗？你说谁是罪人？放肆！当着我们的面你竟然也敢行凶！是你在放肆，我是代表神灵审判罪人，你是在质疑神灵的尊威吗？多余的话我不想多说，这个家族已经腐朽了，今天就由我代表神灵的意志重新洗牌。重新洗牌？妖言惑众，根本就没有什么神灵的意志，你一个小辈也敢在这里虚张声势，故弄玄虚，来人布阵！执迷不悟，区区一个2级灵阵就想对付我，简直是不知死活。楚尘，你就不用继续虚张声势了，你的那点伎俩早已被老夫看穿了。哼，你现在若是束手就擒，还来得及。摆出这副阵势来对付我，还要让我束手就擒？你这老东西是白痴吗？至于你们说我虚张声势，那么我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神底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的存在。楚尘，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是要我们自己家里人坐下来好好谈一谈，你觉得呢？哼，没什么好谈的，况且就凭你们也有资格跟我谈？哼，既然如此，那就先把你拿下，然后再审判你的罪行。这1年来，尔等欺我父子为废人，今日之事，只要你们不是白痴，便心里都会清楚，那是楚云群和楚灵想要除掉我们父子2人，而你们倒好，竟然反过来要将我拿下，审判我的罪行。我楚尘又岂是尔等小小之辈可以欺辱的？跪下，你们这些凡人，让我剃干净你的脊梁！我知道你与楚云群乃是一丘之貉，死！我认识你，你是楚云鹏，我父亲楚云山的堂弟。陈儿，你什么都不需要问，我会亲手肃清某些人，族中的大局就交给你了。话音还未落下，楚尘就已经从楚云鹏的身边走过，神底虚影动静之间是天地摇晃。尽管楚尘一腔怒火，恨不得杀尽那些欺辱过他这一世的人，但是他也知道，若是真的杀光了这些人，怕是整个楚家也就剩不了几个人了。所以楚尘只打算诛杀一些罪大恶极的、心肠歹毒的，然后扶持楚云鹏来上位。如此呢，也不至于家族中死的人太多而产生动乱。同时他也打算以楚家为根基，一步步的稳步发展，先把自己的修为提升上来，方可立足于这片天地。这是一个不眠之夜，神光弥漫的神底虚影如同神灵降临尘世间，审判世人的罪与恶。对于楚家来说，这是一个流血的夜晚，整个楚家的高层近乎被杀了个半数。轮回眼封，这意味着过了今晚，他就是一弱鸡呀，随便一个聚气境武者都能过来杀死他。虽然这样让我失去了一种保命的底牌手段，不过我却也可以慢慢的研究开发这双九纹轮回眼的能力。同时以我8世轮回积累的经验，我的修为实力也必然可以快速的提升上去。随着楚尘来到家族府邸的深处种地，他发现呢，楚云鹏并没有将局势控制住。这些年来，楚云群暗中发展自己的势力，他和一些人拥有着共同的利益，形成了一方派系，在家族之中日益壮大。
当我者死。楚尘再次释放出灵魂的感知力，以他那8世轮回积累的灵魂力，轻而易举的就将感知扩散笼罩至整个楚家的府邸。蓦然间，楚尘的脚步忽然停下，因为他的灵魂力在不远处一座阁楼的地下就感应到了一间密室。没想到他竟然被人给软禁了起来。楚尘是如何做到的呢？真的是你吗？看在你被软禁起来情有可原的面子上，有些事情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去议事大厅吧。晨儿，家族的事情比你想象中的要复杂呀。哼，你这个家主都被软禁起来了，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你打算怎么做？很简单，所有敌人全部镇压，该杀的杀。镇压，该杀的杀。片刻之后，楚尘就来到了家族议事殿的近前。在议事殿前是一片开阔的空地，像是小广场一般。楚全见过老家主。当初给我下毒的人就是你吧？没想到我那么的信任你，你却背叛了我，背叛了楚家。老家主，您这样说可就不对了。我并没有背叛家族，而是希望家族可以走向更辉煌的繁荣。您已经老了，家主这个位置应该交给更合适的人。你们之间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我不想听。哼，既然你是楚家的叛徒，那么你自裁吧。杀你这种垃圾，只会是脏了我的手。你这小废物可真够猖狂的，以前我怎么就没看出来呢？你现在可没有神底虚影了。莫非你以为就凭你一个3级天赋的废物，炼体3重修为都没有的毛头小子，还能翻了天不成？神底虚影，对你们这些垃圾来说，我就是神。什么？你不是喜欢笑吗？现在怎么不笑了？身为青州城3大世家的一家之主，这楚山雄也是有些眼力和见识的。他敢肯定，就算是单元境的强者，也绝对施展不出刚才的手段。多余的废话我不想多说，所有在场的楚家之人，选择跟随我和老家主的，都过来站在我们的身后。选择反抗与抵挡的，只有死路一条。好了，我只给你们所有人10个呼吸的时间做出选择。好了，时间到。什么？时间明明才过去5个呼吸。老家主，这在家族与背叛之间，你们还需要犹豫这么久，留着你们何用？你这样直接杀了他们，是不是有些太过了？哼，当断则断，那才是大丈夫所为。该杀就杀，亦是强者之道。我是真怀疑过去的那些年你这个家主是怎么当的。如果你这个家主称职的话，好好一个家族又岂会变成这般腐朽不堪的样子？该杀的也都杀了，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了，照顾好楚云山。楚山雄一脸错愕，根本就无法跟上楚尘做事的节奏。毫无疑问呢，这个夜晚整个楚家都处于动荡之中。不过这一切楚尘也没有心思去理会了。
一场杀戮下来，该出的气也算是出了。在楚家府邸一个偏僻的角落之中，这里有一座木屋，看起来很是简陋。而这里就是在过去的1年，楚云山和楚尘居住的地方。楚尘并没有去别的地方，而是返回了此处。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呀。他之所以选择回到这儿，一方面是因为该杀的都已经杀得差不多了，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体内已经没多少灵魂力可以消耗了。按照楚尘一开始的打算，他是准备使用一部分灵魂力来恢复伤势，然后呢就将剩下的灵魂力封印在肉身与轮回眼之中。如此伴随着他将来的修为不断的提升，这些灵魂力也会随之解封。8世轮回积累的灵魂力，再加上他这一世修炼的灵魂力，那么就是9世的积累。当他修炼到一定境界之后，他的灵魂力也将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然而这一切的计划都被楚灵那个该死的蝼蚁给破坏了。8世积累的灵魂力，其中有60%多已经融入到了我的肉身之中，封印了起来。被9纹轮回眼吞噬吸收的大概只有30%。至于今天晚上我在楚家大开杀戒所消耗的魂力，只有不到1%。经历8世的沉淀与积累，原本我为第9世准备的那门功法，以这具身体的资质，暂时却是根本无法修炼呢。必须先把身体的资质提升上去。奴婢见过公子，家主说，若是公子醒了，就让您去一趟议事殿。我父亲醒了吗？二爷还未醒来，不过小少爷可以放心，家族请来了2品医师，专门负责照料二老爷。你找我？喂，我是家主啊，也是你的爷爷，你这小子对我多少也要恭敬一点吧？啊？哼，你的命都是我救的，我为什么要对你恭敬啊？至于你是我爷爷这件事儿，虽然我不否认这个事实，但是对于我从小到大的这些年，你可是从未对我履行过你这个当爷爷的义务啊。哎，你说的没错，我并没有履行做爷爷的责任与义务。你不承认我呢，也是应该的。好了，还是言归正传吧。你把我叫来，应该是有什么事情要说吧？的确有事儿，而且呢，还不是小事儿。昨天晚上，家族经过一场动乱之后，我们家族聚气境的人，有超过半数都被你给杀了，以至于我们家族实力大损。而在青州城中，除却我们楚家之外，还有徐家和方家这2大世家，一直以来呢，都与我们家族分庭抗礼。虽说昨天晚上我们家族已经戒严了，并且关闭了府邸大门，但是纸终究是包不住火的。以徐家和方家的情报能力，肯定已经知道了我们楚家实力大损的事情。所以我担心呢，接下来这2个家族会对我们楚家发难。哼，就这么点小事啊？我知道你拥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如果你那个力量还可以使用的话，这2大家族的威胁自然是不用担心。放心吧，那2大家族的决策层如果不是脑壳被驴给蹬了的话，不会轻举妄动的。你们与其关心外在的威胁，还不如好好想一想，如何稳定家族中的局势，让家族尽快走上正轨呢？诸位觉得如何呀？我觉着吧，楚尘说的没错。如今整个青州城的人都在议论咱们楚家昨天晚上出现的那个神邸虚影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徐家和方家在我们家族里面肯定是安插有眼线，
应该已经知道神邸虚影的出现跟楚尘有关，并且呢，他们也应该知道楚尘呢在昨天晚上凭借一己之力斩杀了族中半数聚气境的高手，所以呢，这两大家族也要弄清楚这楚尘是否还具备这样的力量，不然呢不会轻举妄动的。没错啊，最起码短期之内徐家和方家不会发难。行，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商议一下家族下一步的发展，同时呢，族中损失的力量也需要尽快的培养出新的人才。从议事殿出来之后，之前的那个婢女依旧等候在外面。按照这个婢女的说法，家主呢为她重新安排了一个住处。我那个父亲估计还要2天才能够醒过来。武道修炼之路亦是从淬炼突破开始，第一个境界就是炼体境。只不过呢，楚尘这具身体的武道根骨资质太差，凭借那区3级天赋的资质，根本就无法修炼顶级的功法。所以楚尘呢，要先把这根骨资质提升上去才行。他选择的是修炼一门秘法，名为吞阴炼阳术。这是一门秘术，并非功法。炼阳，这九纹轮回眼在这个时候竟然是自行开启，同时当初被封存进九纹轮回眼中的磅礴灵魂力亦是顷刻间扩散而出，牵引高天之中阳气不断的聚敛而来。这什么破天气，秋天怎么会这么热呀？青州城的街道上，有人扯了扯身上的衣袍，额头上冒着汗水，因为太热了，心中亦是非常的烦躁。我的天哪，你快看，天上的太阳，这是神迹吗？昨天晚上楚家出现神体虚影，如今太阳都出现了异象，难道说真的有神灵降临了？这种异象难道是……按照古籍中的记载，出现这样的血日异象，意味着有人正在牵引太阳之气修炼。只要是了解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太阳之气不是随便就能炼化的，唯有极少数的顶尖功法才能够做到以太阳之气来修炼的地步。并且呢，能够牵引太阳之气出现这么惊人的血日异象，这说明造成这般异象之人必然是一位绝世高手。一时间，整个青州城中的3大世家都有些紧张，包括楚家这边，这楚山雄也看到了血日异象，倒是并没有联想到这楚尘的身上去。这炼阳秘术所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楚尘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可以容纳的极限。不知不觉之中，夜晚来临，整个天地陷入了夜幕之中。楚尘没有惊动任何人，他推门而出，来到院中，旋即找到一个比较隐蔽的位置，然后就开始吞吐月阴精华之气。每当有月阴精华入体之后，他就会运转秘术，将封存在体内的太阳之气分离出一部分，让阴阳2气在他身体之内是水乳交融，身体亦在这种交融之中洗礼淬炼，根骨资质在潜移默化中不断的提升。这白天是有人以太阳之气修炼，引起血日异象，如今晚上又有人牵引月阴精华修炼，引发月霜满天之异象。难道这2种异象皆是出自于同一个人？若是如此的话，可以同时借用阴阳2气来修炼，这就太恐怖了。有点意思，没想到小小的一个青州之地，竟然存在有可以沟通阴阳2气来修炼的高手。这大秦国中有这样的人，哎呀，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似乎按照九世轮回诀中的描述，这九纹轮回眼便是至尊级的天赋啊！世人都只知道敬畏强者的威严与力量，羡慕强者坐拥的财富与地位，但是世人之中，又有几人能够明白，真正的强者是孤独，是寂寞，是高处不胜寒呐。5天的时间，吞阴炼阳术的效果还是不错的。我现在的这具身体提升了5级资质的水平，起码总算是具备了初步修炼那门功法的资格。很快，楚尘就进入了修炼的状态，周围的天地元气亦是在功法的牵引下不断的汇聚而来。炼体前3重是汲取天地元气来淬炼皮肉，每提升一个境界就会增幅1牛之力。炼体境的力量就是以多少牛之力来进行命名的。不过楚尘的实地战尊诀与这正统的武道修炼有所不同，别人在炼体之时是会将吸纳的天地元气储存在肉身之中，凝练元气用来施展战技，但是楚尘却根本不会将元气凝练在体内，而是将所有吸纳的天地元气尽数炼化，用来强壮肉身，打凹筋骨，将肉身的淬炼达到一种极致。所以别人在炼体前3重每提升一个境界可增加1牛之力，楚尘却是提升一个境界可以增加2牛之力。去看看那楚云山的情况吧。那楚尘不过是3级天赋的废物，真不知道他到底是走的什么狗屎运。我听我爹说了，楚尘应该是有一件蕴含着强大灵魂力的宝物，他是利用了那件灵魂宝物，这才可以使用一些我们所不了解的手段。是啊，听说他的身上弥漫出了很强大的灵魂威压，他是一个3级天赋的废物，根本不可能有如此强大的灵魂力嘛。说的没错，可以淬炼灵魂的功法可不是我们楚家这样的势力能够接触到的。你们说楚尘那件灵魂宝物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如果我们可以得到那件宝物的话，要是我得到了那件宝物，我一定会去把醉梦楼的苏小柔给抢过来。江哥又在惦记苏小柔了啊。不过那苏小柔还真是漂亮的不像话。听说前段时间就会被送到火月拍卖行公开拍卖，也不知道谁能成为他的主人。江哥，前面那个不就是楚尘？慢着，江哥，怕什么？我们过去可是打过他好多次，而他见了我们却没有跟我们算账，可见他根本就没有跟我们算账的实力。如果把你们换成是楚尘，你拥有轻而易举就能够杀死聚气境高手的力量，你会不计较过去被打过好几次的事情吗？是啊，江哥说的没错，楚尘没找咱们麻烦，那就是因为他没那个实力了。看来他那件灵魂宝物已经失去了作用。他娘的，我刚才还差点让他吓尿了裤子，看我怎么教训他。有些人呐，还真是不知死活呀。楚尘，我听说你有一件可以让灵魂力变强的宝物，我很好奇，不如你拿出来给大家一起看看，长长见识。你怎么知道我有这样的宝物的？难道不是吗？如果没有一件灵魂宝物的话，你那天晚上弄出来的神灵虚影又是怎么回事？我可是已经听族中的高手说过了，那是唯有凭借强大灵魂力才能够做到的手段。你不说我就当你是默认了。且不说我没有那种宝物，就算是我有，那也是我的东西，凭什么要给你们看呢？站住！怎么，你们几个想对我动手吗？过去的事情我不跟你们计较，但若是你们不知好歹的又来招惹我不介意给你们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楚尘，你不要太嚣张了，
如果你还有那天晚上的力量，我们自然不敢对你怎么样。哼，你若识趣儿，就把那件宝物拿出来，不然的话，就别怪我们不念大家都是同族的情谊了。你这话说的倒是没错，你们几个若是识趣儿的话，就赶紧滚。哼，我倒是要看看你楚尘有什么本事，敢说这种话。看来你并没有把我给你的忠告放在心上啊。这怎么可能呢？别在我的面前下跪，因为你这种垃圾连给我下跪的资格都没有。楚尘，你居然敢说我在你面前下跪的资格都没有！你对我的羞辱，我楚将一定要还给你！晨儿，我正要找你，没想到你自己就过来了。啊？你找我？啊，是啊。最近几天，你一直都待在庭院里没出来过。如今，无论是我们族中，亦或者是徐家和方家，都已经在猜测，你是否还能够施展出6天前的强大灵魂力。你们倒是有些见识啊，竟然知道那是以强大灵魂力施展出来的手段。你说这话也未免太小瞧人了。虽说青州城3大世家就连一个元丹境的强者都没有，远远还接触不到炼魂功法与灵魂力的玄妙，但在一些古籍之中也是留有些许记载的。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那天晚上施展的神地虚影，实际上是一种叫做神灵的神通手段。至于我原本想要找你，也是想要告诉你，你最近不要离开家族，有些人可能会出手试探你。一旦试探出你已经无法使用那种强大的灵魂力手段，徐家和方家肯定会趁着我们家族实力虚弱的时机对我们发难。你要跟我说的就是这点事儿。好了，你说的这些我已经知道了，带我去看一看楚云山吧。好。银叶草、青灵花、孤红叶，你懂得炼妖？楚山雄碰了一鼻子灰，悻悻然的抿了抿嘴，然后就无奈的继续往前走。来到竹林中阁楼的近前，然后就看到了外面晾晒的一些草药，在这些草药放置的地方也都标注有标签，上面都注明了草药的名字：银叶草、青灵花、孤红叶。楚山雄只是随意的扫了一眼，但是当他看到这些药草的名字竟然和楚尘刚才嘴里随口念叨的药草名字居然是一模一样，刚才距离少说也有10几米吧，这么远的距离仅凭气味就能叫出这些药草的名字，发现自己更加的看不透这个孙子了。啊，廖医师啊，这云山的情况如何了呀？站住！哪来的不懂规矩的小子？站住！哪来的不懂规矩的小子？滚开！你，老家主，我廖宁可是看在你我之前有点交情的情面上，才答应帮你来医治楚云山的，而你楚家弟子竟然如此的羞辱于我，在下告辞了。哼，只是学了点药理皮毛的一个2品医师，也敢在我面前摆谱？好好好，既然楚家根本就不需要我，那我廖宁走就是了，到时候楚云山死了，可怪不到我的头上。那个陈儿啊，哼，你说这话就好像是你能够治好楚云山似的。
身心俱损的病情，你一个小小的二品医师，连打下手的资格都没有。胡说八道！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辈，你懂什么？我廖某人今天算是大开眼界了。此番你楚家小辈这般辱我定要将这件事情上禀天一堂，我都要看看以后还有哪个医师愿意接受你们楚家的雇佣。天一堂那是玄武大陆汇聚所有医师的一个组织，任何一名医师都在天一堂里挂名，也唯有得到这天一堂的认可，才有资格被称作是入了品级的医师。也可以说得罪了天一堂，如果自身出了问题，那就别想找到医师给你看病。哼，赶紧滚，把这些破烂也都给我拿走。用这些破烂给楚云山治病，简直就是庸医。你羞辱我的医德！我可没有羞辱你的医德。我且问你银叶草、青灵花、孤红叶这3味药是做什么用的？那自然是用来安神平息之用。楚云山因为情绪波动太大，心力憔悴，这才导致昏迷。唯有以这3味药调配安神汤，平息他的心火，方可醒来。哼，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小辈，也来考我？现在就算是你想让我调配安神汤，我也不可能出手。这楚云山的死活，你们楚家还是另请高明吧。楚家主，告辞了。廖医师息怒，陈儿他年纪小不懂事儿，你不要与他计较。哼，小小年纪小不懂事，就能随意的羞辱我廖某人的人格与医德吗？我代陈儿向廖医师道歉，还请看在这么些年的交情上，化干戈为玉帛如何呀？廖医师喜欢的几个药方，我楚某人也必然出资为你从天一堂中买来啊！看在咱们过去的交情上，我可以继续出手为楚云山治疗，但是这小辈羞辱于我，须得给我下跪认错，我才出手，不然你们楚家还是另请高明吧。哼，你要让我下跪，是又如何？你若不跪，楚云山必死。哼，陈儿，别冲动啊！哼，冲动？这种垃圾还没有让我冲动的资格。哼哼，你说没有你的医治，楚云山必死？没错，整个青州城里除了我之外，其他能调配安神汤的2品医师我都认识。哼，安神汤那种垃圾也是给人喝的，喂猪都不喝。楚云山乃是身心俱损之症，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本就憔悴虚弱的心力，必须要借助外力的刺激才能够醒来，而你却用安神汤给他喝，那么他根本永远都醒不过来了。你连楚云山的症状都没有搞清楚，就瞎给人开药，你不是个庸医又是什么呀？还医德呢？就你这种见利忘义的垃圾，也配拥有医德？哼！你信口雌黄，你不是医师，你懂什么？我能让楚云山在1炷香之内醒过来，你能吗？好大的口气！就算是用我的安神汤，楚云山起码也要接近半个月才能够醒过来，你居然说1炷香？那敢不敢打个赌呢？你要怎么赌？我若能让楚云山在1炷香内醒过来，你给我跪下认错，然后卷铺个卷滚蛋。你若不能呢？哼，我若做不到，任你处置。好，我倒要看看你这信口雌黄的小辈如何能让楚云山在1炷香之内醒过来。来人，上香。你们都先下去吧。给我拿1套生死针。是。你要施刑针之术？哼，
简直是笑话。生死针共有9981针，每一枚生死针的大小不一，作用不一，对应的穴窍不一。即便是我乃是堂堂2品医师，也不过是对行针之术初窥门庭。楚家主若是任由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辈肆意妄为下去，楚云山顷刻就会没命。行针之术生死针呐，可不是开玩笑的呀。要知道这一针下去可是生死立判呢。哼，楚云山死定了。陈儿住手，退下。幻影行针之术，哼，你倒是有点见识。这不可能，就算是丹元境的3品医师，也难以练成这幻影行针之术，又怎么可能是你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所能够掌握的呢？哼，区幻影行针之术又有何难？不可能，一定是我看错了。你是否看错不重要，只需要再过一会儿，楚云山自然就会醒来。哼，你不过就是行针速度快了一些，楚云山根本就不可能醒了。云山，父亲，好了，你们父子一会儿再叙旧吧。陈儿，陈儿，这件事情，就算了吧。啊，哼，算了。我真怀疑你这个家主以前到底是怎么当的。身为一家之主，你应该维护的是我这个族人，而不是偏向一个外人。正所谓愿赌服输，料亦是，你若不跪，我可以让人帮你跪。你不要欺人太甚！哼，廖医师岂能给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下跪？你受得起吗你？我欺人太甚，若不是有我在，楚云山已经被你害死了。哼，我说你是庸医，你还不信？现在事实摆在眼前，你还舔着个脸说我欺人太甚？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的年轻人。他不跪，你帮帮他。我，如果你做事情还是像现在这样瞻前顾后，没有一点做家主应有的决断，这个家族只会一日不如一日。父亲，陈儿说的不错，以前我就觉着你处理家族事情总是有些优柔寡断，不够果决。本来我是想着等我接替了家主之位，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却是没想到后来出了些意外。决定权在你手上，你若不愿意出手，可直接让这2人离去。楚家主，我希望你不要冲动。廖医师，你是在威胁我？不是威胁，是忠告。我忠告你大爷！2品医师又如何呀？我楚家还得罪得起？廖医师，愿赌服输，你是自己跪，还是我帮你？很好，今日之辱，我廖宁记下了。哼，不下跪，你休想走！给
给我跪下吧！你若不跪，老夫就打断你的腿，你自己选择。滚吧！楚尘摆了摆手，像这种小角色，他压根儿就没放在心上。若非廖宁此人睚眦必报，一个劲儿的摆谱，还动不动就拿楚云山的生死来威胁，楚尘原本也是懒得和他计较的。要知道，医者父母心呐，身为一名医师，一言不合就拿病人的生死来威胁病者的家属，这种人也配谈医德？廖宁觉得是楚尘羞辱了他，而实际上这一切都是他自己咎由自取。过去的那一年，楚尘向来都是胆小怯懦，如今却是颇有些雷厉风行的架势。连你也不知道吗？自从跟着我回到家族之后，陈儿他就沉默寡言，每次被人欺辱打骂之后，也是什么话都不说，非常的胆小怯懦。我也没想到这件事情会让他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或许什么？我也不确定。跟陈儿的娘有关。楚云山已经醒来，对于楚尘来说呢，也算是放下了一件心事儿。只要按照他那个药方来调理身体，那么就一切都不会有什么问题。推开房门，楚尘一如既往的来到了院落中央，盘膝坐在烈日下曝晒。而每一天他修炼吞阴炼阳术，都会引发血日异象，月霜满天。到了如今呢，青州城的人已经习以为常，三大世家亦是调查了这么多天，也没能调查出任何的结果。楚尘，你可敢出来？看来我那天给你的教训并不足以让你懂得什么叫做敬畏。哼，楚尘，你不要太狂，虽然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敢不敢去闯西城的青王塔？如果你能闯过第一层，我楚江就对你心服口服。哼，看来家中的某些叛逆并没有肃清干净啊。你若不敢的话，那也只是会在家中欺负自己人，逞威风而已。我不敢。在楚尘融合的记忆之中，青州城里有一座塔，这座塔一共7层，据说是数千年前的某位强者所留。如果有人可以闯到第7层，就能得到强大的传承。青王塔，这个青王不会是我所知道的那个小白脸吧？什么？陈儿他出去了？既然他敢出去，应该是有所依仗吧。不过不怕1万，就怕万一呀。目标已经出现。看来楚家中的内应成功了，只不过是一个13岁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竟然值得让我们2个聚气7重的联手来杀。说的没错，上面的2位家主未免有些太小心了。虽说怀疑这小子掌握了有强大的灵魂宝物，如果还能发挥出那种近乎于神灵般的力量，肯定早就对咱们徐家和方家下手了，成为青州城的霸主了。根据我们2家所掌握的情报和线索，这小子在楚家这些天都是待在自己的住处，很少外出，而且也没有再展现过那种匪夷所思的力量。楚云山已经是个废人了，楚家就注定走向没落，早晚都会被咱们2大家族给淘汰的。到时候我们徐家和方家便是这青州城的霸主，平分天下。那就杀了这个小子。想当年楚云山突破丹元境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霸道与张狂！他儿子如今就要死在咱们手上，只是想一想就觉得激动啊！哼，我倒要看一看徐家和方家会派什么样的货色来对付我。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你若走在人多的地方，我们还要找机会才好下手，而你却自己找死，走到这儿来。哼，你们就这么确定可以杀了我？没错。我们两人皆是聚气7重的高手，杀你一个只有3级天赋的废物，就像是捏死一只蚂蚁一般简单。我说你长得难看就别出来吓唬人，还有你这身屎黄色的衣服，总是让我感觉就像是有一坨屎在我眼前走来走去的恶心人。小畜生，你找死！徐兄，既然这小畜生敢羞辱你，那么你就出手杀了他吧，赶紧把他解决了，咱们去醉梦楼喝一杯，然后给你找几个小妞消消火气。我要一寸寸的捏碎这个小畜生的骨头。炼体8重，没想到你才13岁，竟然修炼到了这种地步。哼，仅凭这点力量，可是伤不到我的。徐兄，不要浪费时间了，尽快把它解决掉。这里距离楚家比较近，万一那楚山雄赶过来，那就麻烦了。哼，本来还想陪你好好玩一玩的，看来只能是送你去黄泉路了。我说徐兄啊，你要是不行，我就要出手。不用了，方兄，我马上就能够解决他。哈哈，你一个炼体境的小辈，能在我的攻击下坚持这么久，已经足可自傲了。躲闪了这么久，看来你的元气已经耗尽了吧？去死吧！元气消耗殆尽，灵魂冲击。你，徐兄，小畜生，受死！看来我还是大意了。楚尘心中自省，他之所以明知有陷阱还敢大摇大摆的出来，就是因为他仗着已经达到了聚气7重的魂力，无所畏惧。但是事实却告诉他，有些事情并非真的全部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没有人可以真的算无遗漏。给我死！难道我楚尘经历十死无生的8世轮回，要死在这最后的第9世？是灵纹。楚尘眼睛一亮，同时还认出了墙壁上的这些刻痕是灵阵中的灵纹。尽管是灵阵中一部分的灵纹，但是对于此刻的楚尘来说，却足可以让他化险为夷。死吧！印成。什么？这种劫后余生的感觉，似乎我已经在很漫长的岁月里都没有感受到过了呀。凭借强大的意志力，楚尘强撑着受伤的身体站起身来，目光再次打量着小巷两侧墙壁上的那些裂痕。不，确切的来说，这不是裂痕，而是灵阵中的灵纹。灵纹之道很复杂，他过去的8世轮回中亦有修行，并且呢，也有着很深的造诣。
这只是一座灵阵中的部分灵纹，却也可以管中窥豹，整个青州城竟然只是这座灵阵的一个阵眼。晨儿，晨儿，你没事吧？还好，死不了。啊，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徐远，回去再说吧。好。回到楚家之中，楚尘和楚山雄直接来到了议事殿内。楚尘将事情的经过简单的描述了一下，尽管他说的很简单，但是楚山雄却能知道这里面到底有多么的凶险与惊心动魄。哎，小心点啊，爷爷扶着你。啊，谢谢爷爷。以后可不能再任性了啊！如果徐家和方家更狠一些，不用派遣2位啊，只需要来一个巨气9重的，恐怕就……楚尘并没有在这边多做停留，以自己要回去养伤为由，便回到了自己的庭院。关于7级大灵阵的事情，楚尘并没有说，包括他怀疑楚江故意骗他离开楚家府邸，他同样也没有说。这是……黑衣男子看向四周，眼中充满了忌惮和警惕。被吸入那空间漩涡之时，他还以为自己死定了。虽然此刻发现自己毫发无损，但却依旧是有些心有余悸。这里不是刚才的那个地方，不过却还是在青州城内。徐兄，你怎么看？根据情报来看，那楚尘应该是无法再施展那近乎于神灵般的手段，否则他也不会被徐远临死反扑的一击打成重伤。不过此子无论是实力还是心计，都不得不高度重视。一旦成长起来，恐怕比当年的楚云山更加可怕呀。至于这将方永平吸进去的黑色漩涡，听起来很像是灵阵的手段，而且并不具备攻击性，不然方永平也不可能活着。我的想法和徐兄差不多。那楚尘虽然仍是有些手段，但却都在可控范围之内，不足为虑。不过却不能任由他成长起来，否则必为大患。既然如此，我们就要尽快的将颠覆楚家的计划进行实施。虽说经过上次的动乱之后，我们在楚家中合作的楚云群等人死了，但仍有人在，里应外合之下，当可让楚家自此万劫不复。太乙夺天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位置就是青州城的西城，同时也是那座青王塔的所在。夺取一方地狱天地苍生的运势，这种有违天和的灵阵，到底是谁布置的呀？看来那青王塔，我还是要去一趟的。这一次，楚尘走出了家族府邸，一路是直奔青王塔的所在。这一回呢，倒是没遇到什么波折。缴纳100块下品玉币。没有。没有玉币就滚！切，好大的胆子！你是来消遣我们兄弟的？这是哪儿来的愣头小子？没有玉币也敢跑到青王塔来？方家可不好惹呀！看这小子穷酸的模样，若惹怒了黑甲卫，一刀砍死他呀！我再说最后一遍，速度滚开，别碍眼，不然后果自负。我就站在这儿，你能如何？找死！九牛之力，这小子死定了！哎呦，真是没事找事！你说拿不出玉璧也敢跑来耍横，自己找死又怪得了谁呀？找死！
牛之力！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此人身怀10牛之力，看起来好像还不到15岁呀！你刚才要一刀杀了我，这是误会。误会？真是个孬种！刚才不还是挺横的吗？站住！敢伤我方家看守青王塔的护卫？你是什么人？谁给你的胆子？哎，是方家的天才方阳。哎，没想到是他来了，这下又有好戏看了。哎，听说方阳今年15岁，但是一身修为却已经是达到了炼体8重，身怀10牛之力啊！哎，打伤黑甲卫这个少年也是身怀10牛之力，不知道与方阳比起来孰强孰弱呀？青州城3大世家的弟子，从6岁修炼到10几岁，也就能够修炼到炼体8重9重了。而真正大势力的天才却只用不到1年就能够修炼到炼体10重，然后突破聚气境。当然了，这也跟这太乙夺天阵有着很大的关系，不然呢，青州城的武者质量不会这么低。段飞天呢？是你留下来的传承塔吗？说出你的来历，否则就凭你打伤了我方家的黑甲卫，意图强闯青王塔，你今日必死无疑！哼，就凭你还没有让我自报来历的资格，你未免太狂妄了吧？别以为修炼到炼体8重就有多么了不起了。且不说我方家聚气境高手无数，随便一人皆能杀你。即便你我同样是炼体8重，实力亦有高低之分。你可知道，我方阳将一门黄阶上品战技修炼到了大成之境？黄阶上品战技大成？我天，不愧是方阳公子，同境界的交锋，战绩越强，自然实力就更强啊！哎，是啊，没想到方阳公子不光是修炼的天赋厉害，在战技的领悟上也有这么强的悟性啊！哎呀，凭借黄阶上品战技大成，在整个青州城里炼体8重里边也找不出几个人能和方阳公子相提并论的了。武者所修炼的战技分为天地玄黄4个层次，每一个层次又分为下中上级4个品级。黄阶战技是对应炼体境最基础的战技了。什么？我就不信了，你运气好能躲开1拳，莫非还能躲开我的第2拳？我运气好？哼，在我面前你根本就没有出第2拳的机会。忘了告诉你，如果我不想，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这方阳竟然被一招就打败了。哎，将黄阶上品战技雷骨劲修炼大成，以这样的实力都不是一合之敌，这人又该有多强啊！你们方家要是不服，尽管可以来找我的麻烦，我楚尘随时奉陪。目光扫过四周，楚尘淡漠平静地留下了一句话，旋即就转身走进了青王塔的入口。哎，他刚才说他叫楚尘。哎，楚尘？哪个楚尘啊？楚家有这么个人吗？哎，以前怎么没听过楚家有这么厉害的天才呀？当楚尘走进去之后，青王塔的大门就闭合了，唯有他从里面出来之时，这大门才会重新开启，不会让外界的人干扰到里面的人闯关。这里面可真是够简陋的。看来我猜的没错，青王塔果然是你段飞天留下来的。段飞天呢，希望你别让我失望啊。这是一种低阶凶兽，而这凶兽与野兽的区别就在于，凶兽啊更加的强大，是与人类修士比肩抗衡的存在。哎，这难度可真低。
真抠门。看来楚家的这个楚尘根本就没把我们两家放在眼里呀。根据楚尘在青王塔入口的表现，他的实力是炼体8重，与传言中的废物身份截然不同。你说这样的妖孽绝对不能让他成长起来。楚家虽然死了很多的聚气境高手，元气大伤，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过去有楚云山在之时，楚家一直都压在我们两家的头顶之上，实力仍然是不容小觑啊。不过我觉得，即便是我们两家不出手，有人也会出手的。哦，方兄的意思是，那个2品医师廖宁？没错，据说那廖宁在楚家之中被楚尘的小辈羞辱医德，还让他下跪辱之。听说天一堂那群医师是群起激愤，肯定要对楚家发难，届时不用我们出手，也能知道那楚家到底有什么底牌和手段。青王塔的第3层，楚尘来到这儿，旋即呢就看到一片青色的光芒汇聚在一起。绚烂而又璀璨的光芒之中，却不再是有一头凶兽窜出，而是走出了一个身穿黑色战甲的身影。按照尊上留下的考验，你能来到这一关，说明你起码是拥有5到7级天赋之人。你是亲王麾下的战将？你竟然知道我的身份？你说的没错，我乃是亲王麾下3大战将之一，名为武则，为第3战将。那么你可知道数千年来亲王段飞天是否还活着？你竟然知道亲王尊上的名讳？我不只知道亲王段飞天，我还知道他是灵王宫7大灵王之一。我这一道神魂在这里数千年，没想到还有人记得灵王宫啊。至于亲王尊上是否还活着，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尊上的修为到达极限之后，在寿元大限将要来临之前，便留下了这座传承塔，然后就去寻求更进一步的造化了。你居然知道亲王尊上那么多的事儿，你到底是什么人？你既然是亲王麾下的战将，那么就应该知道，在7大灵王之上，还有一位灵王宫之主，战王。无敌的战王？你是战王的传人？战王传人？啊，真没想到，我竟然有机会见到战王的传人。既然你继承了战王的传承，那么就请让我见识一下吧。我听亲王尊上说过，战王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那独一无二的体术盖世绝伦。既然你是战王的传人，那么我之前看你闯过前2层，你身怀10牛之力，乃是炼体8重，我便以炼体9重与你一战。万空掌！有一点你说错了，我真正的修为不是炼体8重，而是炼体4重。炼体4重？以炼体4重身怀10牛之力，难道说这就是战王的传承？能在炼体4重就修炼出10牛之力，比肩炼体8重？我很想见识一下传说中的战王体术。好吧，既然你那么想要见识一下，那就如你所愿吧。无极崩噬！这是什么速度？
这让楚尘是哑然失笑啊！没想到来闯个传承塔，竟然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前世如此崇拜的家伙啊！真是太令人惊叹了！传说中的战王体术果然是名不虚传，以炼体4重可以发挥出10牛之力，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居然还能在这个基础上再次提升，达到15牛之力的程度。好了，体术你也已经见识过了，我可以去下一层了吧？啊，当然可以。下一关是红女看守，她的实力比我强，不过我相信凭借你的实力，肯定是可以得到她的认可过关的。楚尘听闻此言，也就没有再多说其他的。毕竟这武则也只是数千年前留下的一道神魂，从他嘴里啊也问不出什么有用的消息。第4层一片光芒凝聚，犹如火焰燃烧，旋即一个曼妙的身影从火焰之中走出，英姿飒爽。这是一个身穿火红色战甲的女子，身材高挑，眼中带着高傲，裹在甲胄中的修长双腿是充满了诱惑力，一头火红色的长发在脑后飞舞，给人一种惊艳的感觉。段飞天当初果然还是收下了这么一个动人尤物啊！你说什么？说吧，是不是打败了你就可以通过这一关了？打败我？哼，你也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只要你的实力能勉强得到我的认可，我就算你通过这一关。但是我可不会像武则那么好说话，想要得到我的认可可没有那么容易。白痴女人！根据你在前2层表现的实力，你是炼体8重，所以我会将修为压制到炼体9重。只要你的实力得到我的认可，那么我就允许你去下一层。是吗？嗯。无极，顺势。什么？好了，我该去下一层了。他不认识武则，却在武则说这一关是红女镇守之时啊，楚尘就已经知道是谁了。想当初红女呢想要加入灵王宫，但是本身的这个天赋资质却还是差了一些。当时亲王段飞天就想要将他收到自己麾下，亦是来请示过他这位灵王宫之主的战王。哎，这楚家隐藏的可真够深的呀！这楚尘13岁就修炼到了炼体8重，怎么可能是个3级天赋的废物啊？是啊，他现在进入了亲王塔，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闯到第3层啊。徐家的徐杰乃是拥有7级天赋的天才，当初也只是闯到了第2层，止步于第3层。楚尘估计最多闯到第2层。呵呵，那可不一定。徐杰在13岁的时候，那也是修炼不到炼体8重的呀。哎呦，不过楚尘打死了方家2名黑甲卫，又重伤了方阳，方家估计啊不会善罢甘休啊。是方家的人来了哟，是方虎，方家16岁以下年轻一代中的第一人呐。人群让开一条通道，一个面容冷峻的少年，身后跟着几个奴仆冷然走来。楚尘来到了第5层，在他的前方，一片璀璨的光芒汇聚，身穿金色铠甲，身材高大魁梧如一尊黑塔的壮汉是踱步走出。小五子，我们又见面了。这第5层的守关者名为武志，楚尘看到他的第一眼呢，就已经认了出来。小五子，少年，你激怒我了。我说小五子，你怎么还是那么倔呀？你是战王尊主。哎呀，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我离开之时，你还是战灵境大圆满呢。当年我传授给你的天崩体术，你可否修炼到了大成境界呀？战王尊主，
真的是您吗？啊，小五子，叩见战王尊主。小五子，起来吧。战王尊主，您怎么？嗨，此事说来话长啊。关于这座传承塔，你知道多少？尊主，秦王变了。变了？继续说吧。旋即武志就将他所知道的事情讲述而出。与武则和红女不同，武志更得亲王段飞天的信任，所以尽管这一道神魂不知道数千年后发生了什么，但是对于在这座亲王传承塔之前的事情，却是知道的比前面两人要更多。那你既然反对与劝阻，为何却还有一道神魂留在此处，为亲王的传承塔守关？是亲王强行从我的识海中驱除了这一道神魂，他好大的胆子！亲王说他要去追寻永生的道路。永生？哼！从古至今，万万载无疆，根本就没有人能够做到永生。小五子，下一层有什么？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们三大战将分离出的这一道神魂，分别被封印在第3层到第5层。即便我们3个人的神魂彼此之间也是无法交流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便上去看一看，亲王段飞天，他到底是要干什么？眼睛微微眯起，楚尘一脚迈步，走进了那传送到第6层的光圈之中。喂，都已经过去3炷香的时间了，还没出来吗？徐杰当初闯过了第2层，也只不过是用了2炷香的时间呢。或许这个楚尘已经闯入了第3层，甚至是第4层呢？不太可能吧？这亲王塔的难度还是很高的。13岁炼体8重虽然厉害，但实力也不至于那么强吧？哼，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而已。在这个时候，亲王塔中，楚尘来到了第6层中。与前面的5层完全不同，因为这第6层的空间看起来就像是一座祠堂。在它的前方摆放着一尊石像，一股浩瀚莫测的威压弥漫在这片空间。段飞天啊，段飞天，每次看到你那张脸，我就忍不住想打你呢。他的目光落在了段飞天的这尊石像上，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而这种气息正是他前些天修炼吞阴炼阳术牵引汇聚而来的太阳之气与月阴精华的气息。真正的阵眼是这座石像，唯心之术。嚯！段飞天，你太让我失望了。能够通过武则、红女以及武志的考验，走到这第6层中的人，那必然是天赋绝顶之辈。而这样的人一般都是与生俱来，身怀不一般的运势。若能以唯心之术掌控这样的天才，当可在这天下布下无数的棋子，汇聚运势，夺一方地狱苍生之造化。以这种方法来续命，根本不可能永生，甚至要遭受苍天降劫，生死魂消。若是这座段飞天的石像是太乙夺天阵的阵眼，
那么数千年来夺取一方地域无数生灵的运势，按道理说都是应该汇聚于这尊石像之中啊。但是楚尘却发现，这座石像之中虽然存在有一些运势的气息，但是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庞大。从第6层到第7层，没有灵阵传送。当楚尘来到这最后的第7层时，他看到了一片星空。第7层截然不同，日月星辰无尽星光皆都汇聚于此，让楚尘甚至感觉如同置身于浩瀚的星空之中，波澜壮阔，是浩瀚无垠。这才是真正的阵眼呐！星空池水称得上是天地精粹，从无形化为有形，凝聚成光，又从光凝练成水。可以说，这池子中的每一滴水都蕴含着惊人至极的天地之力，名为造化之水。我明白了。从青州城的外面看，青王塔是一切如常，只是一座7层古朴的塔形建筑。然而任何人却都不会想象得到，在这座塔的第7层空间之中蕴藏着一片星空。段飞天啊，这就是你所追求的永生吗？不对，好像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这可真是让人头疼的事情啊！若是有人主导与掌控的灵纹，以我现在的实力，自然是有多远就逃多远。但若没有人主导与掌控，即便是再强大的灵纹，也阻挡不了我的脚步。很多人都说战王死了，我不信，所以我要活着，等他归来。看到这一行字迹的瞬间，楚尘的心亦是颤动了一下。段飞天啊，段飞天，你能不能别那么恶心人呢？好像你对我有什么超越友谊的感情似的。段飞天在一场大战中差点被人打死，肉身几乎崩灭，神魂亦是损伤严重。楚尘亲自为他疗伤。那个时候已是青年模样的段飞天说道：愿为殿下死战。你说你这是何苦呢？我会让你苏醒，纵然将来有天罚灭你，我也会为你挡下来。当年蛊惑怂恿你的人，我也会揪出来，让他付出代价。如果他还活着，我会将他抽骨扒皮，用他的神魂来点灯。如果他已作化，我便灭他道统，抹除他在这世间的所有痕迹。人皇印，宁！可惜我如今的实力还弱，勉强凝结一道人皇印，亦只能镇压1年的时间。不过有些事情，我若不知，也就懒得理会。既然已经被我所知，那么当年在西玄之地算计你的那个人，就必须付出代价。没过多久，楚尘还是转身走了，因为他即便留在这儿，也没有任何的意义。他若想要破解数千年前有人在这里布下的局，便需要提升自己的实力。出来了，出来了！当青王塔的大门开启之后，聚集在这儿的人群是一阵的骚动。与此同时，楚尘的身影也从里面走了出来。
你就是打伤我方家2名黑甲卫，又打伤我弟弟方阳的那个楚尘？滚！放肆！谁给你的胆子，敢与我们虎少这样说话？以方虎为首的几个少年，皆是脸色惊变骇然的退后，恍若眼前看到了尸山血海的杀戮战场，犹如神魔厮杀，强者大战时血洒苍天。方虎身后的几个人几乎瞬间就心境崩溃，身体跌落在地上。你给我站住！不想死的话，就都给我滚！敢不敢堂堂正正的给我打上一场？哼，不知所谓，无极顺势！难道是我眼花了？我竟然都没看清楚楚尘是怎么出的手啊！不只是你，我也没看到。太快了，那根本就不是炼体境能够做到的速度啊！但是他的修为明明是炼体8重狮牛之力啊！啊！玄阶身法，龙哥，现在楚尘那家伙可是家族中风头最盛之人，先是打死了方家的黑甲卫，又接连击败了方阳还有方虎，他的名头甚至都盖过了龙哥你了。莫非你认为那楚尘比我强？不，龙哥，你别误会，我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最好。哼，他不过是炼体8重而已，就算是有些手段，他也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是龙哥说的对，区炼体8重，给龙哥您提鞋都不配。是啊，龙哥，他隐藏了这么久，肯定没安什么好心。我觉得他可能是想要与龙哥你争夺年轻一代第一人的位置。哼，就凭他？我听说你被那楚尘打过，不过既然我楚龙回来了，我找个机会给他点教训，帮你报仇。谢谢龙哥。晨儿啊，陪我去一趟火月拍卖行啊！去拍卖行干什么呀？这次火月拍卖行啊，会有通脉丹出现呐。既然如此，去看看也好，说不定运气好，能碰上看得上眼的东西。晨儿啊，只要你能在15岁以前修炼到炼体10重，那么就有机会去汉白城那边的宗家了。宗家？没错啊，我们在青州城呢，只是宗家的一个分支啊。像我们这样的支族，最少也有20多个。唯有进入了宗家，才有机会修炼到更强大的功法和战技。当年你父亲便是去了宗家，修炼了一门地阶的功法，不然只凭我们家族的玄阶下品功法，又怎么可能修炼到丹元境呢？所以这次拍卖大会上的淬体丹、淬骨膏还有通脉丹呐，爷爷都会给你拿下，争取让你早日修炼到炼体10重。两位不能进去。你们不认识我？我知道您是楚家家主，不过上面的人吩咐过，楚家的人若是来了，不能进去。是谁说不让我楚家人进去的？是我。郭总管，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这就要问一问你孙子了。哟，哎，那不是楚家的家主老爷子吗？哎，他身边那少年应该就是最近风头很盛的楚尘了吧？好像这拍卖行不让楚家的人进去，莫不是楚家得罪了拍卖行的郭总管？哎，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哎，听说楚家前段时间请那廖医师去楚家诊治病症，结果呢被那楚尘狠狠的羞辱了一番，甚至诋毁廖医师的医德呀。廖宁啊，便是这个小畜生诋毁你的医德，还羞辱了你，逼迫让你下跪吗？是的，还请陆堂主能为我主持公道。竟然是天一堂的陆副堂主啊，这可是大人物啊！你这才发现呢？哎，没看到陆堂主和廖医师两人佩戴的徽章有所不同吗？你刚才说什么？敢诋毁一位二品医师的医德，说你是个小畜生，又怎么了啊？哼，我天一堂的医师又岂是你一个小畜生能够羞辱的？现在我骂你一句小畜生，你就受不了了啊？陆康，就算你是天一堂的副堂主，若是你还敢辱骂我孙儿的话，就别怪我楚某人不客气了。楚山雄，你敢动我一下试试啊？哼，今天你若敢动我一下，便是与我们天一堂为敌。你以为我不敢吗？天一堂很了不起吗？莫说你们青州楚家只是一个支族，就算是汉白城那边的楚家宗族，也不敢小觑我们天一堂。不过我陆某人比较仁慈，倒是可以给你们楚家一个机会。哦，不知道你打算如何给我们楚家一个机会呢？哼，首先你这个小畜生要自裁谢罪，还有你们楚家家主楚山雄纵容你这个小畜生诋毁我天一堂医师的医德，更是羞辱廖医师的人格，必须自废修为，在天一堂的大门前跪上他3天3夜，忏悔他的过错。就因为我说他是庸医，就要让我自裁谢罪？至于廖宁给我下跪，那是他与我之间的赌约，愿赌服输，难道有错吗？天一堂真是好大的威风啊！怎么，你这个小畜生不服气吗？你既然想要讲道理，那么我就跟你讲一讲道理。你说廖医师是庸医，便是羞辱他的医德，而对于一名医师来说，将医德视若性命，所以你要自裁谢罪，以命来抵罪。我呸！就你们这种垃圾也配谈医德？小畜生，我要你死！咔，找死！小畜生，给我死！人儿小心！你们楚家完了！哼，就凭你一个小小的2品医师，啊？哼！刚才你要讲理，那么我也跟你讲一讲这里面的道理。首先，咱们说说这医德的事儿。身为医师，首先呢就要诊断出患者的病症，然后对症下药，给出治疗方案。我说的可对呀？没错。廖宁诊断出楚云山乃是情绪过于激动而导致昏迷，故而给他调配安神汤，安神平息他的心火，如此方可让他醒来，又有什么问题？哼，那么我再问你，若是医师对病者的诊断并不正确，却又死不悔改，非要不承认是自己错了，那么我说他是庸医，
又有什么问题？哼，我父亲乃是身心俱损之症，必须要以刑侦之术刺激他的潜藏意识，方可醒来。而我跟廖宁说这些的时候，他却根本不承认也就罢了，还动不动就拿我父亲的性命来威胁我，甚至还要与我对赌。若是我能让我父亲一炷香内醒过来，他就给我下跪认错。试问一下，这样的人不是庸医又是什么？他若是愿赌服输，或许我楚尘还会高看他一眼，而他呢，却不愿意履行赌约，还威胁我说日后好相见，让我不要欺人太甚。那么这种人又有什么资格谈医德呢？该死的廖宁！哼，这只是你的一面之词。首先，你刚才说的话里面就有问题。你说你父亲楚云山乃是身心俱损之症，无论这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暂且不做评论。但是你也说了，若要让楚云山醒过来，需要以刑侦之术刺激他的潜在意识。而你和廖宁的赌约是要让楚云山在一炷香内醒过来，那么廖宁是肯定不会出手的。那么我倒是要问一问你，你一个13岁的毛头小子，莫非是用刑侦之术让那楚云山醒过来的吗？是啊，陆堂主说的没错，他一个13岁的少年怎么可能懂得刑侦之术呢？没错，听说这刑侦之术就算是2品的医师也很难掌握，能够入门就已经很厉害了。这楚尘肯定是说谎了，莫非他是一位可以施展刑侦之术的医师？这根本就不可能嘛！哼，那么按照你的意思来说，若是我能证明我可以施展出刑侦之术，你便承认我说的都是实情了？当然，如果你能证明自己能够施展刑侦之术，将昏迷中的人唤醒，我自然承认你说的都是实情。有点意思啊，不如就让老夫来做一个见证吧。陈老，您怎么来了？我不能来吗？陈老，这位小友倒是说的没错，身心俱损之症的确需要以刑侦之术唤醒病者的潜在意识才能够醒来，不然长期无法醒来，必有性命之忧。而这种级别的刑侦之术一般只有3品医师才能够掌握，因此老夫很是好奇呀，小友，你是如何做到的？有点意思的小家伙啊！哦，行，既然有天一堂的陈老见证，那么我们就开始吧。哼，既然是要证明我的刑侦之术，那么自然也就需要一个重度昏迷之人。爷爷，好。哎，什么？这拿生死针来。不是你要施展刑侦之术，居然都不带生死针的？除了你们这些医师，谁闲的没事带那玩意儿在身上啊？赶紧的，别浪费时间。呵，以你一个2品医师的水平，竟然能有一套赤血银炼制的生死针，看来你很富有嘛。你胡说八道，这套生死针乃是我一位至交好友送给我的。喂，我又没问你这套生死针是怎么来的，你紧张什么呀？陈老可一瞬几针呢？老夫不才，可一瞬3针。以廖宁的昏迷程度，若要使用刑侦之术让他醒来，最少也要达到1瞬2针的水准才能够做到。
至于你所说的身心俱损之症，要比这个更加的严重，起码要达到1瞬3针才行。哼，就凭你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你懂什么是医理与刑侦之术？哈，是吗？哎呀，真是让人惊叹的刑侦之术啊！天哪！13岁的3品医师，这怎么可能呢？连陈老都亲口赞叹，又岂能有假？看来楚尘是真有本事，那么他说的也就是事实了吧？没错，廖宁是庸医，陆康和他一起针对楚尘，那就是一丘之貉。哼！天一堂里竟然有这种医德败坏的垃圾，以后谁还敢去天一堂找人诊病啊？就是天一堂的名声就是被他们这种人给败尽的。哎呀，听说呀，一套赤血银针的价值100万下品玉璧，他一个2品医师不知道赚了多少的黑心钱呢。现在我已经证明了我的刑侦之术，有陈老做见证，那么我与陆康之间的赌约是不是算我赢了？自然是你赢了。既然如此，那么也就证明了我说的是实情了。哼哼，至于你们天一堂的这2个败类，陈老打算如何处置啊？逐出天一堂，自此以后，他们也将不再是我天一堂认可的医师。切，就这么简单吗？天一堂的宗旨是上天有好生之德，那他们2人也只是医德有些问题，并无大错呀。他们可以仗着天一堂的名头胡作非为，难道出了事情，你们天一堂直接将他们驱逐就完事儿了？天一堂就没有一丁点的责任吗？啊，哼，这是啊，你说这出了事儿，你天一堂一脚把人给踢出去就完了？难道就不该为事件的发生而负责任吗？算了，你们天一堂的事儿我懒得操心。不过这2个人既然已经不是天一堂的人了，那么我就自己来解决私人恩怨好了。小畜生，你会后悔的！哼，白痴，莫非你还想着以后找机会来报复我吗？从你最一开始骂我的时候，在我的眼里，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不，陈老救我！我和我爷爷能进去了吗？自然是能。郭胖子当即说道，他是一个生意人，之所以一开始选择站在陆康和廖宁这边，是因为他觉得楚家处于弱势。不过当双方真正开始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便作壁上观，根本就没参与其中。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后，陆康和廖宁已经是个死人了，他还何必要和楚家对着干呢？正好老夫也要进去，那就一起进去吧。陈老能来，那是我火月拍卖行的荣幸啊。小友留步。以楚小友你的年龄，能掌握如此精妙的刑侦之术，必然是有名师指导。敢问尊师是哪一位大家呀？我说了，你也不会知道。小友不妨说一说呀，说不定老头子我听说过呢。哼，那你知道白如风吗？白如风？哼，我说你不知道，你偏不信。那不知小友可否有兴趣加入到天一堂呢？虽然仅凭刑侦之术不能断定你是3品医师，但最起码只要经过一些培养，你很快就能成为3品医师啊。
而且像你这样的医道天才，也必然会得到天一堂的重视，各种各样的医术传承，乃至于高级的功法战技，都可任你挑选，绝对要比你在青州城这样的小地方更有前途啊！没兴趣，我要修炼，哪有时间去学医术啊？不是，你要是没时间学医术，你怎么可能学会如此精妙的刑侦之术呢？我是真没时间，修炼的时间都不够用，医术对我而言只是小道。小道？不是，婵儿，你就这么拒绝了？我当然要拒绝了，医术只是小道。天明啊，你怎么看呢？陈老可不要小觑了那个小家伙呀。哦，莫非这小子除却刑侦之术惊人，还有其他老夫没看出来的？在我跟着陈老出现的时候，所有人都将注意力放在陈老的身上，基本上没有人会在意我这个再普通不过的人。那是天明你的敛息之术，那些凡夫俗子又岂能看得出来呀？不过那楚家的少年似乎看出了些什么，所以他的目光从一开始就落在我的身上，而并没有关注陈老。他能看出你的敛息之术？以你的敛息之术，就算是站在一个单元境高手面前，你若不流露出丝毫气息的话，对方也只会将你当做一个普通人呐。他一个13岁的少年，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眼力与感知力呢？所以我才说他不简单呐。欢迎大家来到火月拍卖行。相信诸位来到这里，应该是为了中意的宝物而来。郭某人呢，也就不多说废话了，竞拍大会直接开始。这是一份淬体药剂，以及3颗淬体丹。诸位也都知道啊，在这个炼体境，若是能以淬体药剂配合淬体丹来修炼，整体效果可以提升2成。那么现在大家就开始竞拍吧。一份淬体药剂和3颗淬体丹，底价呢是200下品玉币，每次加价不得少于10块啊。我出230块玉币。婵儿，你已经是炼体8重，度过了淬炼皮肉和筋骨的阶段，已经开始淬炼五脏内腑，这淬体丹对你有很大用啊。哼，这种垃圾也是给人用的。我说爷爷啊，你被软禁在地下密室1年多，虽然你重新坐上了家主之位，族中的财政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被那些垃圾给折腾的，恐怕并不宽裕吧。这淬体丹呢，你不用拍，玉璧呢，还是留着买更有价值的东西吧。好吧。紧接着，随着拍卖现场热情的高涨，后面所出现的东西也是价值越来越高。婵儿，是雷音丸呐，这可是能辅助淬炼五脏内腑的好东西啊！服用之后，可在体内传出如雷音般的震荡，是专门用来淬炼五脏六腑的药丸啊！切，垃圾而已。我说老头子啊，你都多大岁数了？别用那种神归怨妇般的眼神看着我，成不成啊？我说臭小子，你有你这么说你爷爷的吗？行了，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什么。我说那些东西都是垃圾，那就是垃圾。看来大家竞拍的热情都很高啊。那么接下来这件竞拍品，估计只会是少部分会出价了。我说郭总管呐，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好东西尽管拿出来吧。是啊，郭总管，赶紧把好东西拿出来吧。郭总管这样说，看来下面这件东西价格不菲。
可惜某些人囊中羞涩，来参加竞拍，只是走个过场，连一次价都没喊过呀！混账！你跟这种跳梁小丑又何必置气呢？花了那么多的玉币，买回去一堆垃圾，也好意思舔着个脸洋洋自得？好大的口气，居然说我们买下的都是垃圾！莫非你的意思是说，这火月拍卖行里卖的东西也都是垃圾了？楚家主啊，我们经理是前辈，但是你们楚家的小辈却是太猖狂了。真以为青州城还是你们楚家的天下吗？啊！哎，我说楚小友啊，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呀。我火月拍卖行的名誉可不是你能够诋毁的呀。我可没有诋毁你们火月拍卖行的名誉，只是相对于你们来说那是好东西，对我来说那是垃圾而已。我只是实话实说。狂妄！既然你说我们买的都是垃圾，你拿出点好东西来让我们见识见识呀。哼，没错啊，听说楚家的财务出了点问题，我能理解你们楚家囊中羞涩。没玉璧竞拍就是没玉璧竞拍，吃不着葡萄却说葡萄酸，只会让我徐某人看不起你啊！哼，也好，我的确有点小玩意儿。既然你们舔着脸求我了，那我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你真有好东西啊！那不然呢？老爷子，让这帮子土鳖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淬体丹？这是淬体丹？哎呀，淬体丹！哎，我还以为你能拿出什么好东西呢，只是淬体丹而已啊，和我们买下的淬体丹又有什么区别呀？哼，年轻人果然是没见识啊，拿这个淬体丹就当了宝贝了，又怎能与我刚买下来的通脉丹相提并论呢？哎呀，真是无语了！这楚家这个少年是来搞笑的吧？哎，听说竞拍开始之前，以楚家少年施展出比肩3品医师的刑侦之术，还杀了天一堂2名2品医师，其中甚至有陆副堂主，这可是真的。这件事是千真万确。不过，就算这个少年是有些本事，却也不该如此张狂，拿颗淬体丹出来，羞辱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啊！有些人不要把话说得太满，小心被打脸呢。那拍卖行里应该有鉴定师吧？那就给我鉴定一下这颗淬体丹吧。那小混蛋竟然让老夫来跑腿儿！所有人都觉着那小子狂，甚至就连老夫都觉得这小子简直是狂的没边了，恨不得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不过有的人是狂啊，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但是有的人狂，那是真的有本事啊。天明啊，你觉得这小子属于哪一种呢？我觉得他是后者。你说的没错，一个13岁却在刑侦之术上更胜于我的少年，谁敢说他没有本事啊？所以他有狂的资格。我倒是对这小子拿出来的淬体丹很好奇呀，不如楚尘小友的这颗淬体丹，就让老夫来鉴定一下吧，如何呀？哎，楚家少年竟然引起了陈老的关注，哎，听说他和陈老是一起进入拍卖行的，也不知道他和陈老之间是什么关系呀？有陈老亲自鉴定，自然是我火月拍卖行的荣幸。相信陈老一定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果。郭总管说的没错，陈老不只是一位3品医师，还是一位3品丹师。有陈老亲自鉴定，必然不会有错。陈老出手，倒是要看看他们楚家人还能玩出什么花样来。陈老，请。好精纯的药香啊！难道说，竟然是特等的淬体丹？这个同样的丹药是有品质区分的，品质越高的丹药，辅助修炼的效果就会越好。
就拿淬体丹来说，分为下等、中等、上等以及特等4种品质。流通在市面上的基本上都是下等品质的丹药，即便是中等品质的丹药也很少出现，也会价格比较高。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同样的丹药，中等品质的丹药药效是下等丹药的2倍，上等丹药呢是中等丹药的2倍。什么？哎，还有这样的说法呢？同样是淬体丹，我用下等，别人用中等，那修炼速度却能比我快2倍啊！我的天哪，那这要是我用上了上等淬体丹修炼，那岂不是比用下等淬体丹修炼的人效果提升4倍啊？哎，我瞬间感觉我买到的淬体丹都是垃圾呢。相信我这样一说，大家就都明白，同样一种丹药，品质有所差别，会有多么大的区别了吧？可以说，一颗上等的淬体丹的效果，比你刚才拍下的那3颗下等淬体丹与1份下等淬体药剂加在一起更强。我再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炼化一颗淬体丹需要3个时辰，那么一颗上等淬体丹和3颗下等淬体丹的差别那就更大了。不只是效果上的差别，就连修炼的时间上也会被拉开呀。这么厉害？陈老，若是按照你这么说，上等淬体丹的效果就这么强了，那我孙儿拿出来的这颗特等淬体丹，又该有多强呢？实际上，即便是我身为一个3品的丹师，自问也炼制不出这特等的淬体丹呐。或许大家觉得淬体丹就算是品质再高，也不过只是一颗1品丹药而已。但是我却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谁若是这样想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同一种丹药，想要炼制出高品质的丹药，对于炼丹的丹诀有着极其苛刻的要求。就比如说吧，绝大数的这个丹师所掌握的丹诀，只能炼制出下等的淬体丹，很小的概率才有可能炼制出中等的淬体丹。少数丹师的丹诀能够炼制出中等的淬体丹，很小的概率能够炼制出上等的淬体丹。而据我所知，能够炼制出特等淬体丹的丹诀，早就已经在3000年前就失传了。所以我手中的这颗特等淬体丹价值难以估量，说不定能够从中找出丹诀的痕迹，让那3000多年前失传的丹诀重现人间。而特等淬体丹的效果实际上和上等淬体丹的效果差不多，但是我说陈老啊，但是什么呀？您老就别卖关子了，大家都想知道啊。是啊，陈老，您老人家就快点告诉我们吧。这效果和上等淬体丹差不多，却被称之为特等，还与失传的丹诀联系在一起，这特等淬体丹到底有什么玄机呀？这老夫呢，倒也不是故意的卖关子啊，而是关于特等淬体丹的事情，老夫呢也是从一本古籍上边就看到过这相关的记载。据说呀，特等淬体丹有一定的概率能够激发炼体境武者身体中的潜力，获得这传说中的秘藏之力。古老的医书上面就曾经说过，人体啊就是一座大宝藏，蕴有秘藏之力，比如这皮肉秘力、筋骨秘力、五脏秘力，还有这经脉秘力。在正常的修炼体系之中，炼体境每突破一个境界，便可增添1牛之力，逢3破4，逢6破7，可增添2牛之力，9破10则是增添4牛之力。但若是能够开启人体秘力，就比如说这皮肉秘力，在炼体前3重淬炼皮肉的过程中，就能够拥有更强的力量，
或许是提升1个境界就会增加这个1牛半的力量，提升2个境界就会提升这个3牛之力。只不过呢，开启人体秘力的修炼之法，在很久远的时代便已经失传了。即使是在这个数万年前的上古，早就已经是不复存在了。老夫说了这么多，相信也足可证明楚尘说的并没有错。跟这颗淬体丹比起来，你们2位拍下来的那些东西呀，的确是垃圾。今日一听陈老所言，在下受益良多。是啊，若非陈老点醒，我们恐怕这辈子都不会知道淬体丹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说法。楚老弟呀，那这颗淬体丹可否割爱呀？陈老言重了，我楚山雄可是愧不敢当啊。不过这颗丹药那是我孙子的，这可不是我能够做主的。楚少爷可愿意将这颗特等淬体丹放在我火月拍卖行进行拍卖呀？不卖。哼，我记得刚才某些人还嘲笑说我不知天高地厚，说我见识少，现在被打脸了。为什么不说一说你们内心的感想啊？方某人没想到楚家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不过呢，方某人却是很好奇呀，你们楚家这颗特等的淬体丹又是从何而来呢？莫非你们楚家得到了陈老所说的那种已经失传的丹诀？哼，方家这是没人了吗？居然会让你这种白痴来当家主！放肆！你这个小辈，胆敢羞辱我方家家主！哼！如果我们楚家掌握有那种失传的丹诀，你以为我会像你们方家那么白痴的拿出来显摆呀？唯恐别人不知道，然后再来灭了我啊！哼！至于你们想知道这颗淬体丹的来历，也很简单，我是从青王塔中闯关得到的奖励。你们若是有本事啊，也可以去闯关，自然也能得得到啊。这个可能性很大呀。青王塔乃是数千年前某位强者留下的传承之塔，在那个时期炼制特等淬体丹药的丹诀还未失传。我说这个陈少啊，您就真的不再考虑考虑啊？这个事儿倒也不是不能来，郭总管过来一下吧。好嘞。郭总管想要拍卖我的淬体丹，也不是不可以。首先，我要看一看后续的拍卖物品清单。好，我答应你。哼，压轴的竞拍之物竟然是一个女人。陈少有所不知，这个苏小柔啊，可是绝对的祸水级别。当初出现在醉梦楼之时啊，几乎把整个青州城的男人呢都给迷的是神魂颠倒。不过呢，这个女人的性格呀确实很烈，就算有人花再多的玉币买她一夜，她也宁死不从。甚至于醉梦楼的人要给她下药，她自己都能分辨得出饭菜里面有没有被下药。最后醉梦楼实在是没办法了，只好是想办法把她给卖出去，争取卖个好价格。这谁要是能把这个女子给降服了，那可就真的是啊，真给呀，给他吧。老爷子，多谢了啊。我说爷爷啊，你觉得你孙子傻吗？哼，你要是傻，那所有人都是白痴的。爷爷知道你把那淬体丹拍卖掉，是为了不给家族带来麻烦。爷爷只是心疼啊，毕竟那丹药若是能够给你用，肯定能够让你在炼体境打下一个更好的基础啊。
爷爷和父亲应该很在乎这个家族吧？这还用说呀，家族对于我们来说那就是家，是根，人若没了根，那就像是浮萍，一生寂寥啊。是这样吗？老夫出价20万玉币。天哪，20万玉币！不愧是陈老，一出手就镇住了所有人呐！那只是一颗淬体丹呢，竟然价值如此之高恐怕接下来呀，会有很多炼体境的人去闯秦王塔了，这简直就是抢钱嘛！这玩意儿真有这个价值？何止是有啊，20万能买下，已经算是赚到了。如果能从中研究出与那失传丹诀有关的一些东西呀，那就更是无价之宝。而且那人体秘力虽然只是概率性的开启，但仍然会有很多大势力愿意为此一掷千金呐。你身为天罡境的强者，应该很清楚，武道修炼的每一个境界基础那是何等的重要。在炼体境比同境界的人强1分，那么将来突破到下一个境界的时候，你便依然能够比同境界的人强1分。修炼就如同筑楼，根基打得越强越好，筑起的楼就会越高越坚固。接下来呀，将要竞拍的是一个人，苏小柔，被称之为红颜祸水的女子，的确是一个尤物啊。梅花印，来世若看到眉心有梅花印的女子，那就是我。16万，老夫出18万。我天，一个老头子居然要把苏小柔买回去！我说老人家，你那骨头还能行吗？您林老怪，怎么？我林某人出价18万，你方家主不服气呀？林老怪，你是要挑衅我方家吗？我想起来了，他竟然是那个林老怪。听说是一个脾气很古怪的散修啊，修为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聚气10重了。聚气10重的修为，可是和3大家主的修为相当了，难怪他丝毫也不忌惮方家的家主呢。哼，林老怪，你也都半只脚进了棺材的人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还如此惦记美色，你小心死在女人的肚皮上啊！哼，老夫的事情轮不到你来管。林老怪，你可要搞清楚，我方家不是你能得罪得起的。此女老夫志在必得，得罪你方家又如何？老夫还能怕了你一个小辈啊？林老怪，你想跟我动手？哎呀，天哪，这俩人疯了，竟然为了一个女人竞争到了这种程度。哼，老子参加了这么多回拍卖会，这还是头一回遇到这种情况，就算是有玄阶功法的出现，也没出现过这种事儿啊。老头子，你来参加拍卖会，应该是带了玉璧来的吧？带了15万玉璧。30万？什么？30万？是楚家那个小辈，混账东西！老夫志在必得的鼎炉，你也敢插手？你找死吧！哼，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你下边毛长齐了没有啊？竟然就想要玩女人了？是啊，才10几岁的少年而已，这么早就想玩女人了啊？哎呦喂，现在的年轻人呐，真是了不得呀！花30万玉璧的天价，就为了买回去一女的，这也太败家了吧！你这小子，为了个女的，你就要花30万玉璧啊？没错，就是为了一个女人。陈少已经出价30万玉璧，还有没有人出更高的价格的呀？30万下品玉璧第一次
30万下品玉璧2次。恭喜楚家的陈少，苏小柔以后就是你的人了。年轻人，身为一个长辈，劝你最好还是不要沉迷于女色，不然的话，毁掉的可是你的武道之路啊。之前你要将她买回去做小妾。哼，是又如何？回去之后，让你们方家准备好一口棺材，10天之内就可以给你举办丧事了。我的天哪，这是要宣战吗？哎，这番话要是楚家老爷子说还差不多，他楚尘才不过是一个炼体境的少年，这也太狂了吧？那意思是要10天之后让方家人给方家主收尸啊？婵儿，你太冲动了。那方天印既然可以坐上家主之位，他的修为可是聚气10重的境界，也只是因为年轻，实力比起你爷爷我来稍有逊色。然而这方天印却还不是方家的第一高手，而是方家的上代家主，与我乃是同一辈分的老家伙。若我没猜错的话，那老东西的修为已经是半步丹元。10天之后，我会亲自前往方家，他必死无疑。这场竞拍大会到了这儿，也算是圆满落幕。楚家算是什么好处也没捞着。本来呢，那颗特等淬体丹卖出去，起码也是赚到手了20万玉璧。结果这20万玉璧还没捂热乎呢，就被自己孙子那个小败家子儿一掷出去，买回来了一个女人。这女的难道是金子做的不成吗？啊，就算是金子做的，也不值30万玉璧呀。楚龙拜见家主。是小龙啊，最近修行的如何了？啊，承蒙家主的关心，一切都还不错。不久之后，应该就可以冲击聚气境了。很好啊，以后好好努力。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就先走一步了。啊，在下楚龙不知。站住！让开！好大的胆子！你不过是青楼里的一个女子，也敢在我的面前装高冷？龙哥要跟你说话，那是看得起你，你竟然敢给脸不要脸的无视龙哥！啊！你刚才说的什么？可敢再说一遍？难道说，在他的心里，我很重要吗？她是我的女人，你敢辱她，便是找死！住手！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从何而来，但是她从今天起，便是我楚龙的女人，不是你这个废人的儿子所能够拥有的。哼，你又是什么东西？只见楚江瞪大了眼睛，至死都不敢相信楚尘竟然会敢直接杀了自己。然而这一切，他却只能去黄泉路上忏悔了。好大的胆子！你竟然敢杀了楚江！哼，蝼蚁而已，随手捏死，又有什么不敢的？即便是你，也是蝼蚁。如我父亲是废人，还要抢我的女人，谁给你的胆子？你要干什么？天哪！楚江少爷被杀死了！快去告诉云明长老！以为我是楚江那种废物吗？你不过只是炼体8重，而我是炼体10重。
你杀死楚江，残杀同族，所以即便是我杀了你，也没有谁能够怪罪于我。陈儿住手！龙儿，江儿，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没杀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是否该给我一个解释呢？这个家族已经病入膏肓，虽然经过上一次我出手，已经清理了一部分人，终究是清理的不太彻底。你个小畜生，你居然杀了我儿，我要你偿命！你竟然废掉了我儿的丹田！陈儿，这件事情你做得太过了呀！过吗？看来爷爷你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信口雌黄，我要你偿命！此事，老家主你必须要给我们一个交代。先去议事殿，此事我自然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哼，既然如此，那么就让我跟你们做一个了断吧。陈少，请吧。啊，走吧。为了我，不值得你这样做。我说值得，便是值得。我不明白。以后你会明白的。你要修炼？不然呢？我可没有浪费时间的习惯。突破了！我的天哪！陈少好像也就修炼了不到半个时辰，这也能突破呀！以我现在的肉身之力，比普通的炼体9重强，逊色于炼体10重。但是若以无极体术中的崩式施展，当可以让我的肉身之力增幅半数，从12牛之力提升到18牛之力。我的炼体可没那么简单，必须要楚尘偿命。这件事情难道就没有丝毫可以商量的余地了吗？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何况身为同族之人，楚尘却杀死了我儿楚江。按照家族的规矩，残杀同族乃是死罪，要处以极刑。楚云，启禀家主，方家之主前来拜访。方家之主，他来我们楚家干什么呀？家主，方家之人狼子野心，此次来到我们楚家，怕是来打探虚实的。是啊，老家主，不能让方家之人进来呀。哼，我们楚家什么时候沦落到畏惧他们方家的地步了？没错，即便我们家族实力有所损失，但也仍不是他们方家所能够小觑的。他既然敢来，我们为何不敢让他们进来？是啊，云明长老和云曲长老说的很有道理啊。哎，我们楚家可不是怕事之人。哼，不过是一群跳梁小丑而已。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就是了。放肆！你竟然胆敢擅闯到议事殿来！这议事殿，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奈我何呀？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好了，楚尘的事情一会儿再说。方家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进来。哼，狐狸尾巴终于要露出来了吗？也好，那就一次性解决吧。方家主来我楚家，所谓何事啊？哼，所谓何事？这就要问一问你们楚家这位楚尘了。
前段时间我方家负责看守秦王塔，他杀死我方家的2名黑甲卫，强闯而入不说，还重伤了我方家2名弟子方阳与方虎。事关此事，你们楚家是否应该给我方家一个交代呢？啊？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没杀了那2个小鬼，就已经是手下留情了。你居然也好意思舔着个脸找我要一个交代？小畜生，你找死！王天应，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楚家的议事殿内耀武扬威啊？楚家主真是好大的威风啊！如果再加上我呢？徐仁杰，哼，没错，正是我徐某人。楚山雄啊，你已经老了，如今早就已经不再是你的时代了。莫非你以为凭借你们2人联手，便能在我楚家之中肆意妄为吗？你无非就是依仗着你们楚家的12旋罗阵嘛。这议事殿内倒是的确有12个聚气4重以上的高手，若是这12人联手布阵，我与徐兄倒也的确是难以抗衡。你以为我和徐兄既然来到了这里，就没什么准备吗？什么混账东西！晨儿，你没事吧？无妨，只是小伤。楚云明，你竟然背叛了家族！现在你们明白了吗？这个家族已经腐朽的病入膏肓，对于某些家族中的毒瘤，要有一个杀伐果决的人狠狠将之拔除，该杀的杀。难道说晨儿他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幕？晨儿，你早就知道会是这样？是的，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你既然知道，为何不早说？哼，早说？我若是早说，你会相信？楚家的这些决策层会相信？还记得我上一次外出被徐家和方家的人劫杀吗？实际上那一次外出是楚江找我，用激将法让我去闯秦王塔。实际上当初我就知道他是故意想让我离开家族府邸，只是我没放在心上，而结果也并没有任何的意外。我刚出府邸没多久，就被徐家和方家的2名聚气7重的武者劫杀。我之所以杀了楚江，也是因为楚江故意刺激楚龙，想要让楚龙来对付我，更是出言不逊，侮辱我的女人，所以他该死。不过对于楚龙，我已经是手下留情了，我没杀他，只是废了他的丹田。并且也是在那个时候，楚云明的心腹悄然退去，应该是去给徐家和方家报信儿，所以他们才会在这个时候来到楚家。都得死！云明，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难道你要将家族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吗？云雀，你也听到了，是那楚江故意挑拨，陈儿才出手废掉了小龙的丹田。难道你也要背叛家族吗？老家主，你不用说了，我既然已经做出了选择，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况且无论如何，楚尘废掉我儿丹田，断绝了他今后的武道之路，这都是事实。这个仇我一定要报！
没错，这个小畜生才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当初这小畜生仗着手段，在家族之中大开杀戒，杀了多少的族人？若非是他，家族又怎会元气大伤？楚云明，你不需要为你的背叛找任何的借口。当初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楚云群等人狼子野心，为了登上家主之位，甚至于给老家主下药，将之软禁起来，否则老家主的修为早就已经可以踏入半步单元境界了。没错，楚云群等人死有余辜。那件事情之后，我们也都想明白了，虽然这楚尘的确杀得太狠，但是他杀的并没有错。看来你们是冥顽不灵了。方家主和徐家主在此，你们不会有任何机会。若是你们现在选择站到我这边来，一切还有挽回的余地，否则明年的今天便是你们这些人的忌日，甚至于你们的妻儿老小也都会被受到牵连，你们可要想清楚了。楚云明，你卑鄙，你还太无耻了，简直就是畜生不如！哼，2个聚气10宠，很了不起吗？小畜生，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张狂？你杀我儿之仇，我不会让你轻易死掉的，我要让你生不如死的活着，连狗都不如。小子，莫非你觉得凭你一个炼体境的小辈，可以与我们抗衡不成？爷爷，1年前你身边的亲信给你下药，伤了你的丹田，所以你的修为才一直停留在聚气10宠，始终没能够踏入半步单元境，对吧？没错。爷爷，全身放松，不要去控制你体内的真气，一切交给我吧。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动手！家主小心，老家主当心呐！完了！什么？这怎么可能？老家主，天佑我们楚家呀！老家主突破了，17虎之力超越了聚气10宠，这是半步单元境的力量啊！背叛家族之人，该杀！这太快了，也逃不掉。逃！灵魂冲击！你竟然身怀如此强大的魂力，你修炼了？徐兄救我！不！可惜被那徐仁杰给逃了。恭喜老家主踏入了半步单元之境。是啊，这次多亏了老家主力挽狂澜，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啊！你们错了，力挽狂澜的不是老夫，而是我孙儿楚尘。楚尘？这难道说楚尘少爷是用这些银针让老家主突破的？事情没有你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我只是以小回天行针之术，在短时间之内激发了爷爷的身体潜能，所以才能够让他凭空增添2虎之力。现在我将银针从爷爷的穴窍中拔出来，他的修为便已经重新恢复到了聚气10宠了。这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段呐！过度的激发人体潜能会有很大的副作用，而且是永久性无法恢复的损伤，所以也不能常用。我列一份清单，你命人尽快给我收集过来。这份清单是……剩下的事情就交给你们来解决吧。来人！你的身上被人种下了禁元灵符，你原本的修为是什么境界啊？你居然能看出我被种下了禁元灵符？我的修为原本是单元境7宠。单元7宠，禁元灵符而已，我会为你解开。从今以后，我不管你曾经是什么来历，但是从今天的这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人。
你也只能跟着我，懂吗？既然你点头了，那就代表着你同意了。所有人都说我是被诅咒的人，任何想要对我不轨不利的人都会死于非命，但为什么你没有事？啊？诅咒？你身上的诅咒已经不存在了，只因为你遇到了我。这庭院之中啊，也有空着的房间，我会让下面的人安排你住下。听说是楚家的老家主临阵突破，以17虎之力击杀了族中叛徒和方家之主啊！这件事情必然要闹翻天呐！哎，听说方家的上代家主隐退多年，有可能也已经突破到了半步单元境界。方家和徐家这次可谓是吃了一个大亏，楚家纵然已经开始没落，仍然不容小觑啊！封存在肉身中的巴氏魂力就如同是一座大宝库一般。唉，太慢了。唉，以我现在炼体5重的修为，处于淬炼筋骨的阶段，最适合的就是断骨丹与淬骨膏。若是能用洗髓丹将我的肉身资质进一步提升，当可让我的修炼进度再快上不少。先用洗髓丹吧，多提升一份实力，也就多一份把握呀。你，去给我准备沐浴。这家伙也太过分了，竟然当着我的面脱衣服。你能不能穿上衣服？你是不是服用了洗髓丹？有问题吗？楚尘不置可否。当然有问题了，你是从什么地方弄到的洗髓丹？那座青王塔里就有，不过我建议你啊，还是不要去了。你哪来那么多的为什么呀？你真是个妖精。公子，家主老爷让人送来了一些东西。你要这么多的材料做什么？你要干什么？喂，别那么看着我，我要是对你有想法，你早就被我吃干抹净了。好了，庭院中呢还有2个房间，你让这些人将这口丹炉和鼎炉分别放在里面，将这些材料也顺便归类放好。你这小男人，别告诉我你还懂得医道与气道。你还问那么多？哎，记得将那些与医道和气道无关的材料都送到我的房间里去。按照爷爷所说，那徐家和方家之中皆有半步单元境的老家伙坐镇，这种级别的武者，就算我的修为进一步提升到了炼体6重，魂力提升到了聚气9重，也无法与之正面抗衡。凭借聚气8重的魂力，我倒是可以铭刻一些灵阵，也可铭刻强大的灵纹，只是2个半步单元境而已，不足为虑。下品玉璧蕴含的元气太少了，只能炼化到这种程度了。你这是布阵。灵阵？你是灵阵师？哎呀，你跟在我的身边啊！一些规矩你就需要明白，有些事情我不说，你就不要多问，明白了吗？我明白你个大头鬼！公子，哟，陈少，陈儿，你来了。那方家和徐家那边有什么动作吗？最近呢，咱们楚家的一些产业都被方家和徐家强行夺走。而我们楚家呢，现在最缺的就是聚气4重以上的高手，因此许多产业根本没有办法派人去坐镇。这2天呢，已经是损失不小啊。而实际上，我最担心的是，方家和徐家的那2个老家伙如果联手，那便是2名半步单元境，加上2大家族数量众多的长老级高手，一旦强攻咱们楚家的府邸，怕是抵挡不住啊。唉。
哎，好好的，你叹什么气呀？我倒是希望他们现在就打到咱们家族的府邸来呢。我这次来呢，是给你治病的。晨儿，你真的能治好我这丹田的损伤啊？哼，你不信我？我信，我当然信。我就算是不信我自己的儿子，我也不能不相信我的孙儿啊！啊，丹田受损需要玄真之术，之前我的实力不够，所以无法施展这套针法。爷爷，你现在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明天呢，我再给你行针一次，就能彻底解决你丹田受损的病症。晨儿，楚家这一次真的是多亏了你呀！老头子，你什么时候也变得这么矫情了啊？不管怎么说，我也是楚家的人，也是这个家族的一员，这里也是我的根呢。你居然让我给你打下手？怎么，你有问题？当然有问题。在我没有被种下金元灵纹之前，我可是1到3品丹师。你别不服气呀！我知道你过去或许出身于一个大宗门，一直以来都是高高在上，因为被人种下了金元灵纹，这才沦落凡尘，所以你有你的傲气也是正常的。但是这世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相对于12品的1道来说，区3品真的是不值一提呀。也罢，你看我炼丹一次，你就明白了。好，我就不信你一个出身青州小家族的少年，能在区13岁的年纪，可以藐视我这个1到3品的丹师。哟吼，2品丹炉也凑合着用了。哼，你才炼体境界，最多也就1品丹师，可别浪费了好丹炉。我看你小屁股又痒了是吧？好了好了，不逗你了，仔细看好了。正炉，哼，就算是你懂得正炉之法，也改变不了你只是一个炼体境小武者的事实。我就不信你能炼制出让我心服口服的丹药。一会儿别哭，小妮子。你觉得我这火焰如何？啊，这怎么可能？纯粹以灵魂之力凝聚的火焰。你要炼制什么丹药？啊，壮骨丹。壮骨丹。对于淬炼筋骨阶段的炼体境来说，以壮骨丹搭配淬骨膏修炼，效果是最为显著的，比单一使用淬骨膏修炼的效果最少可以提升3倍。你是开玩笑吗？特等壮骨丹，还算不错。是1品丹药。特等，这怎么可能？楚尘，你这个坏蛋！怎么还不服气啊？我之前就说过，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区3品丹师真的不算什么，起码我这颗壮骨丹你就炼制不出来。走吧，我还要去炼一份淬骨膏，这样一来呢，我的修为就能够突破到炼体6重了。如果想要将淬骨膏的作用发挥到极致，便要将人与药一起炼。你到底是什么修为？哈，我是炼体6重。这怎么可能？修为的提升也需要循序渐进，我刚刚突破到了炼体6重，身体根基还需要稳固一段时间，倒是不急着去冲击炼体7重的瓶颈。你这个小子还真是会享受。呵呵，人生苦短，除了修炼就是修炼，岂不是无趣啊？所以啊，人这一生啊，就要懂得享受，要劳逸结合嘛。哎呦，你以为谁都能像你这小家伙似的，心态这么好啊？而且你这段时间也不出去走动，
也没去看一看你父亲呐？喂，你以为我这段时间很闲吗？啊，不然你以为我跟你要那么多材料是要做什么的呀？况且我父亲那边的情况，我不用去看也比你清楚。只要按照我的药方调养一段时间，他必然就能恢复了。而且这份药方啊，也足可用来当做家族的宝贝了。就算是在那天一堂中，也未必能够找得到啊。真有这么厉害？如今的情况怎么样了？哎，现在的情况与局势非常的不容乐观呐。那2个家族的半步丹元境出手了？这倒是没有，不过2大家族的聚气9重境高手也有很多，而我们家族这边呢，除了我，剩下的7个元老就只有2个人是聚气境9重。而我身为家主，是家族中的主心骨，必须要在族中坐镇，也是有心无力啊。况且只要我出手，方家和徐家就会知道我根本就没有突破到半步丹元。那么那2个老家伙一旦出手，后果不堪设想啊。你去将丹室左边第2排架子上下面数第3个格子里的玉瓶给我拿过来。族中高手除了你和2个聚气9重，那么有几个聚气8重呢？1个聚气8重，1个聚气7重，其他的修为低于聚气7重的就不用跟我说了。这瓶丹药啊，一共是7颗通脉丹，聚气9重用1颗，可突破到聚气10重，聚气8重有2颗，也能够突破到聚气9重。这样一来呢，有2个聚气10重，足可以应对很多状况了。剩下的4颗通脉丹，你一天服用1颗，4天之后，你便可增添2虎之力，踏入半步丹元之境。陈儿，你确定你没开玩笑？虽然说聚气境以通脉丹可以辅助打通体内经脉，从而达到冲击瓶颈桎梏的效果，但是对于聚气7重以上的人来说，这通脉丹的效果已经很弱了。别说是1颗呀，就算是10颗8颗也没什么效果呀。老家主如果说的是下等通脉丹，的确是这样，但楚尘炼制的不是下等通脉丹，而是特等。什么？特等？晒太阳晒得有点无聊，陪我出去走走吧。这刚来到家族府邸的大门前呢，一道身影却是忽然跑来，拦住了楚尘与苏小柔的去路。求堂弟教我。堂弟？我没什么可教你的，况且我也不认识你。堂弟，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楚轩呐，1年前楚灵带人欺负你的时候，我们见过面的啊。楚轩？哦，我想起来了。不过你说让我教你，你想让我教你什么呀？我爹说你很厉害，我想以后跟着你修炼。想让我指点你修行，倒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什么条件啊？以后见了我不许叫我堂弟，要叫陈哥，知道吗？我比你大2岁，这不合适吧？啊，你说的也对啊，我比你年龄小，我也教不了你啊。哎，别呀，陈哥，我以后都喊你陈哥了。哎，你知道这青州城中哪一家酒楼的药膳做的最好啊？要说药膳做的最好，那肯定是天香酒楼啊！而且这天香酒楼还是天一堂名下的产业。天一堂，你带路，我们去天香酒楼。3位里边请。坐下吧，我对待自己人从来没那么多的规矩。哎，谢谢陈哥。你们酒楼没有药膳？啊？客人要点药膳？这不废话吗？不点药膳来你们天香酒楼干什么呀？哎，这位公子，我们天香酒楼的药膳可不便宜。来3份赤火龙兰羹。
有些人就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这种年轻人我见多了，估计是下了血本来吃一回药膳，然后呢回去跟同龄人吹嘘一番的。喂，狗咬你，你难道还准备咬回去啊？陈哥说的对，狗咬我肯定不能咬回去啊。小子，你说什么呢？别以为仗着有点家世背景就能在这狂妄跋扈啊！小心祸从口出。你们两个赶紧滚蛋，那3份药膳就当是孝敬我们兄弟了。这位美人当然可以留下，你们俩小子再不滚的话，小心我们不客气啊。没听到是吧？再不滚的话，便打断你们2个人的手脚。还敢笑？我改变主意了，就算现在你想要走，也必须给我们兄弟跪下磕了头才能走。陈哥，也给我过来跪下！哼，2个10几岁的小子，敢跟我们兄弟作对，简直是找死！哼，不知死活，无极崩逝。咚的一声啊，沉闷如擂鼓般的巨响回荡在酒楼的大厅之中。下一刻，伴随着凄厉的惨叫响彻，那向楚尘出手的徐家青年被他一拳打的是横飞出去，并且他还撞在了另一个向着楚轩出手的徐家青年身上。个炼体10重的徐家弟子竟然被一拳的打飞了。这2个人看起来也就是13、14岁的样子呀。3位请慢用。慢着，客人有什么吩咐啊？这份赤火龙兰羹，你确定是药膳师亲手做的？客人尽管放心，除了米大人，我们天香酒楼中的其他厨师也做不了这药膳呢。但是这份药膳根本就不是药膳师做的，看来你们天香酒楼中的那位米大人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药膳师啊！客人还请慎言呐。药膳一道，其中有药这个字，指的是用料，而膳这个字，才是真正体现一名药膳师水平的东西。叫做膳方，就如同医师的药方。就拿这赤火龙兰羹来说吧，用的是赤火兽的心肝肉以及龙兰草以之熬出来的汤羹，虽然具有提升肉身资质的作用，但却是微乎其微。唯有独特的膳方将食材经过特殊的加工与处理，才能将这一作用和效果提升，达到更显著的效果。而你们天香酒楼的这份赤火龙兰羹，只有药，却没有膳。胡说八道！你一个毛头小子，不懂就别乱说啊！掌柜，小子，我们天香酒楼的名誉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诋毁的。念在你年幼无知的情面上，我也不跟你计较。你们3个人现在就离开我们天香酒楼。你们酒楼就是这样做生意的？你也敢诋毁米大人？我们天香酒楼自然不欢迎你这种人。诋毁？如果这赤火龙兰羹的确是你口中那位米大人亲手制作，那么我根本就不是诋毁，而是说的是实情。他根本就不是药膳师，最多算是一个稍微点药理的厨子。年轻人，你若再信口雌黄，后果可不是你能承担得起的。这年轻人好大的胆子啊，竟然敢诋毁米大人！天香酒楼的名誉他也敢诋毁，简直是不知死活。他一个年轻的毛头小子能懂得什么是药膳呢？年轻人，你若是识趣儿，还是赶紧给掌柜的认错道歉，不然米大人若是怪罪下来，你可承担不起呀。
天香酒楼可不是你这年轻人可以放肆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儿啊？有陈老，是陈老来了。天香酒楼是天一堂的产业，有陈老在此，倒要看一看这年轻人还敢不敢继续如此的嚣张。陈老，我在1楼的时候就听到楼上乱哄哄的，这怎么回事啊？是这样的，陈老，这个年轻人点了3份赤火龙兰羹，结果药膳给他上去之后，他吃都没吃一口，就诋毁米大人，还诋毁我们天香酒楼的名誉。楚尘，我就说这青州城里边哪个年轻人有那么大胆子呀？原来是你小子呀！怎么，老头子，你有意见？我说你小子连吃都没吃上一口，就说这赤火龙兰羹有问题？怎么，你老头子不信我说的话是吧？哼，有药无膳，这算狗屁的药膳呢？这也是给人吃的。这饭可以乱吃，话可是不能乱说的呀。你连吃都没吃一口，就能断定这药膳是假的？你自己好歹也是个1到3品的医师啊，你尝尝看。这药膳是谁做的呀？是米大人。李欣呐，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这药膳是谁做的？你当我是老糊涂了是吧？是不是米三儿做的药膳我能尝不出来呀？难道说这药膳真不是米大人做的？天香酒楼难道作假了？你去将米三儿叫来。是。这天一堂做事向来从不坑蒙拐骗，李欣呐，你好大的胆子你！陈老，我回禀陈老，米大人今天不在。米大人不在，那这药膳谁做的呀？想不到天香酒楼竟然骗人呐！幸亏我没点药膳，要不然的话，那么贵的价格，结果吃的就是假的，岂不亏死啊？这件事情，老夫必然会给诸位一个交代。李欣身为天香酒楼的掌柜，却用假的药膳坑骗酒楼的客人，老夫代表天一堂废掉他的一身修为，以儆效尤。陈老饶命啊！诸位，为了表示歉意，你们今天在天香酒楼中的一切消费都算在老夫的身上。多谢陈老。陈老仗义啊！我们相信天香酒楼如李欣这样的害群之马，那只是个例啊。是啊，陈老德高望重。小友可否赏脸一起坐坐呢？一个少年却让陈老发出邀请，还要对方赏脸，这少年是什么来历啊？没兴趣啊，还以为能有药膳尝一尝，结果白来一趟。哎呀，这小家伙可真够狂的呀！米三儿既然不在，我们也改天再来吧。我想起来了，刚才那个少年他说他叫楚尘。楚尘，我听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啊。我也想起来了，要说这个楚尘呐，那可是了不得呀。前段时间在火月拍卖行的大门口，据说施展了一手不弱于陈老的刑侦之术，杀了陆康和廖宁2位2品医师呢。他身边那个倾城女子我也想起来了，她叫做苏小柔，在拍卖会上被楚尘以30万的天价买走了。听说她年仅13岁就已经是炼体8重的修为，刚才一击就将徐家2个炼体10重的弟子给打飞出去，可见她的实力更强了。我还听说呀，他从拍卖行里出来之后，扬言10天之后让方家人给方家之主准备好棺材，准备丧事呢。好像不到10天。你还懂药膳？这有何难？只是想要把膳方的材料凑齐了，那就很不容易了。修为暂时先不急着提升，需要稳固夯实根基。
你确定想要让我来教你？啊，我确定。先别答应的那么早啊，我可从来不会随便教人。如果你不能符合我的要求，我也不会教你。先跟我说一说你的状况。哎，好。你的功法修炼出了问题。不应该呀！当初我父亲也看过我的修炼，说我对功法的修炼并没有任何的问题啊。老家主也是这么说的。你是在质疑我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我那个家族的功法呢，是一门玄阶上品的功法。你虽然的确是按照功法来修炼的，没错，但是你的身体却和别人不一样。你体内的经脉排列与常人有所不同，所以你按照正常人的运功路线去修炼，不出问题才怪呢。你现在不要调动体内的元力，我教给你一种运功路线，你自己试一试就知道了。哎呀，这竟然是真的！哎，陈哥，你太厉害了！哎，先别高兴得太早啊。这些年呢，你一直都按照不适合自身的功法运行路线来修炼，对你的身体根基已经造成了一定的损伤和影响。所以即便是你可以发挥气机资质的优势，你也最多修炼到聚气7重的境界，别说是单元境了，就连聚气10重你都修炼不到啊。那我该怎么办呢？陈哥，你一定要帮帮我呀！破而后立。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呢，也很简单，只要你把修为全部废掉，重新修炼，那么你在之前修炼中对身体造成的根基损伤，就能够凭借正确的运功路线弥补修复。废掉修为？如何选择就看你自己了。那你看我像是开玩笑的样子吗？每个人在人生之中都要面临诸多的选择，今后的路会怎么样都在一念之间。任何一个人可以成为强者都绝对不是偶然，没有足够大的气魄和坚定不移的恒心道心，天赋资质再好也不可能成为强者的。你跟我来，把你身上的衣服脱下来。什么？你想对我做什么？哎，我说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呀？我如果想要对你做什么，早就把你吃干抹净了。你信不信啊？我随便调配一点药剂，就能让你主动爬到我的床上，任我采血啊！哼！如果你想要解开禁元灵纹，就按照我说的做，不然的话，你就永远别想恢复修为了。你是要看我身上的禁元灵纹？那不然呢？喂，是你自己来，还是我亲自来呀？自从我把你从拍卖行带回来的那一刻起，你就是我的人。你跟在我身边这么多天，还不明白吗？你捂什么呀？就那2两肉，我一只手就能抓住了，还用着捂啊？你看完了没有？看完了。你看完了怎么不说话？你转过身去，我要穿上衣服。我不转身你就不穿衣服了？这样也好啊，你的身材不错，皮肤也不错，看起来挺养眼的。你看什么看？你刚才不是还说他们小的吗？喂，我有说过吗？那都是你自己脑补的好吧？我实际上是在想啊，这个如果禁元灵纹是在你此刻捂着的那个地方，你会不会让我看呢？楚尘，你这个混蛋！好了，你还想不想恢复修为了？哟，这皮肤光滑，羊脂如玉，这腿还不错啊！你给我够了！我的禁元灵纹，你能解吗？这解呢，自然是能解呀，只是以我现在的修为还差一些，只能暂时解一半。过来，聚气8重，10头黄金虎魂之力，倒也还算不错。只是不错。刚才欺负我，是不是很好玩？
怎么，我刚帮你解开一部分封印，你就要对我动手啊？恩将仇报啊？你混蛋！哼，小妮子，你想造反呢？你放开我！你对我做了什么？喂，小妮子，你以为我会没有后手？我能解开你身上的那道灵符，自然也能将你重新封印呢。以后乖乖听话，不然的话……你混蛋！这只是一个教训，下次再敢造反，我可不会再轻饶了你了。怎么，你还不服气啊？哼！好了，给爷笑一个，我给你补偿如何？哼！你能在聚气境显现出黄金武魂，可见你修炼的功法应该是一门地阶上品的功法吧？或许在你看来，地阶上品功法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是在我的眼中，那不过就是垃圾而已啊！吹牛！哼，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玄心黄道诀乃是最顶级的地阶上品功法，是不知多少人垂涎的绝世功法，你居然说它是垃圾？玄心黄道诀，这功法名字起得还行，但是却不过是区区地阶上品，这种垃圾功法扔大街上，我都懒得捡起来。哎，你别不服气呀！别说是地阶上品的功法，就算是地阶极品功法，在我的眼里也不算什么，不足为道。哼，吹牛谁不会？我还说天阶功法是垃圾呢。有本事你拿比玄心黄道诀更好的功法来啊！怎么？你以为我拿不出来？我想你也应该能够看得出来，我以炼体6重境界，却能将身体力量淬炼得身怀14牛之力，这根本不是寻常功法所能够达到的高度。最起码，你那个玄心黄道诀肯定做不到。我说过，从我将你从拍卖行带出来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我的女人了，而我对于自己身边的人从来都不会吝啬。那么想不想跟我学一门更加强大的功法呢？更强的功法？怎么不想学？如果你真的能拿出比玄心黄道诀更强的功法，我自然想学，但是你应该不会如此轻易地将功法传授给我。你有什么条件？条件嘛，很简单，这门功法只有你能够修炼，除了你之外，你不能传授给任何人。就这么简单？对啊，就是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的条件很简单，我知道你应该是出身于某一个大家族，亦或者是大宗门。将来或许你会回到那儿，但是即便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也不可将这门功法外传，因为这门功法只有你才能修炼。我不会允许这个世界上存在有第二个人修炼这门功法。我想知道你要传给我的功法是什么品级。我答应你。好，这门功法的内容你可以自行消化，你的封印我为你解开了一部分，你可以尝试从炼体境开始重修。这门功法的问题你不需要多问，如果修炼上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来问我。根基夯实的也差不多了，是时候尝试突破炼体7重了。楚尘，你给轩儿灌了什么迷魂汤？他回去之后便自废修为，说什么要破而后立啊？已经废掉修为了？不然啊，就算你不想指点轩儿修行，也不至于如此心狠，让他自废修为吧？啊，这件事情你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
废了好啊，如此方可真正的破而后立啊。楚尘，你太过分了！我让楚轩自废修为，也是为了他好。只需要1年，他的修为就能够重新修炼到炼体6重，并且在2年之内，他就会如厚积薄发一般突飞猛进，修为会达到炼体10重，进而冲击聚气境。如果你不信呢，你可以回去问一问楚轩他自己如今修炼的感觉，和过去比起来有什么区别？如果真的如你所说，我会来负荆请罪。哼，我只是因为你传授给我功法，我才保护你的。我看你这小妮子又欠打了是吧？啊，你随我走一趟吧。去哪儿？青州城的附近逛一逛。难道我真的是误会了楚尘？他让轩儿自废修为，真的是为了他好？父亲，我的修炼问题解决了，现如今我的修炼速度远超过以前呢。轩儿，你能告诉父亲，楚尘是如何指点你的吗？啊？楚山雄杀我大哥，我便要杀了他唯一的孙子。给我盯着那小子的行踪，有任何情况都要给我及时汇报。是。楚家这个小辈倒是有些不简单。太上长老，楚山雄当年伤我之仇，老夫这辈子都不可能忘记。此番我闭关多年，终于突破了半步丹元，我要让他楚家血债血偿。太上长老，您要亲自出手。那小辈既然是楚山雄唯一的孙子，老夫自然是要亲手宰了他。到时候我亲手将他孙儿的头颅我扔在他的面前，我要亲眼看到他楚山雄心痛悔恨的表情。有太上长老出手，此子必死。小娃娃，也就是楚山雄之孙楚尘。怎么，你跟我家老头子有仇啊？当然有仇，当年便是他重伤了我，才让我的体内留下了暗疾，让我这些年都活在痛苦之中。所以今天我要拧下你这小鬼的头颅，扔在楚山雄的面前，让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孙儿死在我的手上。我要让他痛苦，让他癫狂，让他死不瞑目。小畜生，听说我大哥的死与你有关。天水，你却把他给我抓过来，老夫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然后亲手将他的脑袋扭下来。太上长老放心，区区一个炼体境的小辈而已，杀之如杀鸡。嘿，何须家主亲自出手，就由我们代劳好了。好，小畜生，要怪就只能怪你生在了楚家。哼，不过你可以放心，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灭掉楚家。你的父亲还有你的爷爷都会去黄泉路上陪你，不会让你一个人寂寞的。哼，什么？黄金虎魂之力？这个女人竟然……混账！竟然是黄金虎魂之力！小女娃，你能修炼出黄金虎魂之力，可见你身怀强大的功法。将你的功法交出来，老夫肯留你性命。就凭你？小女娃，
虽然你身怀黄金护魂之力，但是你的修为终究只是聚气8重，相当于14头赤色护魂之力，而老夫乃是半步丹元之境，实力不是你所能比的。蓉儿，杀了他！冥顽不灵，看来只能先把你给拿下了。老夫有的是手段，慢慢的调教你。天水也去杀了那个小畜生，摘下他的头颅。是。不用管我，那个老家伙交给你了。好恐怖的杀意呀！哼，就算你的杀意惊人，但是你终究只是个炼体境，与我之间的差距犹如天地鸿沟。好强的战绩！小畜生，你给我死吧！无极顺势，好快！哼，你以为你能躲开吗？21牛之力，这不可能！不好！啊！小畜生，我要将你碎尸万段！哼，垃圾！剑灵纹起，这是什么？哼，你也逃不掉。灵阵，这不可能！楚家根本不存在有灵阵师，你怎么可能会是一个灵阵师？杀了他！小畜生，你敢杀我？我们方家的背后那可是天蚕宗！哼，我不只要杀你，你们方家从今天起也会被我从青州城中彻底的抹去。不，走吧。怎么忽然就下了这么大的雨呢？家主刚出去不久，不会被淋了吧？你是不是傻？家主可是聚气9重境的强者，这样的雨会淋湿我们的炼体境，却不可能淋到聚气境的强者。那可是能够真气护体的存在啊！这话说，家主他们这种天儿到底是出去干嘛去了？怎么还没回来呢？你们的家主回不来了，来者不善，杀进去！就这样杀进去？不然呢？何人胆敢擅闯我方家府邸？从此以后，青州城不再有方家。是你，这个小畜生！你这小畜生竟然敢闯到我方家的府邸中来！哼，不用看了，我一个人就能够踏平此地。哼，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辈！给我杀！若谁能杀死楚尘，赏1万玉币。你去将所有聚气4重以上的人斩杀，一个不留。你呢？你觉得就凭这些蝼蚁，能伤得了我？天哪！这个女人竟然一招就杀死了长老！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臣服，或者是死。他只有一个人，我们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他。我知道他叫楚尘，才13岁，修为也是炼体境，不可能和那个女的一样厉害。没错，杀了他，大家都能够领赏。那女人也只有一个人，必然会被族中的其他高手联手杀死的。看来，你们已经做出了选择。正在家族议事殿内处理事务的楚山雄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整个人瞬间就惊得站了起来。来人，给我召集族中所有聚气境以上的高手。难道楚家的人已经杀进去了？家主，楚家的人来了。楚家的人刚来，那方家的这么多黑甲卫是谁杀的呀？这不可能！你居然看出了七煞金蛇阵的弱点所在。7个方家长老嘴角挂着血迹，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楚尘。只有这7个了？差不多了，就算是有漏网之鱼，应该也没几个。什么？与徐仁杰一脸惊骇与震撼不同，楚山雄看到楚尘，
正背负双手，神态从容，孤傲无双，是毫发无损。看到楚尘并没有受伤，楚山雄顿时就松了一口气。徐家小子，受死吧！一左一右，楚山雄和苏小柔同时出手，要将徐仁杰斩杀在此。不好，徐家弟子听令，给我撤！这怎么可能？徐仁杰的眼睛瞪得滚圆。地阶战技。下一刻，徐仁杰的眼中透出了一丝绝望。家主死了！家主，快逃！快逃！撤回家族里！方家聚齐4重以上的高手，几乎已经被斩杀殆尽。现在我给你们3刻钟的时间，无论你们在这方家的府邸之中得到什么，都是你们自己的。什么？哎，方家聚齐4重以上的高层都死光了。陈儿，你确定？我什么时候开过玩笑？在我来方家之前，那方行云和方天水在城外想要劫杀我，已经死了。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只给你们3刻钟的时间，然后我们就前往徐家。从今天起，这青州城内就不再有徐家和方家。这些投降的人怎么处理呀？你愿意接纳这些人，便接纳就是了；不愿意接纳，直接驱逐即可。我是担心接纳了这些人之后，他们有一天会背叛，毕竟非我族人，其心必异呀。人心这种东西，你是控制不住的。只要楚家不断的变得强大，这些生有异心之人知道自己根本反抗不了楚家，自然也就不会有叛乱发生。小心，有埋伏。徐山后，不用看了，并没有任何的埋伏。你就是徐家的上代家主徐山后吧？你是打算投降吗？你就是楚尘，真是英雄楚少年呐！你说的没错，我的确是打算投降，因为我不希望我的族人继续枉死。楚山兄，你有一个好孙儿啊！据我所知，你带着赤甲卫过去的时候，方家的人基本上就已经被他和这个小女娃解决了。选择放弃抵抗，说明你比绝大多数人要聪明得多。我家这个老头子论头脑就不如你灵光。既然你们徐家选择放弃抵抗，那么我也可以给你们徐家一条生路。只要你们徐家答应3个条件。请说。第一，你们徐家所有聚齐7重以上修为的人，全部都要服下此丹。这是噬心丹。服下此丹，必须每隔3个月就要服用1次解药，否则就会单独发作，心脉崩碎而死。而解药，楚家之中自然会有人炼制，每隔3个月都会发放给你们。这不可能。若是如此，我徐家宁可鱼死网破。如果你确定这是你的选择，那么我就踏平你徐家。年轻人，你太狂妄了！顾奏，石明，你竟然下手杀人！他怎么会有威力如此强大的灵纹呢？单凭当初你们徐家和方家勾结我楚家中的叛逆，意图颠覆我们楚家，我即便是屠了你们徐家全族，也都不为过。
看在你主动投诚的情面上，我给你们徐家一条活路，却还敢在我的面前大呼小叫。看来你们徐家根本就没有看清楚局势啊！你这个条件，我答应了。太上长老，不可呀！都给我住口！是生还是死？你们如何选？太上长老，我们徐家所有高手都在这儿，而他们楚家的人也并不多。不要小觑了楚家人。从一开始，任杰就是因为太小觑了楚家，所以他死了。如果你们相信我，就按照我说的去做。人老了，有些事情比你们看得明白。反抗的结果只有死。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选择。我们家族所有具齐4重以上修为的决策层都在这里了。不知道你其他的2个条件是什么？老爷子，剩下的就交给你了。这小子，哎，还真是。接下来就要在这太乙夺天阵中找到那个人留下的后手。楚尘，你灭我家族，我要让你血债血偿。我方家的背后乃是天蚕宗，你们楚家就等着承受天蚕宗的怒火吧。哎，我听说方家被灭是那楚家的陈少一个人做的。据说方家之中被杀的血流成河，只要是经过昨天那场动乱之人提及陈少就会色变呢。我也听说了，一个徐家聚气8重的强者，那陈少只是一挥手就被斩下了头颅啊。楚家这个少年还真是不简单呐。若非他的修为太低，我甚至都怀疑前段时间牵引阴阳2气修炼的人就是他了。血日异象与月霜满天的异象已经很久没出现了，看来那个人应该是已经离开了。是啊，幸亏那个人离开了，不然的话，一旦汲取了太多的天地之力，我担心这座邪天运魔大阵中沉睡的那个邪魔会苏醒过来。据说邪天运魔大阵汲取天地之力，孕育邪魔，一旦阵眼中的邪魔吞噬天地之力苏醒，即便是战灵境的强者也难降服。没错，这种级别的灵阵最少也是5级以上的大灵阵了，而在这大秦国中根本就找不出这种等级的灵阵师啊，无从破解呀。唉，我说你好歹也是齐物阁的管事啊，以齐物阁的人脉，难道还请不来一位5品以上的大灵阵师吗？哎呀，我只是这青州城齐物阁的一个小小管事啊，以我的修为和实力，我所认识的最多也就只是个4品的灵阵师啊。不过呢，我也已经委托我一位4品灵阵师的朋友，让他帮忙来请一位5品大灵阵师来看一看。如此最好，请大灵阵师的玉璧，大秦国的皇室会给的。就在2人对话之时，房间的外门传来轻微的敲门声。陈老，下面来了一个叫做楚尘的少年，说要见你。楚尘？哎呀，莫非那小子想清楚了，打算接受我的邀请，成为天一堂的一员？让他上来。是。陈老，
来，过来坐。哎，我说你小子莫非是想通了，打算加入我天一堂了？我来找你，实际上是想问一问，这青州城内是否有奇物阁？奇物阁？有什么问题啊？你这小子还真是会找地方啊！我面前坐着的这位便是青州城奇物阁的管事。你是如何知道奇物阁的？虽说这五玄大陆几乎每一座城中都有奇物阁，但是知道奇物阁的人可并不多呀。哈，我说小小的一个青州城，为何会有一个天罡镜出现在这儿呢？原来是奇物阁的管事啊！你能看出我的修为？哼，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你的敛息之术虽然还不错，但在我的面前就差远了。难道你在第一次见到我之时就已经看出来了？我不光看出了你是天罡境的修为，我还看出你是天罡境3重，而且我还看出你的罡气凝练出了问题，让你原本只需要5年便可突破的天罡境第4重，起码也需要用15年以上才能够做到了。天明，难道？没错，陈老，他全部都说对了。你到底是什么人？可否为老夫引荐一下你的那位尊师呢？他不见外人。我身上的问题，尊师既然看出来了，可否有办法解决啊？解决的办法自然是有，不过真金好说。刚才听闻小友打听奇物阁，莫非是要购买奇物吗？这一点包在我柳天明的身上。刘管事客气了，我需要一些东西，的确需要通过奇物阁的渠道。你要这么多的奇物干什么呀？我既然要，自然就有我的用处。你小子可知道这些奇物的价值啊？尊师若能解决我的问题，这些材料便算是我的谢礼，我刘某人还会另付真金。那我就静候佳音了。楚尘微微一笑，旋即起身，朝着房间的门口走去。陈老和柳天明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惊疑与不解。楚尘走了之后，房间里就只剩下了陈老和柳天明2个人。天明啊，你怎么看？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少年，或许是他背后那位的指点吧。啊，他将清单留下，显然是要让我们凑齐了材料，然后才有可能给你诊治。但你觉得这个楚家少年值得相信吗？我没得选择呀。说实话，我身上的问题也曾找过4品的医师给我看过，但却都给不出一个解决的办法。看来他背后的那位医道大家不简单呐。是啊，能够一眼便看出我的病症所在，这绝对不是4品医师能够做到的。况且他一个楚家的小辈，还没有那个胆子来坑我。你真的有一位师傅？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做我的师傅？那你又是如何看出那个奇物阁管事是天罡境修为的？又是如何看出他修炼上的问题？这是秘密。哼，这个小男人太可恶了。当他来到庭院的院落中之时，他所感知到的那个人也走了进来。父亲，陈儿，这是我父
楚云山。父亲，这是我的女人苏小柔。混蛋，谁是你的女人啊？我说人家姑娘都不愿意，你小子也太霸道了吧啊！不过男子汉就应该霸道一些，有你父亲我当年的风范呐。我的天，这一家子都是什么人啊？难道他是我苏小柔命中注定的人吗？虽然不知道晨儿你的身上存在有什么样的秘密，但是对我来说，你永远都是我儿子。在我的心中，你也永远都是我的父亲。好，你的身体已经恢复了，但是心损之症还需要调养，今后就住在我这儿吧。啊，好。一个仆人来到了庭院。陈少爷，家主让您去一趟议事殿。老头子找我什么事儿啊？小的不知。陈儿，这位是，介绍就不必了，你就是楚尘，便是你害死了我的师弟。你的师弟？没错，莫非你不敢承认我那陆师弟是被你给害死的？虽然说我那师弟有错，但却错不至死，你将他害死。那么无论是你还是你们楚家，都要为此付出代价。看来你的师弟就是陆康了，他的死那是他咎由自取。小子，你以为我不敢杀你吗？陶世明，你敢！陈老，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我都是天一堂的人，你却偏向一个外人。天下一师本是一家，何况老夫一直都想要邀请楚小友加入天一堂，你却扬言要杀他，老夫又岂能坐视不理？哼！况且你的师弟陆康之死本就是他咎由自取，这些年他在青州仗着天一堂的名头做了什么勾当，你当我是老糊涂吗？我师弟纵然有错，也错不该死。况且他一个10几岁的小辈，我不信他身怀惊人的刑侦之术。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儿，只要老夫在这儿，便不会让你伤到他。我不服，有陈老你护着他，我的确动不了他。但是他背后的楚家，我陶世明若是想动，怕是陈老你也没理由再阻拦了吧？哼，你要动我楚家？是又如何？莫非你以为你有陈老护着你，我便奈何你不得？哼！既然如此，那么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你不是要给你的师弟报仇吗？那就以医师的身份赌命，你敢吗？楚尘啊，不要冲动。好一个赌命，好一个狂妄的少年！陈老，我陶世明虽然不才，但身为1到3品的医师药师，此刻却被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挑衅赌命，这对于我是一种羞辱。哼，羞辱？我跟你赌命，对你来说是一大胆狂徒，就凭你也有资格与我师尊赌命？没错，你一个连医师徽章都没有的小畜生，也敢扬言挑衅我师尊！聒噪！你不是要赌命吗？我跟你赌！好，诊症、开方、刑侦，你要赌什么？我跟你赌诊症！陈老，
给我做一个公证如何呀？可以，还请师尊为弟子公证。既然如此，那就由老夫先出题吧。辰儿，他还能力挽狂澜吗？你是一品一师，老夫便以1到1品范畴内的题来问你。多谢陈老，请陈老出题。一名炼体9重的武者，借用通脉丹数次冲击炼体10重，却屡屡失败，并且经脉会有撕裂般的剧痛，此为何症？弟子认为，此症有3种可能：一是经脉有损，故而以元气冲击之时会有痛感；二是经脉脆弱，承受不住元气的冲击；三是经脉不通。你这弟子的医理基础还算不错，此题我给他8分，你有意见吗？8分，陈老谬赞了，8分已经是抬举我这个弟子了，还不谢谢陈老？陈老能给你8分，那是抬举你。弟子多谢陈老提点。那么接下来也就该我出题了吧？既然你之前扬言要与我赌命，而我是3品医师，那么我自然就要用1到3品范畴内的病症来出题。这不公平！陶医师，你的弟子只需要回答1到1品范畴的诊题。凭什么我孙儿就要回答1到3品范畴的诊题呢？陈老，你觉得呢？他之前扬言要与我1道赌命，您老也是亲耳听到的。哼，随你出题。好，这可是你说的。年轻人，即便是狂妄，也该有一个限度。喂，你废话太多了。我先送你弟子去黄泉路，然后下一个就是你。哼，你连与我赌命的机会都没有。那么，我问你，碎尸毒如何来解？陶世明，你太过分了！碎尸毒即便是你我也解不了，这是1到4品以上的范畴。陈老，刚才可是楚尘他亲口说让我随便出题的，所以即便不是1到3品范畴的诊题，我同样也可以出，这没什么问题吧？啊？你一个堂堂3品医师，楚小子，你，哼，跟这种人，你要谈医德和人品，我劝你还是别浪费时间了。这就是你出的题，区区一个碎尸毒，有何难解？刑针1顺4针，依次走天阴、6阳、3水、元神，让你的弟子自裁吧。胡说八道！碎尸毒即便是我师尊和陈老都不会解，你随便说一套刑侦之法就能解开，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没错，你说的这套刑侦之法我连听都没听说过，所以这道诊题不能算你答对，输的人是你，自裁受死的人也应该是你。哼，况且1顺4针，纵然是陈老也做不到，而我也只能1顺2针。你张口就说1顺4针，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哼，你做不到，那是你无能。若要验证呢，也很简单，找一个中了碎尸毒的人过来，
我解给你看。胡说八道！中了碎尸毒的人7日必死，我从哪儿找来给你解？哼，输了就是输了，还不赶紧自裁？莫非要我亲自动手吗？陶世明，你没试过，你又如何能够确定楚尘说的是错的？哼，莫非陈老觉得连你我都解不了的碎尸毒，他一个10几岁的小畜生能解？哼，我若真的能解呢？你能解？且不说根本就没有一个身中碎尸毒的人让你来解，就算是有，你也解不了。没错，还不赶紧自裁受死！赶紧自裁！就你一个小畜生，也敢说能解碎尸毒？想要证明也很简单呢，因为碎尸毒我可以调配，只要我将碎尸毒调配出来，然后让一个人中毒，我为之解开即可。你会调配碎尸毒？哼，我不信你会调配碎尸毒。难道说他真的会调配碎尸毒，也能解之？这怎么可能呢？想必天一堂应该有不少材料的库存吧？这些材料我天一堂都有。你真的能调配得出？怎么，连你也不信？我信。刚才我的话还没说完呢。你不是认定我解不了碎尸毒吗？那么敢不敢将你自己的性命也押上来？啊？哼，我的赌命，你敢接吗？哼，废物！你说什么？哼，你口口声声说我解不了碎尸毒，张口闭口就是我没有资格与你赌命，而你却连与我赌命的胆量都没有。你不是废物，是什么呀？哼，说你是废物，都是在侮辱废物。你找死！你当老夫不存在吗？碎尸毒的配方，即便是很多精通配毒的毒师都不知道，我就不信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真的能够配制得出来。甚至就算是有配方，若不是精通药理，也根本不可能配制得出来。他才多大，对药理又能有多深的领悟呢？陈老，借鼎一用。好。空间大戒。这尊药鼎还算不错。这可是我花费重金从皇城拍卖行里买下来的，据说是数百年前某位医道大家留下的中品药鼎。我如果是你，我现在就一巴掌拍死你那个弟子。我估计他没有自裁的勇气呀。小子，你别嚣张，有本事你先把碎尸毒练出来再说。没错，如果连碎尸毒都炼制不出来，我倒是要看一看你有没有自裁受死的勇气。井地之王，这可是石灵花3品毒花，以你区炼体境的修为，最多以元气凝炼成火。就算你修炼的丹诀再厉害，也不可能炼化掉这种品级的材料。灵纹之阵，这是小五行炼火阵。陈老看来对灵阵之道也是有所了解的呀。没想到你还能布置出这样的灵阵呢。不过就算是你有小五行炼火阵，也最多将1品火焰提升到2品火的程度啊，依然不足以炼化石灵花呀。而且你要的这些材料里面，达到3品级别的可不仅仅只有石灵花这一种啊。
没错，就算你有再多的手段，也改变不了你只是一个炼体境蝼蚁的事实。赶紧自裁吧，浪费我们时间。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就凭你也配与我师尊赌命？这是纯净的灵魂之火，想必你也能明白的。哼！我劝你最好还是死了这条心吧。难道你就不会想一想，楚尘的丹诀与功法是从何而来？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可能是楚家的。陈老，你的意思是，难道他真的能炼制出碎尸毒来？炼制成功了吗？那么多的材料，竟然就只是炼制出了一滴药剂？这就是碎尸毒，还是说楚尘炼制失败了？你竟然真的炼制成功了！陈少太厉害了，无法企及呀！我在10多年前有幸见过一次碎尸毒，的确是这种黑色的药剂。可别小看它只有一滴呀，这一滴可以分成3份，每一份都能够让任何天罡境以下的高手7日必死啊！这可不仅仅是灵火可以炼化材料就能够做得到的。哼，就算你炼制出了碎尸毒又能如何？我不相信你能够一瞬4针，也不相信你能够解这碎尸毒。况且，谁敢以身试毒让你来解？一旦你解不了，那么中毒之人可就死定了。莫非陈老愿意以身试毒？所以他也不敢去赌。这碎尸毒可不是开玩笑，他若是中了，若是不能在7日之内找到人来解毒，他也是必死无疑呀。我来。家主，老家主不可呀！我相信我孙子可以解毒。既然如此，所有人都认为楚尘会拿自己的爷爷楚山雄试毒之时，楚尘的手却是突然一甩。什么？楚尘将玉瓶中的那滴碎尸毒甩了出去，而他所甩的方向却并非是楚山雄，而是陶世明和他的2个弟子。混账！小畜生，你找死！不，我要你死！他的一双瞳孔放大，面孔呈现出狰狞之色。碎尸毒发作了。你这小子也太狠了，这小子太损了。臭小子，我要杀了你！哼，中了碎尸毒，一身真元都会被压制侵蚀。此毒不解，随便一个炼体境都能杀了你。快给我解毒！如果你不能解毒的话，死的人就是你。没错，快给我们解毒，不然你与我师弟的毒命就是你输了，你要自裁。楚尘，你若不能解毒的话，就有些太过了。给你老头子一个面子，我可以给他们其中1人解毒。但是如果我能证明可以解这碎尸毒，他们3个都要死，你没意见吧？你若能证明你可以解这碎尸毒，那么他们死了也是咎由自取。陈老，你真来！若要解碎尸毒，只需要同时操控4根赤血银针就足够了。他的碎尸毒解了。这不可能，这不可能！陶世明第一个大叫：我不信，我绝对不相信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能够解碎尸毒，我不信！除非他能给我解毒，不然我不相信。你们是在质疑老夫吗？老爷子，
处理干净点。陈老救我！陈老，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可惜呀，这世上没有如果。苏小柔跟在楚晨的身后，她看着这个小男人的侧脸，那份冷酷的霸道与从容的气质，她还从未在其他人的身上看到过。他真的只是一个10几岁的少年吗？小子，不请我进去坐坐啊？进来吧。跟你小子一比呀，我真感觉我这70来年呐，简直就是白活了。修为达到天罡境，可脱胎换骨，寿命可延长到200年至300年。可是我都已经是74岁了，别说是天罡境了，就算是单元7重，都未必能修炼得到啊。帮我一个忙，我送你一场造化。你想要让我帮你什么忙？我需要借用你们天一堂的渠道，帮我收集一些灵药。这很简单呐。如果你愿意加入天一堂，那么这一切就更不是问题了。加入天一堂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不过我可以在天一堂中挂一个名儿。我只是青州城这边的一个小堂主，以我的权限，最多给你一个1到2品的徽章，可以。那么我很好奇了，你小子说要给我的造化又是什么呢？我会给你一个丹方，但是前提是你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这个丹方是我给你的。丹方？你说的这些事情包在我的身上。对了，可否问一下，你背后的那位尊师到底是1到几品啊？1道共12品，4品以上为大家，7品之上为宗师，9品之上为神圣。具体他是1到几品，我便不说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他的境界远非你所能想象。9品之上为神圣，难道说，不知道老夫可否请尊师帮一个忙？哦，你说说看。这件事情很严重啊。如果尊师来过青州，想必以尊师的境界，必然可以看出青州存在有一座大阵吧？大阵？你也知道青州有大阵？你也知道？那么既然你知道，那肯定是尊师已经看出了那邪天运魔大阵了。前段时间有人牵引阴阳2气修炼，莫非这个人就是邪天运魔大阵？是啊，邪天运魔大阵。800多年以前呐，五玄大陆曾经出现过一位灵阵师，以一座大阵夺取天地之力，孕育邪魔，造下无边杀戮。如今这青州城就有一座这样的大阵，一旦大阵凝聚足够的天地之力，孕育出邪魔，那么整个青州都会生灵涂炭，甚至于整个大秦王国都会被覆灭呀。而这邪天运魔大阵最起码也是5品级别的大灵阵，一旦邪魔孕育而生，堪比传说中的战灵境啊。所以我恳请小友，能否请你尊师出手，破掉这座大阵，拯救我大秦王国的苍生黎民？此事不用你说，我也会出手解决的。真的？青州真的有一座大阵？一座有伤天和的阵法，布下这座阵法的人也会付出代价的。以我目前的境界实力，
的确是不具备直接破掉太乙多天阵的能力，但是区区一座7品大灵阵还难不住我楚尘。可惜呀，暂时不能修炼吞阴炼阳术，不然的话，如果这具身体的根骨资质提升到了9级，我的修炼进度应该可以更快。少爷，来了一个自称天一堂的人，送来了这个东西。陈老在这方面倒是非常的讲究，给他的这枚2星徽章啊，是最高等级的金色。柔儿，你将这个东西送到天一堂，记得要亲自交到陈老的手中。哼，这丫头还是欠调教啊。楚尘撇了撇嘴。没过多久，苏小柔来到了天一堂，说明了来意之后呢，就走上了2楼，见到了陈老。他放下木盒子就走，这让陈老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延寿丹，竟然是延寿丹！求陈哥教我。我记得你当初不是说要来给我负荆请罪的吗？之前是我误会你了，我给你道歉。陈儿啊，你就不要再为难你云鹏叔叔了啊。云山哥。哎呀，好了，你们年轻人多聊聊啊，我和云鹏说点话。如今你需要做的就是按照我教你的运功之法好好的修炼就行了。暂时的我也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不过呢，我倒是可以让你重修的进度更快一些。哦，真的？怎么，对我没信心啊？既然如此，那就算了。别，陈哥，别，只要陈哥帮帮我，我给陈哥你做牛做马都行。就你那点修为，在我身边当个跑腿的都还差得远呢。我也是看在一些情分上才选择了帮你一把。这里面是淬体丹，足够让你在1个月之内修炼到炼体6重了。一个月之内？行了，回去修炼吧。这边楚轩刚走，一个楚家的仆人就来到了庭院的门前求见。回陈少的话，宗族那边呢来了几位大人，家主让您和二爷还有云鹏长老去迎接一下。宗族？我知道你，青州楚家的家主楚云山之父。楚云山呢，身为知族弟子，本座来了，他竟然不来迎接。大人来得有些突然，而我们知族呢也没有提前得到消息，故而也没有去准备。老夫已经派人去通知了。人呢？老家主，这……哼！你们青州之族还真是好大的胆子！明知我们来自宗族，竟然还敢不来迎接，这是藐视宗族之罪。不过是一个废人罢了，也敢藐视宗族，不知死活。他还以为他是当年那个楚云山吗？区区一个废人，即便是我抬手就能将他给捏死。几位这样说，是不是有些过分了？哼，过分？我们就算是过分，你能如何？废话我也不多说了，立刻让那楚云山过来跪在地上，否则就凭他藐视宗族之罪杀了他，也不为过。你们欺人太甚！放肆！那坐在主位上的中年男子冷喝了一声，旋即一股强大的气势化作冲击，是直奔楚山雄而去。仅仅是气势的冲击，就让楚山雄是如遭雷击呀！家主，老家主，不好了，不好了，大师不好了！
楚尘正在房间中铭刻灵文，而在房间的外面却传来了一声惊呼：混账！谁给你的胆子，敢来我这里大呼小叫的？陈少，大事不好了呀！他们这是在找死！陈儿，发生了何事啊？欺人太甚！宗族来的是什么人？老管家当即将那几人的形象描述了出来。看来他们是冲着我来的了。哼，我去灭了他们，区区一个单元境2重也敢在我的地盘上摆谱。成儿，你有把握吗？对方毕竟是单元境2重，如果没有把握对付的话，你现在就离开家族。我相信你将来一定可以踏足强者之境，到时候你有了足够强大的境界与修为，再来给我和你爷爷报仇啊！放心吧，一个单元境2重而已，我还没放在眼中。竟然敢在我的面前大呼小叫，看来我应该让你们这些知足的人明白，什么叫做尊卑。给我跪下！跪下，或者是死。不跪是吗？看来你们这些知足的垃圾还都是一些硬骨头啊！既然如此，那么我就成全你们。对于宗族而言，杀了你们，在这青州之中轻而易举就能再扶植一个知足。大伯，我想亲手杀了这个老东西。当年楚云山废了我父亲的一双腿，今日我便杀了他楚云山的老父，然后我要在他心中最为悔恨与愤怒的时候斩了他的头颅。可以。大伯这次过来就是要帮我二弟报仇的。谢谢大伯。听说那楚云山还有一个儿子，我先杀了他的老父，然后当着他的面将他的儿子削成人棍儿。你们这是找死！楚云山，那中年男子眸光一缩，一瞬间就落在了楚云山的身上。楚涛，楚云山也来得正好，我侄子正好可以当着你的面斩了你老父的头颅。子豪，你便以此剑斩了这几人的头。好！住手！哼，楚云山，当年你斩我父亲双腿之时，可曾想过会有今天？当年我亲眼看到父亲双腿被你所斩，我也是像你这般的愤怒。放下你手中的剑！当年若非你父亲楚红执意要杀我，还与我签了生死契，他也不会落到这般的下场。而我也只是斩了他的双腿，以示仁慈。仁慈？你楚云山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让我父亲把你给杀死。如今无论你说什么都没用了，由我大伯做主，我先斩了你的老父，再斩了你的儿子，还有你的族人，我要让你在无尽的悔恨和屈辱之中死去。我先斩了你。灵文之阵，子豪小心！哼，我要杀人，就凭你也能拦得住？一瞬间就将那楚子豪笼罩在了掌下。哇！子豪，小子，我要你死！哼，就凭你一个区区单元境2重，也敢扬言杀我？你想救人，你杀我侄儿，我杀你爷爷！哼，就凭你？这怎么可能？哼，单元境很了不起吗？区区单元境2重而已，
也敢在我的地盘摆谱逞威？小子，你敢杀我宗族弟子，你死定了！鼓奏！你敢！你若是敢杀我们，宗族不会放过你们青州一族的。哼，真是笑话！莫非我放过你们，宗族就不会找我青州一族的麻烦了？年轻人，我劝你最好不要冲动，否则的话，你一旦出手，这后果就再难挽回。宗族若怒，你们这一族都会被屠尽。对于宗族来说，覆灭一个不听话的支族，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哼，你威胁我，宗族若敢来惹我，我便屠了这所谓的宗族。开什么玩笑啊！斩！不，叔伯救我！你找死！若是不能将你碎尸万段，难消我心头之恨。哼，想要杀我的人多了，你算老几呀？我不想死。我不只是要杀了你，我还要屠了你的全族，用你们所有人的血来洗刷我楚涛的荣辱，用你们的死来祭奠我那3个可怜侄儿的在天之灵。孩儿小心！这里交给我一个人就足够了。我就不相信了，你一个小小的炼体境，即便是掌控灵纹之阵，又怎么可能与我丹元境2重的修为抗衡？晨儿，我相信他一定可以的。死！小子，看来你所依仗的灵纹之阵没法与我抗衡啊！好惊人的速度啊！给我死！他暴喝一声，双掌凝聚的真元更加的璀璨了，狠狠地朝着楚尘拍去，躲开了他的攻击。这不可能！好精妙绝伦的身法呀！神法！我听一位前辈说过，这个世上最精妙的身法是没有身法。没有身法。当年我在外历练之时，也曾听一位前辈说起过，之所以说是没有身法，那是对武道的理解和感悟达到了一种超然的境界。就比如此刻的陈儿，尽管他的修为实力远不如楚涛，但是他对于武道的理解却很高，所以每当楚涛出手之时，他只需要在一瞬间增幅自身的速度，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躲开。看起来很容易啊，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呐。首先，陈儿以炼体境修为能够一瞬间爆发出这样的速度，本身就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得到的。其次，若是不能提前准确预判到对手的攻击，那么就会被击中，后果不堪设想。那位前辈告诉我，这种境界细致入微，故而也被称作是入微之境。据说唯有将地阶以上身法修炼到大成以上，才可以踏入这样的境界呀。地阶身法大成，因为只要他的预判稍微出现一丁点的差错，那么只要被真元带动的掌风擦中，他即便是不死也会重伤。众人的惊骇与震撼还未回过神来，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当时就让几个人的目光全部是凝固呆滞。你也接我一招吧，无极顺势。这是开玩笑的吧？
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很多强大的手段都无法施展呢。如果我有聚气7重以上的修为，那么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么麻烦，一道人皇印就能够解决了。好了，收拾残局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哎，对了，哼，虽说这只是下品灵气级别的空间纳戒，但也凑合着用了。空间纳戒，看来这个楚涛在宗族之中身份不低呀。纳戒之中倒是有一些好东西啊。那这个给你。下品灵气，只要我将灵魂力提升到单元境的级别，那么我就可以铭刻3级灵文。只要3级灵文的数量够多，那么撼动7级大灵阵级别的太乙夺天阵也并非没有可能啊。不过此次斩杀了楚涛，我在议事殿内留下的灵文就全部都消耗了，又要重新铭刻了。谢谢你。你是我的人，不用跟我说谢。不管怎么说，我都应该谢谢你，因为如果没有你的话，我的下场很难说。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陈少，陈老来了。小友，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带来了。多谢了。纳戒？也幸亏小友你要的这些奇物都只是一些低级的宝物啊，不然的话恐怕我也根本不可能凑得齐呀。你可知道为什么你身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还请小友指教。若是我没有推测出错的话，你在单元境10重突破到天罡境的时候是借用了外力，而且呢应该是一股很狂暴的力量强行冲破的桎梏，应该是你得到了一些机缘，对吧？小友说的没错，当年我的确是得到了一件天才地宝，所以才能藉此一举突破到天罡境。我们修炼之人都应该清楚，虽然借用了狂暴的外力能量可以强行冲关，但是实际上在冲关的过程之中就会对自身的经脉造成损伤，即便是在正常的冲关过程之中，这经脉也会受损，只是相对影响比较小。但是呢，伴随着修为越来越高，这些小毛病啊渐渐的累积起来，就会形成体内的暗疾，拖得越久，隐藏的也就越深，即便是许多高明的医生也都难以看出来，自然也就无从对症下药。所以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借用了天才地宝冲破了桎梏，踏入了天罡境，在得失的平衡之间，你得到了修为的晋升，但也同样在体内留下了隐患。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身边能有一位高明的医师对你进行指点和调养，那么隐患就能够早早的化解，不会在体内留下暗疾。但是你却并没有意识到这些，后来你从天罡境1重到2重，2重到3重的突破，又对体内的经脉和丹田气海造成了损伤，暗疾便积累了下来，你才明显的感觉到自己的修炼进境远不如过去了。所以我才会说，原本你需要5年就能够突破的天罡境第4重，如今最少也需要用15年才能够突破，并且就算是勉强突破，因为体内暗疾的堆积，你这辈子也别想突破到天罡境5重以上的境界了。你的病症是经脉受损的暗疾，以及丹田气海受损的暗疾。我给你一个药方，你按照这个方子将灵药找来，我会亲自给你熬药，最多1个月，你的病症就可以完全的去除。都是4品灵药啊。这还只是普通的药方，如果是用上奇物作为主要的药方，根本不需要1个月，只要将这些材料找来，当天我就能让你恢复，甚至还能给你重塑经脉与丹田气海，
让你修炼的速度更快，根基更稳。真的？我劝你们就不要多想了，那份药方所需要的奇物只是一份，就比你们给我凑齐的这些奇物价值高出了10倍都不止啊！什么？哎，陈老啊，这灵药的事儿就要通过你们天一堂的渠道了啊！没问题，老夫也可以帮你买一些灵药，尽快将之凑齐。有了这些奇物，我就可以铭刻几种特殊的灵文了。陈少，这里呢是四海酒楼，原本啊是方家名下的产业。哦，那这么说来，这家酒楼现在是我们楚家的产业了？哎，是的，陈少。啊，你去跟我们家那位老头子说一声，将四海酒楼为中心，方圆100丈的区域全给我封锁起来。是，陈少。派人守着这片区域，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接近。是。你封锁这里做什么？把这儿给我拆了。你这家伙真把我当婢女使唤了。你要知道，跟在我的身边对你而言是一种幸运，你要懂得珍惜呀。哼，看在梅傲爵的面子上，我忍了。你们几个也过来帮忙。是。这位楚家少爷到底要干什么呀？你说好好的一座酒楼竟然给拆了，你说。就是这里了，命人在这里往下给我挖到1丈就停，明白吗？是，陈少放心。你要挖的话，让我来多好，一剑下去，1丈不过是小意思。你如果控制不好力道，你会死的。这么严重？停！果然在这儿，所有人后退。4级灵文，这是发生了何事啊？我说楚家的小子，你拆座酒楼也能在城中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你这是要做什么呀？哼，你看看这个就知道了。这是灵文，而且不是一般的灵文，让我都有一种危险的感觉。这里怎么会有灵文呢？你说呢？难道挟天运魔大阵？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楚小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一切灵阵都有阵基，所谓阵基，也就是布阵的根基。灵文之阵的根基是灵文，天人之阵的阵基就是武者。所以想要破解青州城里的大阵，那么首先就要先找到这座大阵中的灵文所在，然后才能够一步步的去破解。小友啊，若是有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请尽管提。呵呵，既然如此的话，那就请刘管事破掉这道灵文吧。这是一道4级灵文，对应天罡镜，刘管事小心一些。好。天哪，我看到了什么？那是传说中的龙吗？龙形虚影啊，身怀龙之力，这人到底是谁呀？这道灵文太强了，我对付不了啊。连你也不行吗？除非找来天罡境4重以上的强者，或者是再找来3个修为和我相当的人才行啊。我上哪儿去找去啊？这整个大秦王国的天罡境强者，那都是屈指可数，根本就不可能全部离开国都来到青州这边啊！不用那么麻烦。小友，你有什么办法？莫非小友的那位师尊愿意出手？他是不会出手的，而且就凭大秦王国也请不动他。不过若是能够有我的指点，以刘管事的实力破掉这道4级灵文，还是可以做到的。好，小友，你说怎么做？
7星9宫，你可明白？好，既然如此，你便出手吧，我来指点。好。坎位、坤位、打天穴位。小心！楚尘！陈少，陈少，主臣。人皇印，收。真是一个妖孽呀！那这样算不算是破掉了挟天运魔大阵呢？破掉？如果那么容易就破掉的话，你也太小瞧这大灵阵了。没有破掉吗？那么刚才的灵纹是？越是强大的灵阵，灵纹的数量就越多，级别也就越高。你刚才破掉的只是其中的一道灵纹而已。这座大灵阵还存在着更多更强大的灵纹。不用心急啊，你们无非就是担心挟天运魔大阵会孕育出强大的邪魔，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们，你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你没事吧？没事，只是魂力消耗的有些大而已。哦，挖出宝贝了。好漂亮的宝石，就是个头太大了。好东西呀！人算不如天算呢，都散了吧。有柳天明这个免费的打手在，4级灵纹不难破解。但是太乙夺天大阵的主要灵纹，那可都是7级灵纹呐。这青州城的大阵还未破掉。你们会在青州待多久？最起码这2、3年呢，我应该是不会离开的。原本呢，我年纪大了，完全可以在国都王城那边享清福的。但是青州城那是我的根呢，所以无论如何呢，我也得想办法破掉这座邪阵。我也一样。那既然如此的话，那么我想离开一段时间。如果在这段时间里楚家有什么事情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忙出手解决。你要离开？这你打算去哪儿啊？没有具体的去向，不过1年之内我必然会回来。好，如果楚家有事儿，我们会出手的。你之前帮我找寻的那些奇物就已经是真金了。小友放心，在你离开青州的这段时间，只要楚家有任何事情需要我的地方，我柳天明义不容辞啊。不如你就住在楚家之中，做一个供奉，你觉得如何呢？供奉？这虽然小友对我有恩，不过若是让我做供奉的话，怕是楚家还请不起呀。楚家的确是请不起，但却并不代表我请不起。相信关于我的事情，你和陈老也有诸多的推测。天罡之境，真元凝聚成罡气，力量蜕变到全新的层次与高度，武者的力量体现也会从具象之力蜕变为龙影之力。这龙影之力分为3个级别：青蛟龙影、囚龙虚影和青龙虚影。你是天罡3重境，身怀4头青蛟龙影之力，但即便是你解决了修炼的病症，你突破之后，就算是达到8头龙影之力，但却依然还是青蛟龙影。随便一个天罡3重境却身怀囚龙虚影之力的武者，便可与你旗鼓相当，甚至比你更强。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我修炼的是地阶下品的功法，在丹元境还能修炼出青玉具象之力啊，但是到了天罡境，就只能修炼出青蛟龙影之力了。
那如果说我能够让你修炼出囚龙虚影之力呢？啊？你说的是真的？你要知道啊，若是要让天罡境修炼出囚龙虚影之力，最起码也必须得是地阶中品以上的功法才行啊。你和陈老既然对我背后的那位有所推测，就应该知道，一门地阶中品级别的功法对于我而言不算什么。意味着什么？即便是大秦王国的皇室，也只有地阶下品功法的传承。一旦被人知道你手上有地阶中品功法，会给你和你的家族带来多大的灾难？甚至于我现在就能对你出手，然后以你的性命和你整个楚家所有族人的性命来威胁你，让你将功法交给我，根本就不需要成为你楚家的供奉。因为对于一个天罡境的强者来说，你们楚家连一个单元境的武者都没有的小家族，根本就没有资格让我来给你们当供奉。哼，有我在，这五玄大陆的巅峰之列，会有楚家的一席之地。至于你所说的那些问题，实际上都不算是问题。我相信我看人的眼光，所以我笃定你不是那种为了利益而出手强取豪夺之人，所以我才会跟你说这些，并且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如果你出手，的确是可以从我这里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但也仅止于此而已。但是如果你选择了留在楚家，那么你将收获到的东西将远远的超出你的想象。况且我既然敢如此的笃定和自信，那自然就是有我的底气。你真的只有13岁吗？那么你的选择呢？如果你真的给我一门地阶中品功法的话，我自然愿意答应成为楚家的供奉。不要抵挡。陈儿，你要走了？哼，我打算离开一段时间外出修行。我不在青州，老爷子你也能省省心啊。我倒是希望你永远别让我省心呢。男儿志在四方，多出去走走也是好事啊。我走了之后，这份药方交给陈老，他会给你熬炼汤药。父亲，您的身体还需要继续调养。好。陈老是3品丹师，可以炼制凝元丹。家族可以收集灵药，只要凑齐了就能炼制出来。到时候爷爷你就可以从半步丹元踏入真正的单元境了。真的？我能踏入真正的单元境？陈儿，怎么了？在我走之前，有一笔账要跟某些人好好的算一算，让郭胖子出来。郭管事。陈儿啊，古月拍卖行这背景不简单呐！啊，什么人在这儿吵吵闹闹的呀？薛管事啊。我说楚家老爷子，你带着这么多赤甲卫来我们古月拍卖行，这是要干什么呀？郭胖子在哪儿呢？放肆！你一个楚家的小辈，竟然敢侮辱郭管事啊！况且我与你们家主说话，岂有你这个小辈说话的资格？张嘴！或许我这辈子就注定了只会是他的人吧。来者不善呐！你找死！废了他！
一道真气凝聚的剑光是一闪而逝啊，直接就没入了薛川的小腹丹田。哎，楚家这是要干什么呀？听说古月拍卖行背景挺深的，那总部坐落在亡国的皇城啊。多年以来，三大家族与古月拍卖行那都是相安无事啊，怎么突然就动起手来了呢？哎，那女的就是苏小柔吗？真是漂亮的不像话呀！哎呀，看来得花点玉币走走关系啊，找个机会把我从这青州城这破地方赶紧调走吧。管事大人，出事儿了，出事儿了！哎，楚家那个陈少打上门来了。啊，打上门来？不对呀，那小子应该早就死了才对呀，这不应该呀。我在皇城那边还是有些人脉的，而且像苏小柔这种极品的货色一旦出现，早就被皇城那群如狼似虎的公子哥们给收为禁臠了，这根本不可能落到青州这样的小地方来拍卖呀。哎呦，陈老，您老怎么也来了啊？小郭，是楚尘有事找你，如果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他，最好还是低头的好啊。难道陈老是来给楚尘撑腰的？不知道陈少找我郭某人所谓何事呢？啊，你说呢？哎呦，这我怎么知道啊？身为拍卖行的负责人，对于柔儿的来历，你应该清楚吧？难道这小子从皇城那边打探到了消息？这青州楚家什么时候有这么大能耐了？我不明白陈少你的意思呀。这苏小柔不是被你从这竞拍给带走的吗？啊？柔儿的身上有诅咒，任何接近她、意图对她不利的人，都会死于非命。我说的没错吧？哎呦，我听不懂陈少你在说什么呀？死于非命？姓郭的，你是想要害死我孙儿吗？楚家主请慎言啊！你要知道，你们此刻所说的这些话是对于我们古月拍卖行的污蔑，而你们楚家可是承受不起这个罪名的呀！啊，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几位就请回吧。啊，我就当你们没来过。哼，怎么，这件事情你不打算给我一个说法？我已经说过了，你们楚家承受不起污蔑古月拍卖行这个罪名，即便是你这个少年不懂，莫非楚家主你也不懂吗？我不懂。你敢动手？我不懂。火山熊，你这是对古月拍卖行的挑衅！陈老，你如果不是看在老夫和你爷爷还算有点交情的面子上，你今天死定了，你知道吗？刚才老夫就跟你说了，如果你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楚尘，你最好的选择就是低头认错，而你倒好，竟然还把古月拍卖行抬出来威胁楚家，你以为古月拍卖行算是个什么东西？这小胖子是我一位老友的孙子，给我个薄面，留他一条性命，可否啊？可以。带着他的人离开青州城，从此以后，这家拍卖行就姓楚了。多谢陈少，我这就带着人走。好了，以后这家拍卖行如何运作与管理，那就是你们的事儿了。也不知道陈儿现在何处，没想到才短短1个月左右的时间，楚家就因为他而发生了这么大的改变。我们去哪儿？
天大地大，何处不可去的？就随便走走吧，有机会顺便去一趟汉白城。去汉白城？楚涛死了，还有跟着他过去的3个小辈也都死了。小小一个青州之族，也敢杀我宗族之人，简直是不知死活！族长，我请命带人去将青州之族屠尽，这种不听话的之族就该灭他们满门。但是诸位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那青州之族除却当年的楚云山天赋惊人，修炼到了丹元境之外，他们的家主修为最多也就是半波丹元呐，而楚涛的修为却是丹元境的3重。以这样的修为还死在了青州之族，这里边必然存在有很大的问题呀。或许是那个青州之族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呢？启禀族长大人，有青州之族送来的一封信笺，拿进来。这青州之族送来的信笺上面到底写了什么呀？你们自己看吧。混账东西，好大的口气！此子当杀，将之碎尸万段，都难解心头之恨。不久之后，我便会来汉白城，你们的选择只有2个：臣服，或者是死。他的儿子如今最多也就是10几岁，竟然敢这么狂，这简直是狂到无法无天了。族长，此子欺人太甚，简直是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我的提召集族中高手，立刻前往青州，灭那知族满门。都给我住口！楚云山曾经是宗族的天才，所以他很清楚我们宗族的实力。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青州之族还是敢杀了楚涛，就意味着他们根本就不怕与我们宗族为敌。我感觉这件事情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所以呢，要先派人去青州打探消息，看一看那青州之族的虚实。至于那楚云山之子，他既然送来了信笺，那么他若是敢来，我倒是要看一看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有什么本事，敢说这般狂妄之言。族长英明。我们什么时候去汉白城？现在还不是时候，最起码也要等我的修为达到聚气境以后才会去。那么我们现在这是要去哪里？龙雀山。你居然要去龙雀山？你修炼的功法是什么？哈哈，那不是功法，而是一种秘术，叫做吞阴炼阳术。这种秘术呢，在修炼的过程当中，以阴阳2气在体内调和，可淬炼体质，提升资质。提升资质的秘术？你就不需要了，只要好好的修炼你的梅奥诀就可以了。你能不能指点一下我在战技和身法上的修炼？将你所修炼的战技和身法展现出来给我看看吧。我的9重玄技终于修炼到小成境界了。或许他是我命中注定的人吧。我们走吧。好漂亮的女人呐！我这辈子头一次见这么美的女人。这种角色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得到的。他身边的少年有可能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贵公子吧？请问2位客人需要些什么呢？随便看看。
这云淼镇上有灵纹师啊。灵纹师呢虽然不多，但是云淼镇位于龙雀山的附近，地理位置特殊，有灵纹师出没于此，倒也不算奇怪。这件东西我要了。哼，还以为是个财大气粗的公子哥呢，没想到压根儿就是个穷酸鬼呀！青林石，切，一看就是个穷酸，买了一块青墨石而已啊，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不会吧？我看他身边跟着的女人是个角色呀，他的形象气质和打扮也很像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贵公子啊，怎么会是一个穷酸呢？看来这小子可能是装出来的吧？没错，有的人故意把自己打扮成如贵公子般的模样，然后谎称自己来自于某个大势力的传承，骗财骗色。那个绝色美女有可能就是被他给诓骗了。是啊，哪个贵公子带着女人买东西，那不是一掷千金呢？只为博得美人一笑啊！你给我站住！你这个骗子，还想要装到什么时候？骗子！我买的青墨石标价就是20块玉币，我也同样付了20块玉币，我哪里是骗子了？切，你还装？看你穿的人模狗样，像是某个大家族出来的贵公子，结果花了20块玉币买了个青墨石，你不是骗子是什么？在下宁晨，乃是这云淼镇宁虎帮的少帮主，冒昧而来就是要提醒姑娘离这个骗子远一些。他是骗子。此人一定是跟姑娘说他是某个大家族的公子，然后你跟着他能得到怎样的好处，可对？如果姑娘你相信了，那可就真的是上当了呀。现在这世道人心不古，世态炎凉，有很多人擅长花言巧语，于是就伪装成某些大家族公子哥的模样，骗财骗色。而刚才在万灵阁中，我亲眼所见，此人根本就是个穷酸鬼，只用了20块玉币就买了一块没什么用的青墨石。试问他若真的是某个大家族的公子哥，又怎会如此的出手小气？况且他的身边连一个仆从和护卫都没有，所以他绝对就是一个骗子。哎，是啊，姑娘，此人一定是个骗子。就是，听说那些大家族出来的贵公子啊，都是一掷千金呐，要买那也是买万灵阁中最值钱的宝贝啊。此人却只是买了一块青墨石，他绝对是个穷酸呐。没错，听说大家族的贵公子出行都有护卫，此人却什么都没有，肯定是看这位姑娘长得漂亮，想要骗她清白身子。哎，是啊，姑娘，出门在外的一定要长点心啊，千万别被这种人渣的伪装蒙蔽了眼睛。我是骗子？我骗你妹呀！你这个骗子，怎么可以骗我呢？你别闹！你好大的胆子！你被我揭露了骗子的行径，竟然还敢对这位姑娘动手动脚！你这骗子也太嚣张了！宁公子可一定要救这位姑娘于水火呀！当街对人家姑娘动手动脚，这样的人就该被活活打死！滚一边玩蛋去！你还敢骂我？看来不给你这个骗子一点教训，你是不知道你宁爷爷我有3只眼。给我把这个骗子的2条腿给我打断，我要让他跪在地上给这位姑娘道歉。姑娘别怕，跟着我宁晨，跟我去万灵阁，你要什么本公子就给你买什么。他不是骗子，我开玩笑的。姑娘，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呢？他真的就是一个骗子呀！看什么看，赶紧给我动手，废了这个骗子！那你惹的祸你解决啊。人家知道错了吗？你们真的搞错了，他不是骗子，他是……我是他男人。我说他是骗子，他就是骗子。小子，你若是识相的话，就立刻给我滚出云淼镇，不然的话……那不然如何呢？不然的话，你可能就永远没机会离开这儿了。
我可是宁虎帮的少帮主，在这云淼镇上，我可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姑娘，你若是愿意跟着我，本公子自然可以保你平安无事。嗨，这宁虎帮的少帮主果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说那个少年是骗子，完全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吗？你小声点儿。宁虎帮是云淼镇3大帮会之一啊，你说的话要是被宁晨听到了，那以后你还想不想在云淼镇混了？而且姑娘，你打伤了我的人，所以你也必须要跟我走一趟，不然的话，我这个少帮主可是没办法跟手底下的兄弟们交代呀。喂，宁公子修为突破了，他好像才23岁吧，就已经是聚气境2重的修为了。哎呦，这2个人危险了，而且那个女人和少年看起来都很年轻啊，都不超过20岁啊，那修为肯定只是炼体境啊。对啊，虽然刚才那个女的一招就打飞了2个宁虎帮的炼体9重，那估计修为最多也就是个炼体10重吧。你不要太过分了。过分？我就是过分了，你们又能怎么样？在这云淼镇的地界上，还敢说我们少帮主过分？小姑娘，奉劝你还是乖乖的听我们少帮主的话，不然的话，有你的苦头吃。这小娘皮下手可真够狠的，打得老子骨头都疼得慌。我不想伤人，所以还请你们不要太过分。小子，你就只能躲藏在女人的后面吗？哼，你如果还是一个带把的男人，就站出来。你是在说我？没错，说的就是你。让一个女人出面保护你，简直就是我们男人中的耻辱。哼，23岁才修炼到聚气2重，像你这种垃圾，连在我面前站着的资格都没有。这家伙是个白痴吗？23岁修炼到了聚气境2重，这也算垃圾？不知道天高地厚的蠢货！本公子要一寸寸的打碎你身上所有的骨头。公子，小心身后！哼，区区炼体境的牛吼之力也能够伤到我。少帮主，住手！你要干什么？我可是宁虎帮的少帮主，我父亲更是丹元境的强者。你若是还敢动我，你就死定了！还敢威胁我？何人敢伤我儿？不用这么紧张。哼，只是丹元境1重而已。区丹元境1重而已。哼，好大的威风啊！你找死！好大的胆子，竟然敢用这种狂妄的语气跟我们帮主说话，不知死活的东西！帮主，属下愿意出手斩了这狂妄的小子。如果你们想要这个人死的话，尽管可以冲上来啊！住手！你小子，你敢伤我们少帮主，老子弄死你！不要杀我！都给我闭嘴！你们是要害死我儿子吗？你如何才肯放了我儿？你倒还算是一个聪明人。哼，想要我放了你儿子也不是不可以。你有什么条件可以提出来？3块紫玄铁。紫玄铁？这不可能！宁虎毫不犹豫的就拒绝了。我没有紫玄铁，你可以提出其他的条件，或者说，我可以给你10万玉币。年轻人，莫要太过于贪心。哼，没有吗？那既然如此的话，看来你儿子，命中该绝了。住手！我可以给你紫玄铁，
既然如此，那为何刚才说你没有紫旋铁呀？你要3块紫旋铁，我的确没有，我只有1块。另外，我补偿给你20万玉币。少1块紫旋铁，我斩你儿子身上一个零件。希望你能说到做到，莫要伤了我儿。哼，我这个人说话算话，既然你拿出了我想要的东西，你儿子的性命自然也就保住了。走吧。爹，给我杀了他！我要一寸寸的捏碎他的骨头，然后再一刀刀的把他身上所有的肉全部都给割下来。还有那个该死的贱人，本公子要让你生不如死！宁儿，你放心，爹一定将这2人抓起来，任凭你来处置。杀！黄金虎魂之力！父亲，这个女人竟然杀死了我们10多个帮众，一定要把她抓住！闭嘴！退后！哼！萤火安敢与皓月争辉？什么？不，你别过来！宁火帮的人呐，来人呐，给我拦住这个家伙！这位公子，请留步。在下听说公子需要一些紫旋铁，还望公子收下。公子果然是快人快语。我们赤火帮的几个弟子在龙雀山内有所发现，不知公子是否感兴趣呢？疑似某位高手的修炼之地。希望不会是那个地方。成，那文宏值得信任吗？这世间能让我信任之人屈指可数，但是对你我而言，他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即便有所图谋，也一切尽在掌控之中。你去休息吧。你要练气？紫旋铁？飞刀？好快！等你的禁元灵符完全解开之后，你的魂力就可以恢复到单元级的程度，到时候我传给你一门炼魂功法。你说的地方在哪儿？在龙雀山的深处。公子可以放心，我手下的这些人呐，都是常年混迹于龙雀山中的。大家都已经累了，就在这里整顿休息一下吧。那就谢了。尝尝吧，龙雀山的云果汁还是很不错的，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喝过了。果然很好喝。你说你很多年没有喝过了，难道你以前来过龙雀山？当然来过，那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那云果汁有毒？云果汁没毒，水袋的口上抹了毒。静观其变。文帮主，你的人还没到吗？什么意思？大家小心！都给我住手！是自己人，都给我把兵器收起来！文宏，你赤火帮的胆子不小啊，竟然敢在三公子的护卫面前拔剑！吕大人息怒啊，这是误会啊！好了，青云卫也都收起兵器吧。文宏，你说有好东西要献给我们三公子，如果你不能让我满意的话，可别怪我吕某人不客气呀。吕大人放心，文某这次要献给三公子的，
一定会让三公子满意的。这2个人就是我要献给吕大人和三公子的。你居然要害我们！这个女人不错，10几岁的年纪就长得如此绝色妖娆，三公子一定喜欢。我怎么看着你有点眼熟啊？是你？文宏，老子去你的！吕大人饶命啊！文某不知道这位姑娘的身份来历，并无冒犯之意啊。你不知道你妹你！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呢？我认识你吗？你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哦，如此说来，你是大秦王国皇城那边的人了。你是什么人？你居然敢离这个女人如此之近？难道说这个女人身上的诅咒已经不在了？小子，你用这把剑捅这个女人一剑。哼，你是白痴吗？小子，你说什么？你可知道我是谁？哼，你不就是一条狗而已吗？我看你是找死！文宏，给我杀了那个小子，把这个女人也给我抓起来！大爷的，你要杀人要抓人，你说就是了，为什么要打我呀？所有人都给我上！这2个人已经中了10元散了，谁杀了那个小子，本帮主有赏！杀了他们！苏小柔一剑横扫，瞬间就将10几个赤火帮的帮众斩杀，是鲜血迸溅。他不想伤人，但若有人想要伤害楚尘，那么无论对方是谁，他都不会手下留情。黄金武魂，这怎么可能呢？就已经死的只剩下2、3个人了。放肆！好精妙的身法，哼！你以为这样就能伤得到我？不好！好强的斩技！你身上的诅咒果然已经消失了。如果你身上的诅咒还在，文宏和你交手就绝对不会只是断掉一只手掌，而是直接死于非命了。吕大人，你既然已经得到了结果，那么像你这种断掉一只手掌的废物，就没有继续留着的必要了。吕涛的脸色很是冷漠，只见他的话音还未落下，身影就已经一闪而逝。扑通一声，文宏的尸体倒在了地上，他死不瞑目。单元7重将，别紧张，只是区单元境7重而已啊。哼，没有了他身上的诅咒，你们2个对于我来说只不过是随手就能捏死的蝼蚁罢了。青云卫听令，给我将那少年拿下，这个女人交给我来对付。是。以真气灌注就能激发。小娘们儿，乖乖的顺从我吧。不好！什么？我们要立刻回去，将这里发生的事儿告诉三公子。抓一个活的。你们要干什么？藏龙地开启了。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杀了。藏龙地？你知道关于龙雀山的事情吗？听说过一些。据说在数万年前，曾经有一头实力强横滔天的龙雀肆虐大地，毁灭了10几座城池，吞吃了数十万人。
其中不乏有实力强大的武者。传说是一位绝世强者出手，在这片山林中将那龙雀兽斩杀，所以这里才会被称作是龙雀山。因为是龙雀染血之地，所以这里有很多强横的凶兽汇聚。经过漫长岁月的变迁，成了无数强大凶兽的乐园，也成为了西玄之地最危险的地方之一。龙雀是身怀真龙血脉的凶兽，成年的龙雀实力可比肩天罡境10重，而死在这里的龙雀却是实力更加的强大，体内的血脉已经有半数都转化成为了真龙血脉，堪比涅槃境10重。涅槃境10重？所谓藏龙地，就是那头龙雀的埋骨之地，形成了独立的一方小天地。受龙雀死后气息的影响，经过漫长岁月的演化与孕育，宝物无数。实际上，在我们来到龙雀山的时候，我就知道藏龙地将要开启了。你看空中的烈日，日晕中泛着淡淡的血色，这就是藏龙地开启的异象征兆。怎么了？没什么，我们走这个方向。似乎有他在，就是晴天呢。走吧。啊，林文。哎呦，萧家来了。萧家这次是萧月带队啊，据说他2年前就已经突破到了丹元6重境的修为，萧家让他带队，可见对藏龙地的重视啊。萧月，拜见三公子。哇，水云宗的人来了。哎，飞天堡的人也来了，带队之人竟然是飞天少堡主啊！听说他年仅23岁就已经是半步丹元境的修为了，被誉为将来有希望踏入天罡境的人呐。回三公子的话，是那云淼镇上的赤火帮文宏说是要有东西献给三公子，所以吕总管就带着人去了一趟。文宏？哼，不过是一介小人物，估计是听说了藏龙地将要开启，想要得到一个名额罢了。公子英明，不过倒也无所谓啊，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如果他真的能够献出让本公子心动的好东西，赐给他一个名额也无妨。不会是出事了吧？哎，又有人来了，2个人。来者止步。这女人怎么看起来有些眼熟啊？觉得有些眼熟。是她？居然有人没有因为她身上的诅咒而死于非命？亦或者是说，她身上的诅咒已经不在了？三公子，三公子，吕总管死了，杀死吕总管的人就是那个黑衣的少年。什么？你杀了吕涛？没错，你是何人？你没有资格知道。小畜生，安敢放肆！胆敢对三公子不敬！灵纹之术，哎，这少年难道是个灵纹师不成啊？他双手结的莫非就是那灵印？哎，据说灵印是灵纹师掌控驾驭灵纹的秘术啊。这少年才多大，恐怕就算他是灵纹师，也断然无法与宋一鸣相抗衡啊。很强的灵纹之术啊！看来你是来者不善了。哼。区区一个丹元7重境也想伤我？那吕涛也是和你一样的修为，现在他的尸体估计已经被凶兽吞吃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不敢说出你的来历吗？我只是觉得，如你们这种蝼蚁，没有资格知道我的来历。
既然你那么想要知道，那么告诉你们也无妨。我来自青州楚家。你是青州楚家知族的人？楚长老，你是否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回三公子的话，青州楚家乃是一脉之族，如今已经背叛了宗族，甚至扬言要让我们宗族臣服于他们。楚家的一个支族，宋一鸣，给我斩了他，把苏小柔也给我抓起来。是。区区一个边陲之地的小族而已，自认为得到了一些手段，就能逆天不成？只见宋一鸣是接连出手，凭借64头白玉巨象所加持的真元之力，他的每一击都是强大恐怖。然而他所有的攻击却全部都被楚尘以灵纹的手段挡住了。这怎么可能呢？宋一鸣是惨叫一声啊，身形急速后退，竟然也是差点折损在楚尘的手中啊。这个青州楚家知族的少年，凭借灵纹居然可以发挥出如此强大的实力。快退！你知道3万年前斩杀那头龙雀的人是谁吗？不知道。斩龙剑尊。哦，你倒是有些见识啊。我们三公子通晓西玄之地的诸多历史秘闻，将来必然可以成为斩龙剑尊那样的存在。就凭他？怎么？莫非你觉得我做不到？3万多年前，被后世称之为三尊时代，3位屹立于武玄最巅峰的尊者。这斩龙剑尊便是其一，位列第3。我效仿斩龙剑尊，世人称我为三公子。我挑选青云卫33人，对应斩龙剑尊昔日麾下的33杀圣。如今我大秦皇室又掌控了藏龙地，更是斩龙剑尊昔日斩杀那龙雀兽的埋骨之地。我与斩龙剑尊有着如此多的相似之处，就注定了我必然会成为斩龙剑尊那样的存在。古老传说有天帝、地仙、人皇，那么以后只要我让别人称呼我为天帝，然后再找108个人来凑成天帝麾下的108神将，那么我也就必然会成为比肩天帝般的存在咯。放肆！你别以为懂得些许灵纹之术就能够对三皇子不敬。你们青州楚家也不过只是一个知族而已，三皇子只要一声令下，便可让你们青州灰飞烟灭，从此不复存在。哼，就凭你们也想撼动我青州楚家？一群草包而已啊！你说什么？草包？你以为仗着灵纹之术就能够横行吗？我们这里有上百人，若是联手杀你如土狗！垃圾！你找死！哼，聒噪！三公子小心！他竟然可以发挥出如此强大的灵纹之威啊！年纪轻轻就掌握如此灵纹，少年可畏呀！我说老家伙，看戏看了这么久，终于忍不住了吗？啊？哼！如果不想早死30年，你最好还是别来惹我。年轻人，你的口气未免太大了。哼，只不过是区区2头青蛟龙影之力的天罡境2重而已。如果你能够显化出5爪青龙虚影，勉强还能让我高看你几眼。哼，不知死活的小畜生，竟然胆敢对鹰老无礼！鹰老，诸位，谁若能够斩杀了这个小畜生，
那么你们从藏龙地所得便不需要拿出分毫，尽数归你们所有。我们萧家愿意为三皇子斩杀此子。哼，一群垃圾罢了。大家都不要怕，他掌控灵纹也必然会损耗魂力。他一个10几岁的少年，魂力根本不可能强大到哪儿去。哼，想要仗着人多围攻嘛？但是垃圾再多，终究也只是垃圾而已，上不了台面。难道他修炼的是天阶功法？真没想到，老夫这一生竟然还有幸可以见到有人修炼出黄金巨象之力。你怎么知道我只有30年可活？这天下间能够让我这双眼睛看不出来的东西不多呀。那么你既然可以看出来，你可有办法医治解决呀？哼，我自然有办法能化解。但是我为什么要出手帮你啊？一派胡言！你一个10几岁的小畜生，也敢说这种大话？还真是热闹啊！放肆！见到大周楚军，竟然胆敢不跪！参拜楚军！尔等见了楚军，还不跪下？参拜楚军，恭迎大周楚军。哼，区区一个皇朝楚军，也有资格让我下跪？这家伙还敢如此的张狂！找死！莫要伤了这个女人身怀天阶功法，不到20岁单元7重境的修为，可做我的太子妃。是。怎么可能？这是什么灵纹？竟然有如此恐怖的威势！小友，你这样做是要与我们大周皇朝为敌吗？哼，为敌？区区一个皇朝还没有资格与我为敌。你若不来惹我也就罢了，若是惹我动怒，那么我便去一趟你们皇朝的皇城，屠了一国，又有何妨？你怎么？你不服气呀？你大可以再出手试试。我要斩你，只需一瞬。太子，此人所掌控的灵纹不简单，起码也是4级高阶以上的威力。我堂堂大周皇朝的太子楚军，你让我忍？他的体内连真气的波动都没有，只是一个炼体境的蝼蚁而已。我不信他的魂力能有多强，4级高阶的灵纹之力又岂是他可以驾驭的？太子，不可呀！藏龙地开启了，传说这可是上古龙雀喋血之地，有大造化。我们走吧。我看你在这儿颇有身份，应该是大秦王国皇室的人吧？是的，太子殿下，我是王国皇室的皇子秦弘。你起来说话。你现在立刻通知秦王，据我所知，你们大秦王国的皇室一共有2个天罡境修为的供奉，让另外一个人也立即赶过来。何言呐，你现在立刻去龙雀山外，将消息传递到皇城，让杜供奉过来一趟。哼，胆敢与我为敌，无论你有什么手段，我都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你好像很了解这里。实际上，我来这龙雀山
就是想要来藏龙地看一看，它什么时候才会开启。没想到我的运气还算不错，正好赶上藏龙地300年一开。这个地方很不简单，跟着我走，不要乱闯。还有能让你如此凝重的地方？青州城的大灵阵算是一个，如今这藏龙地算是第2个。不要以为我是开玩笑，这片天地存在了无穷悠久的岁月，即便是那些屹立于大陆最巅峰的强者，也不敢说可以横行无忌。天地有禁忌，而有的禁忌，就算是神灵也要避而远之啊！跟着我走。这藏龙地里竟然还有建筑呢，难道说曾经有强者在这里居住过？有可能是这传说中的那位斩龙剑尊呐。什么？有些古怪。这座宫殿太邪门了。不过是巧合而已。你再砍一刀试试。我？哼，这个人也死定了。到底是怎么回事？根据本太子所得到的消息，你们大秦王国在300年前来过藏龙地，那么你应该是知道一些事情的吧？太子殿下息怒，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在我来的时候，也是查看过一些相关的记载，里面说藏龙地中有禁忌，很多东西都不可动，动则必死。其中也有记载说，有人看到一块石头，只是在上边坐了一下，身体就消散成了一片血雾。因为太过于匪夷所思，所以我也不太相信这些记载是真的，所以我就，所以你就没说。如果再让我知道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就杀了你。好可怕。有我在，你不用担心什么。刚才是怎么回事啊？是禁忌。禁忌是差距，以后你就会明白的。快退！我的眼！闭眼！谁看到我的眼了？我的眼睛！滚！你是禁忌。什么？我是禁忌？难道是因为过去之时我的轮回眼并不圆满？哎，那是什么呀？怎么还有一个人呢？我的眼睛，好多我的眼睛！我的妈呀！快逃！啊！我的眼睛！该死的，谁毁掉了我的眼睛？都闭上眼睛！太子殿下，快闭上眼睛！可惜，都不是我的眼睛，不是我的。为什么？为什么都不是我的？好神奇的一棵树，每一片叶子都像是一颗小太阳。它是巴阳木。巴阳木。
传说在极其久远的时代，五玄大陆是有9颗太阳的，九阳一出，焚天煮地，生灵涂炭。后来有绝世大能出手，摘下了8颗太阳，将这8颗太阳呢当作种子，培育出了8阳木。远古至今有奇物榜，排名奇物榜前10的每一件奇物，那都是天材地宝，而且都是独一无二的。这8阳木在奇物榜中便位列第3。真想摘下一片太阳叶呀！你都知道些什么？太子殿下问你话呢，你没听到吗？不可离近，在我们皇室留有的记载中，这是一株邪木，临之必死。太子殿下，只要穿过这片净土，就能够进去真正的藏宝之地了。我身上的禁元灵符化解了？并非化解，而只是我用那些灵纹压制住了你身上的禁元灵符。3天之后，灵纹的力量就会消失，你的修为也会被重新封印，依然只能发挥出聚气10重境的修为。按照留下的记载，来到这儿就不会再有邪异的事情发生了。如此浓郁的天地元气，这藏龙地必然蛰伏生存有许多强大的凶兽，同时受到天地元气的孕育与滋养，这里的灵药丹草也必然极多，各种材料金铁也都是价值不菲。太子殿下说的没错，不过我们进入这片原始老林范围不可超过300里。好多的灵药。既然运气不错的遇上了藏龙地的开启，那么不在这里修炼到聚气境，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呀。柔儿，你知道1虎之力相当于多少牛之力吗？这个我倒是听说过，据说30牛之力可相当于1头赤色虎魂之力。我的功法并不适合你，并不是越强大的功法就越厉害，而是最适合你自身的功法，才能够让你在武道的路上走得更远。不过呢，你说的倒是没错，30牛之力的确可以相当于1头赤色虎魂之力，直接就是黄金虎魂。我所修炼的功法若是凝练虎魂，那就必然是黄金虎魂；若是凝练象鸣雷音，那也必然是黄金巨象之力。将来我的力量若是能够达到天罡境的层次啊，那么我所凝练的龙魂虚影也必然是五爪真龙。翠玉铜这块铜有什么用？这是一种奇物，虽然还没有资格列入奇物榜，但是呢，却也是用玉璧很难买到的东西了。我身上的禁元灵符可以解开了。是他们？他们身边怎么还有一个人呢？那可不是人，而是一具傀儡。看来你们所说的这个楚尘得到了很不错的灵纹传承，竟然可以炼制出傀儡啊！哼，他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炼体境界，就算懂得灵纹，也肯定不是他自己炼制的傀儡。有可能是他运气好，得到了某位顶尖灵纹师的传承，还得到了一具傀儡呢。哼，陆玄师兄修为惊人，如这种蝼蚁般的小人物，又岂能入得了您的法眼呢？好一个绝色美人啊！这位姑娘，敢问芳名啊？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陆玄师兄乃是来自于天玄宗？哼，天玄宗算什么东西？不想死的话，滚！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畜生！胆敢对我们公子不敬，找死！这具人形傀儡不简单，还不滚！
你放肆！给我布阵，解决掉这具傀儡！我要将这个小畜生碎尸万段！不知死活的东西，竟然敢激怒陆玄师兄，上天入地都没人能救得了你。虽然我懒得出手斩杀垃圾，因为那只会是脏了我的手，但是如果有垃圾一个劲儿的不知死活向我挑衅，那么我也不介意大开杀戒。小畜生死到临头了还敢猖狂！天玄风雷阵那可是天玄宗的顶级灵阵，灵阵若成可屠天罡，你小子死定了！哼，聒噪！你所出身的皇朝，在我的眼中，最多算是一个屁。我不屑于跟你这种垃圾蝼蚁计较，但若是惹怒了我，踏平你们皇城，不过是轻而易举。怎么，你不服气呀？信不信我只要一句话，就能摘下你的脑袋？小畜生，你就嚣张吧！挑衅我大周皇朝，又挑衅天玄宗，天大地大都将再也没有你的容身之处。只要出了这藏龙地，本太子必然率领大军踏平你在青州的那个小家族，让你鸡犬不留。哦，你要灭我青州楚家，我倒是希望你到时候真的这样做，不然的话，我将来必然却踏平了你们皇朝的皇城。气煞我也！够了，把这个女人留下，我可以让你走，饶你不死。哼，你想要她身上的功法？这天阶功法又岂会是你们这种垃圾所能够染指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天玄宗乃是西玄之地的顶级大宗，若得天阶功法，当可更进一步，如虎添翼。而你不过只是一个卑微出身的小家族弟子，天阶功法又岂是你这种垃圾所能够染指？这句话应该由我来说吧。真是笑话，一个连万载底蕴都没有的小宗门，也敢舔着个脸说自己是顶级大宗？哼，你找死！魂力空物，看来我们天玄宗这一次不只是可以得到一门天阶功法，还能够收获一种强大的炼魂功法。将功法交出来，不然的话，让你们生死不能由己。当我们是砧板上的鱼肉吗？就凭你一个区区天罡六重境，也敢威胁我？什么？天罡六重境？那是什么呀？难道说有异宝出世了吗？啊！我们走。年轻人，给我留下吧！哼，找死！一大片的鲜血迸溅呢，在所有人不可置信的惊恐目光之中，那天罡六重境的斗笠人被人形傀儡一拳打爆，是尸骨无存呢。太恐怖了！那是传说中的真龙？或许是吧。东西呢？君太乙，刘，是你？应该不是我想象的那样，肯定是我想多了。君太乙呀，玩火可是会自焚的呀。这个地方太危险了，我不希望你去冒险。这世间没有什么是丝毫不存在风险的，我不亲自去看一看的话，心中难安。我要和你一起去。乖乖的听话，你去了呀，
只能是我的累赘。的确是君太医的手法。既然来了，不去看一看，不去尝试一下，又岂能甘心呢？妈的，这是要坑死我的节奏吗？哦，原来如此啊！你要干嘛？喂，我们身处于藏龙地的深处，这里的凶兽随便一头跳出来，都能够一爪子拍死天罡镜。如果不想死的话，就按照我说的做。这是黑浆果，能够隔绝一切气息，凶兽的感知非常的敏锐，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轻易的发现。只要小心避开那些强大凶兽的巢穴，才能够活着从这里走出去。我要找个地方好好的洗一洗。跟我来。只有你一个人？大胆贱民，见了太子殿下还不过来跪拜觐见？滚！哼，没有了那具强大的傀儡，你还敢如此嚣张？哼，何言，给我出手，将他拿下！比我略强，但还没有达到天罡四重境的力量。杜供奉，要麻烦你来解决此人了。这灵纹一道，变幻莫测，你所施展的灵纹却是从未见过的灵纹之术啊！看来你们这些人是想要找死了。既然你们主动来找死，那么我就送你们一程。年轻人不要太张狂，须知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世间也并非只有你一个人懂得灵纹之术。4级灵纹师，哼，没错，我杜如秋便是一位4级的灵纹师。原来这个女子还在呀。如此正好，她身上的天阶功法，本太子志在必得。哼，4级灵纹师又能如何？与此同时，他所掌控驾驭的灵纹与杜如秋的4级剑灵纹碰撞，2道灵纹碰撞的刹那，那剑灵纹就顷刻间土崩瓦解，恍若完全不堪一击。这怎么可能？刚才你所施展的灵纹之力，明明只是比天罡3重境略为强而已。你们都要死！哇！走吧。若只是将太乙印拿走也就罢了，但是如果真的是你算计了段飞天，那么如果你还活着，我必然亲手拆了你的骨头。你若已经作古，那么我就灭了你的传承，抹除你在这世间上留下的一切痕迹，让你彻底的消失于岁月的长河之中。攻击这座祭坛。什么？5级顺势。柔儿，你拿着这颗虚空宝珠返回青州出家。啊，你不回去？虽然藏龙地的入口关闭，里面的人出不来，但是在进入藏龙地之前，大秦王国和大周皇朝的皇室有可能已经得到了一些消息。我担心那些人会对青州楚家下手，里面的灵纹还可以使用2次，足可化解2次危机所用。竟然是一个毒师！你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给我们副帮主下毒！哼，看来我还是太仁慈了，就应该把你们这些人全都毒死才对。给我动手，把这个女人抓住，我让兄弟们随便玩。找死！你是毒师，怕了吗？还不快滚！就算你是毒师又如何？给我用箭射他！不好！
该死的小娘们儿，毒死了我们副帮主不说，还毒死了我这么多的手下。一旦让我抓到你，老子一定要干死你！这个女人不会是想要爬树吧？她在上面，快把她射下来！追！树上居然还藏着一个人，看来是这个女人的同伙，给我杀了他们！无极，崩逝，小心暗器，受死！哼！对我用毒，还要对我撩阴，你这个女人竟然是恩将仇报！你这个流氓，快放开我！你还敢顶嘴啊？你哭也没用，我救了你的命，还敢对我恩将仇报，给你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把密图拿出来吧。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很谢谢你救了我。我刚才也只是担心你和那些山熊帮的人是一伙的，所以对你也只是用的迷药，而不是剧毒。别跟我扯开话题，你的姿色还算不错，不老实交代的话，我可是不介意对你做点什么。我把东西给你。我劝你最好别再给我耍什么小手段，不然的话，我可不是每一次都有那么好的耐心跟你说话。喂，虽说呢，山熊帮的副帮主应该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你为了抢这份密图就将人给毒死了，是不是有点过了呀？4年前，我16岁，一直以来，我都是与娘亲在云淼镇相依为命。山熊帮的副帮主长青好色之极，派人来抓我和我娘。我娘为了让我逃走，被山熊帮的人给杀死了。哎，你叫什么名字？仙儿。啊？这是你的名字？这就是我的名字，因为我是娘亲一个人带大的，从来没有见过我的父亲，娘亲也没有提起过关于我父亲的任何事情，所以我没有姓。我娘也是从小就叫我仙儿。那你用毒的手段是跟谁学的？我娘以前教我的，只是我小时候不认真的学，直到后来我为了报仇才用心学了4年。那么你呢？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楚尘。丹火。你看起来也就不超过15岁，你居然还是一个炼丹师。你虽然会一些用毒的手段，但是你的水平太低了，而且你的修为也比较弱，在这龙雀山的深处晃悠，对你而言非常的危险，所以还是尽早的离开吧。你要去寻找密图上标记的那个地方，那可以请求你带上我一起去吗？你真的要去啊？要知道就算是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一旦有危险的话，我可能没时间顾及你，说不定你会死的。行，既然你那么想要跟着，就跟着吧。废物，出去追那个女人的兄弟还没回来吗？回帮主大人的话都还没回来，也联系不上。一个女人差点坏了本帮主的好事，你说我留着你们这群废物何用？不过密图虽然丢失，但是本帮主已经探寻到了密图所标注的位置，所以这件事情本帮主就不跟你们计较了。如果还有下次如此的办事不力，小心本帮主的斧头砍了你们的狗头。前面没路了，你是不是走错方向了？我走错了方向？密图中标记的位置就在这悬崖的下面。
什么？悬崖的下面？这下面非常的陡峭，而且深不见底，并且天色也很晚了，视线不好，一不小心掉下去的话，可就……你要是害怕呢，就在上面等着，我自己下去。哼，谁说我怕了？我也要下去。不过，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工具，怎么下去？过来，我背着你啊！啊什么呀？你如果不下去的话，就在上面待着吧。一旦夜色来临，这龙雀山里呀，可是有很多凶兽出来猎食的呀。你这个坏人！这样的生活倒是还算不错。你的身体是铁打的吗？哈哈，这不过是小手段而已。三煞金蛇，我那时候是什么东西？一条小蛇而已啊！喂，你刚才不是胆子挺大的吗？这就害怕了？谁说我害怕了？你这个混蛋！这叫小蛇吗？你差点害死我！好了好了，有我在呢，还能让你出事不成啊？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蛇窝里边了。怎么办？一切有我。他们来了，怎么办？怎么办啊？别担心，他们都走了。难道就因为你喊了一声退下，这些恐怖的金煞蛇就全部退走了？是啊，我让这群爬虫滚蛋，谁敢不滚呢？我们怎么走？跟我来。你怎么走路没声音？你怎么突然就停下来了？好，我们到了。到了。难道说这石门上的纹路是灵纹吗？没错，的确是灵纹。我的天，你是怎么做到的？只要对灵纹的理解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就能够看出这些灵纹交错的节点，而开启石门的机关就设置在灵纹节点的所在。那里有东西。七星草，凤灵花，月灵果，闪电草。小气的家伙，我们一起来的，你总不能把这里的所有东西都私吞了吧？你这丫头还想着分好处，要不是有我在，你都已经被金煞蛇吞掉了。哼！算了，这3个盒子你选一个吧。除了枯骨手指上戴着的那戒之外，这个密室里边也就只有这3个盒子了，并无其他的宝物。真的？我要这个。哎，你为什么不选青色的玉盒呢？你这个坏家伙说的没错，我来这里也没帮什么忙。如果选最好的，我心里会过意不去，所以就干脆放弃，选一个不是最好的就行了。洗髓丹！我的！喂，一个洗髓丹而已嘛，你至于吗？你不会不知道洗髓丹的作用吧？那可是顶尖传承中的弟子都很难得到的东西，可以提升资质的。你的资质倒也不差，就是修炼的功法差了点，不然的话，以你现在的年纪，修炼到聚气7重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哼，这么知道的多。快把其他2个盒子也打开，中间的铁盒里面就已经是洗髓丹这样的好东西了，那个更高级的玉盒里面，这种垃圾也好意思留在这儿啊？这么高级的炼魂功法，你居然说是垃圾？赶紧收起来吧！我听说整个大秦王国之中，连一门玄阶下品炼魂功法都没有呢。
这种垃圾我连看都懒得看上一眼。如果你想要的话，我倒是可以送给你。啊，你真的要把这个送给我？你知道玄阶炼魂功法的价值吗？你如果不要的话，就扔掉好了。我要，我当然要。啊，你这个混蛋！你以为我的东西是白拿的呀？别出声，有人来了！有人来了！快跑！帮主，蛇群好像没有进来。哎呀，没想到这个该死的悬崖下边竟然会有金煞蛇的蛇群呐！是山熊帮的人。哎，竟然有人！看来本帮主的那份密图就是落入了你们这2个人的手中了。胆子不小啊，竟然敢招惹到老子的头上。男的一会儿扔出去喂蛇，女的留下来，兄弟们一起玩玩。你就是山熊帮的帮主吧？区区一个单元1重境，也敢如此的嚣张？哼，好狂的小子！以你的年纪，最多也就是聚气境的修为，算了不起了。不管你有什么来头，最起码在这儿，老子一斧子劈死你，也不会有任何人知道。把东西交出来，老子还可以考虑给你留一条全尸，不拿你去喂蛇。小子，看来你是不打算将东西交出来了。如此的话，你的下场就只能是葬身蛇腹了。哼，就凭你们这些人还留不住我？虽然我随手就能杀了你，但如果只是这样杀了你，就太没意思了。哼，死到临头了，还敢如此的嚣张？不过你越是嚣张，死的就会越惨。跟着我，给我上！男的直接砍死，女的留下。杀戮开始了。想逃？啊！帮主，是自己人呐！什么？人呢？人呢？老子要将你们碎尸万段！就凭这样的手段，也想对付我寒山？给我死！玄阶下品战绩，回旋斩！无极顺势，轮回炎，无极崩势。就凭你也想杀我？哼！就算你是半步单元境的实力，你也不可能破开我的护体真元，这就是大境界的鸿沟。这具身体还是太弱了呀！我来，小心剧毒，快退！远程攻击，死走！多亏有你在。哎，你有什么打算？我要去祭拜我娘，过些天就是她的忌日了。你母亲的墓地在云淼镇的附近？是的。那山熊帮的帮主寒山可是没死啊！你若是去云淼镇的话，很有可能会遇到他，那么你可就危险了。没事的，我会小心一些，不让他发现就是了。啊，我就先不回去了，我还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过等我回来的时候，会路过云淼镇。如果那寒山还敢留在这里的话，我会灭了他。你的实力太差了，如果回去一旦遇到寒山，你肯定会被他给抓住。你拿着这个，这是一道灵纹，按照我教给你的办法激活之后，可以直接斩杀单元境的强者。这太珍贵了，我不能要。拿着吧，
这点东西我还是有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确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去做呀，看在你这么漂亮的份上，我就跟着你回一趟云淼镇了。你还会回来的，对吗？楚尘微微一笑，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我在云淼镇等你。以炼体10重的境界，面对一个单元1重境，带着10几个聚气境的围堵，最终还能杀出重围，仅仅是身体有些透支，能够做到这种程度，已经是我目前的极限了。灵纹、丹药、灵气、傀儡，皆是外力。人有魂魄，灵魂体魄才是根本。以我现在的实力，正面对上单元1重境也能够取胜，但是却必须速战速决。轮回眼对我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轮回眼轻易不能使用，最关键的还是提升我自身的灵魂力与肉身的修为。无论你是谁，胆敢算计我的人，我都会让你付出代价。啊，我无意与你们争夺。哎，多谢。哼，算你识相，还不滚下来！赵广，这位小兄弟并没有恶意啊，你说话客气点。徐山，我做事情什么时候轮到你指手画脚了？哼，小子，我说的话你没听到吗？莫非是想要让我用这手中的剑请你下来吗？小子，你还是赶紧滚下来吧，我堂哥的脾气可不好，小心他一剑杀了你，让你死在这龙雀山里。赵齐，你不要太过分了，这位小兄弟并没有得罪我们呀。徐山，你再敢多说一句废话，信不信我杀了你？你这傻大个最好一边站着去。你们，哥，要不我们就先走吧。走？青儿，小心！哥，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哼，前段时间我让这个小贱人做我的女人，她竟然敢拒绝我，所以这次我就请了堂哥，喊你们兄妹一起来猎杀黑纹角虎。你以为就凭你们兄妹那点实力，有什么资格和我堂哥一起组队狩猎？现在黑纹角虎已经杀完了，然后这个小贱人，我就想怎么玩弄就怎么玩弄了。堂弟，你去杀了那个小子，一个10几岁的小子也敢跑到龙雀山中来，还敢在陌生的武者面前直接将自己暴露出来，简直就是找死。既然他已经找死了，你就去送他一程。徐晴儿，你的姿色倒也还算是可以，如果你按照我说的做，我可以放过你哥哥徐山一条性命，你觉得如何呀？你真的愿意放过我哥哥？晴儿，不要相信他，他肯定是骗你的。一直以来都是哥哥你保护我，这一次我想要保护哥哥，无论是付出怎样的代价，哪怕是能让你有一线的希望活下来，我也愿意去做。这是一颗2品的回元丹，效果根本就不是你那种低级的金疮药所能够相比的。只要你给徐山服下，2个时辰之后，他的伤势就会完全恢复。真的是回元丹？丹药已经给你了，那么现在你就按照我说的做，把你身上的衣服全部都给我脱了。你这个畜生！畜生，就算是我死，也不会让你伤害我妹妹。这位朋友，你用畜生来形容他，却是侮辱了畜生。那颗回元丹呢，你不服用是对的，因为那根本就不是回元丹，而是还光丹。什么？假的？小兄弟，你快逃啊！
这就是你的遗言了吗？你可以去死了。好的，我知道了。你的遗言说完了。堂弟，我只是想要问一点事情而已，你们却要杀我。人世间最难揣测的，果然还是人心呐。你要问什么事情？我要问什么事儿，已经与你无关了。不，这位朋友，这是一场误会。我是封门城赵家的弟子，还请看在赵家的面子上。哼，赵家算什么东西呀？不！多谢这位公子，我哥哥的伤势比较重，清创药的效果不行，我已经用过了。没想到公子的实力这么强。你们的金疮药不管用，但是我的会管用的。你的金疮药管用？我有点事情要问一下你们。公子请问，只要能帮得上公子的，我徐青儿一定义不容辞。也没有什么大的事情，就是问一问这龙雀山的西边是个什么局势，都有哪些势力，哪些宗门。如果继续往西的话，过了清水宗的地界就是太乙圣地了。太乙圣地？你所说的这个太乙圣地是最近3000年崛起的传承吗？这个就不是我们这种小人物所能够知道的了。不过太乙圣地很强大，是西玄之地最强大的圣地之一。有些事情该明白的，早晚你都会明白的。徐山，我记得你们兄妹是和我们赵家的赵广和赵齐一起去龙雀山中猎杀黑纹角虎的，怎么只有你们2个回来了？赵广还有赵齐呢？赵广和赵齐都被黑纹角虎杀死了。放屁！赵广乃是聚气7重境的修为，他如果被黑纹角虎杀死的话，就凭你这个聚气6重境，还有你妹妹这个聚气5重境，你们2个能活着回来？这个人是跟你们一起来的，小子，你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赵林，你别太过分了。如果不是这位公子出手，我和我妹妹也会被黑纹角虎杀死了。所以这位公子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又岂容你放肆？徐山，你当我赵林像你一样的白痴吗？一个看起来连15岁都不到的小屁孩，你竟然说他从黑纹角虎的爪牙之下救下了你们兄妹的性命？要我说，肯定是你们联合起来害死了赵广和赵齐，然后推给了黑纹角虎。赵林，你说这种话要有证据。敢对我动手，我看你小子是活腻歪了。哼，给我把这小子的腿脚都给我打折了。徐山如果敢阻拦，一起给我打，打死打残了，都算我赵林的。滚！谁若再敢往前走一步，我就杀了他。你要干什么？这里是清水城，你如果敢动我的话，赵家不会放过你的。你敢打我？你给我等着！你们赵家的人被打了，你竟然坐在这儿喝茶，难道不打算出手吗？技不如人，被打了也是活该。不过刚才那个黑衣少年的手段，你应该也看到了吧？自然是看到了，魂力控物，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掌握的手段。理论上是必须要修炼玄阶以上的炼魂功法，然后灵魂力达到丹元境的级别才能够做到的。一个10几岁的少年修为不会有多高，但却能以魂力控物驾驭飞刀，可见他的灵魂力非常的强大，修炼的炼魂功法也必然档次极高。此人来历不明，如果有着非凡的来历，我们2大家族若是出手，就算能得到他身上的炼魂功法，也肯定保不住。先派人去试探一下，就算要出手，也不能让人知道是咱们2大家族做的。也好，
本来我们吕家和你们赵家就要联手灭掉徐家的，既然如此的话，到时候将罪责推给徐家就是了。公子，你和我们一起回家族吧，只要进了我们徐家的府邸，赵家也不敢对你怎么样。你们徐家我就不去了，我与你们也只是萍水相逢，在清水城中可有齐物阁呀？齐物阁？行吧，就此别过吧。成哥，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教训教训这个家伙，他竟然敢打我的脸，这是羞辱我们赵家。打断他的四肢，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让他知道胆敢羞辱我的后果。你是什么人？来自哪里？哼，你很狂妄，但是你要知道，这里是清水城，我们赵家乃是这里的3大世家之一。你为何要伤我赵家的弟子？是他们主动来招惹我，况且我没有杀了他们，就已经算是手下留情了。你要如何？无论原因如何，既然你伤了我赵家的弟子，那么我便不能坐视不理。喂，这好像是赵成吧？听说是赵家年轻一代中非常厉害的一个人呐，20多岁的年纪，修为已经是聚气10重境了。聚气10重境，那可是身怀15虎之力的强大存在呀！成哥，打断他的腿，我要让他跪在我的面前，弄死他，把他剁碎了喂狗。好快的速度！你来找我，无非就是要试探而已，何必还那么虚伪？况且本来就是你们赵家的人先来招惹的我，那么既然来惹我，就要付出代价。我记得你刚才说要打断我的手脚，让我跪在你的面前啊！不！你竟然废了我的修为！这都是你自找的。之前你来招惹我，我只是给了你2个耳光，算是略施小惩，而你却不知进退，还敢找来家族中的人来对付我。那么我若不给你点深刻的教训，岂不是随便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找我的麻烦了吗？这也太猛了吧！那鬼神莫测的飞刀还真是厉害，赵成乃是聚气10重境的高手，也根本就抵挡不住啊！这黑衣少年到底是什么修为啊？也没看到他凝聚真气亦或者是元气啊！刚才他一拳就把赵成打飞了，看来他的肉身很强横啊！这位好像是赵家的单元境强者，是赵家的长老赵海峰，据说是单元1重境的修为，而且我还听说赵家还有另外2名更厉害的。你小声点，这种级别的强者不是咱们可以随便议论的，小心祸从口出。年轻人，你的胆子未免太大了，在清水城中肆无忌惮地伤我赵家弟子，是要欺凌我赵家5人吗？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也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们赵家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让我欺凌？好大的口气！今天无论你是什么人，只凭你伤我赵家弟子，还废掉赵烈的修为，我便可以将你拿下，听候发落。小子，别以为你有点手段就能够目中无人，我们赵家也是你能够得罪的。哼，10几岁而已，不知道天高地厚，年少轻狂也要分个场合，不然就要为自己的言行而付出代价。敢在清水城中招惹我们赵家，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如果你现在跪在地上束手就擒，还能少吃一点苦头，不然的话，一旦被我们抓住，那么对你来说，死亡也会成为一种奢望。哼，就凭你们4个聚气境的垃圾，也敢在我的面前颐指气使，找死！只要拉开距离，你的飞刀根本就伤不到我们。
现在你已经没有飞刀了，你还能有什么依仗？哼，是吗？小心！可以变相的飞刀，他竟然能以灵魂力将飞刀控制到这种程度。你还要对我出手吗？不论你是什么来历，亦或者你有什么样的理由伤我赵家的弟子，我身为赵家的长老都不会放过你。年轻人，你还是束手就擒吧。只要你将所有的一切都老实交代，我保证可以让你少吃一些苦头的。哼，年轻人，你还不明白吗？你的一切手段在我的面前都不会有任何的作用，因为身为单元境强者的我，与你之间存在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我的耐心有限，这一切该结束了。这种掌控天地之力的感觉真的很让人舒服呀。区区玄阶中品战绩而已，在我的眼中全是破绽。拦住他！小畜生，我要活撕了你！年轻人，你还是留下吧，找死！什么？大哥！该死！他怎么会有灵纹？足可轻易杀死单元5重境，绝对是3级高阶灵纹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哼，你们赵家和吕家想独吞好处，老夫可以笃定，那黑衣少年的3级灵纹绝对不多，不然的话，凭借灵纹的强大，他根本就不用逃走了。说的没错，他肯定没有多少3级灵纹了，而且以我们的修为，就算他掌握有3级高阶灵纹，只要我们提前有所防备，也绝对不会被击杀。他已经逃向龙雀山的方向了，追！谁若先抓到他，他身上的功法就是谁的。给我追！滚！一击毙命，很强横的力量，看来他是朝着这个方向逃走了。有动静，快走！黑纹豹的鲜血将其他的凶手吸引过来了，不可在这里浪费时间，追上那个黑衣少年要紧！剧毒，快退！毒斑蟒，这才只是龙雀山的外围，怎么会出现毒斑蟒这种级别的凶手？看来我跟这龙雀山有缘呐。最起码短时间内，3大世家的人应该还找不到我的踪迹。这该死的黑羽龙鹰，怎么会有黑羽龙鹰出现在这儿啊？这种级别的凶手，即便是在龙雀山的深处，也是极少出现才对呀。人虎大凶，就算是黑羽龙鹰与人虎大战，也不至于让这么多的凶手离开栖息之地呀。恶魔蜥，元灵果。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闭关炼丹，先把这清元丹炼制出来再说。难道说是一头年迈的兽王将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大境界的跨越的确让我的肉身强大了许多，同时从炼体境踏入聚气境后，人体秘藏之力也随之进一步开启。有了金身之力的加持，那么我的无极体术也可以发挥出更强大的威力了。那么现在可以去那龙雀山的深处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根据我们一路上所发现的痕迹与气息，他应该就在这个方位了。只要将他抓住，他身上的功法与传承便都是我们徐家的了。他在那儿，抓住他，不要让他逃掉。我为何要逃？看来你也知道自己逃不掉了。那么废话我也不想多说了，将你身上的功法和纳戒交出来，我留给你一条全尸。你们是清水城徐家的人。没错，不过你就算是知道了也无用，因为你今天必然要死。
你们徐家的2名弟子是我救了他们一命，你们徐家人不想着报答我也就罢了，居然还想要谋夺我身上的功法与宝物。你救了我们徐家的弟子，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们又没让你出手相救。没错，况且区区2个弟子而已，相比起整个家族的未来而言，又算得了什么？哼，看来果然是我太仁慈了。如果当初直接灭了你们徐家的2个弟子，也就不会有这些事儿了。少废话，把功法和纳戒交出来，不然叫你死无葬身之地。哼，你都想要杀我了，我为何要交给你啊？反正横竖都是死，你当我和你一样是白痴吗？你找死！哼，你们就这么认定能够吃定我了？区区3虎之力的聚气3重境而已，也敢在我们单元境强者的面前大放厥词？能够凝练出黄金虎魂的虚影，可见你修炼的乃是地阶中品以上的功法。地阶中品的武道功法，玄阶以上的炼魂功法，只要得到这些，我们徐家的崛起必然是势不可挡。这样逃下去必死无疑。恶魔蜥可不是有耐心的生物，相反，这家伙很狂暴，容易被激怒。之前在那山谷中的时候，龙雀山深处传来的兽吼就将他给吓得惊退，可见他对于龙雀山深处还是心存忌惮的，而这也是我唯一的生路。无极顺势！他娘的，你不嫌恶心吗？他妈的，没完了是吧？找到你了！没想到你居然敢逃到龙雀山的深处。这里很危险，狮子生变，先抓住他！哈哈哈哈！他居然朝着我们冲过来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们赵家必将崛起了！天哪，是恶魔蜥！快逃！该死的小畜生，这头恶魔蜥是你引来的，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诸位，祝你们好运！混账！他的速度怎么可能那么快？快逃！若能活下来，一定要抓住这个小畜生，将他碎尸万段！啊！不！该死的小子，老夫诅咒你不得好死啊！2个战灵境都过去了，看来这个热闹我是不能再去凑了，一个不小心那就是死无葬身之地啊！仅仅是嘶吼声就如此的恐怖，这头凶兽的实力莫非超越了涅槃境？灵魂之力凝聚的火焰，对我来说可是大补啊！哼，你以为我的火焰是那么容易就被夺走的？住手！不然的话，大家鱼死网破！住手！我承认我不应该主动招惹你，只要你把这个灵火收回去，我保证不再招惹你。还可以给你一些补偿。如果你能拿出让我感兴趣的东西，放过你也不是不可以啊。小家伙，虽然你修炼有很厉害的丹诀，让我的灵魂力不能触碰到你的火焰，但我也不是没办法对付你的灵火，只是那样会让我受损严重而已。那对你来说1块黑曜晶就可以了，剩下的2块我便拿走了。喂，你不要太过分了。我留在这里养魂，就是因为这3块黑曜晶，好吧？是你答应要给我补偿的，莫非你想反悔？好了，除了这2块黑曜晶，你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要补偿给我的？一并拿出来吧。你太贪心了，2块黑曜晶的价值就已经可以抵得上无数的宝物了。如果你愿意拿出1块黑曜晶来，我可以用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补偿你。这里面的东西你随便挑，只要你愿意给我1块黑曜晶，拿给你。这个魂屋是你自己建造的？没错。啊，你放心，我既然拿了你的东西，就不会对你下手了。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你就赶紧离开吧。你跟君太乙是什么关系？你居然知道君太乙？说，你是不是君太乙派来的人？我说，你觉得君太乙会派一个具气境的人来对付你啊？你能够建造魂屋，灵魂体可以久存于世，最起码你也是个战灵境的修为才对啊。是我失态了。你说的没错，君太乙如果知道我在这儿，肯定不会派你这样的小家伙过来，而且也不会跟我说这么多的话，直接就会灭了我的。不过我还是很好奇呀，你一个具气境的小武者，竟然知道君太乙的名字？难道你不知道，对于如今的这个时代来说，君太乙的名字已经成为了一种禁忌了吗？啊，禁忌？就凭他这种垃圾，也配称之为禁忌？你知道君太乙是什么样的存在吗？无论他是什么样的存在，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会让他彻底的死去。现在跟我说一说君太乙的事儿吧，如果你说的让我满意，或许我可以告诉你如何重塑肉身，让你摆脱灵魂体的桎梏与限制。你知道如何重塑肉身？先别高兴得太早，前提是你说出来的消息对我有用。虽然我不知道你和君太乙之间有什么仇恨，但是以你现在的修为，还是不要去招惹他的好。甚至就算你将来修为练到了涅槃境的修为，对于君太乙那种存在而言，也不算什么。我曾经是君太乙座下的弟子之一，在1800多年前，我的寿元走到了尽头，而君太乙却告诉我，他有办法让我长存于世。看来君太乙算计的人不只有段飞天一个，除了这个真辉，应该还有其他人也都被算计了，让君太乙可以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凝聚无穷的造化运势，加持己身。或许这也就是他能够存活7000多年的秘密啊！我所知道的事情也就只有这些了。那夺舍重生，重塑肉身，你打算走哪一条路？我想重塑肉身。好，我可以传授给你重塑肉身的法门，但是重塑肉身所需要的材料就要你自己去寻找了。多谢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楚兄，如果你想要去龙雀山深处的话，我建议你最好不要过去了，那是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被称之为禁地都不为过呀。哦，你去过？是的，我接近过一次，但是灵魂体差点就灰飞烟灭了，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建造魂屋用来养魂呐，因为我在那边受创很严重啊。有了重塑肉身之法，我必然可以重获新生，再也不用以灵魂形态如鬼魂般的游荡在这天地间，居无定所了。妈的，霍麒麟！有2名战灵境的强者坐镇，这些凶兽根本就只有是被屠杀的份儿。就算是那黑羽龙鹰和人火大凶，也不是战灵境的对手。原来如此啊！是你？还以为你早就已经丧命在凶兽口中，没想到你居然还能活下来。你们是吕家的人？你小子倒是有点见识，知道我们是吕家的人。既然被我们找到了你，那么你是束手就擒呢，还是要我动手呢？哼，你们几个胆子倒是不小，龙雀山的深处也敢跑进来，不怕死吗？啊？能找到你，就算是冒险，也算是值得的。哼，想要抓我，
那就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了。抓住他！小心空中，快逃！啊！哇！哼，不知死活！紫电蛇战令能够一击破开恶魔蜥的鳞甲防御，此人的手段倒是不错。小蜥，就凭你也想跟俺老牛争夺吗？什么？血兄，小心啊！哇！天王我也！很多人都知道恶魔蜥在传说中极其的凶残与嗜血，却是极少有人知道，恶魔蜥这种凶兽同样也是非常的阴险与狡诈。哎呀，太可惜了！九火丹诀，清灵火。身怀九纹轮回眼的我，莫非已经化身为了禁忌般的存在？镇压。有轮回镇压识海，那岂不是意味着我的识海牢不可破？这世间也就不会有任何人可以撼动我的灵魂识海了。只要我的灵魂力继续提升，到时候便可以召唤出麒麟甲，研究一下这枚火麒麟本命之物的玄奥了。能得到麒麟甲，便不虚此行。至于那火麒麟守护的地方，目前还不是我所能探索的。是你？你竟然还敢来到清水城？你那个黑衣少年回来啦！啊！混蛋呐！你要干什么？哼，送你上路。打人啦！哼，游戏开始了。至于这个游戏的名字，就叫做杀戮游戏好了。此子不除，我等别想安宁，不惜一切代价都要在龙雀山中把他找出来。这才2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损失了10几个巨气境7重以上的高手。再这样下去，我们家族中的中坚力量就被一扫而空了。把人给我都撤回来！如今正是多事之秋，龙雀山中发生异变，消息一旦传出去，必然会有很多其他势力的强者纷至沓来。报！徐家长老徐猛带着人进入龙雀山了。看来徐家对于那小子身上的功法还是念念不忘啊。哼，如此也好。如果徐猛抓到了那个小子，以徐猛不过丹元2重境的修为，我完全可以出手将他斩杀，灭掉徐家，将东西夺过来，坐收渔翁之利。哼，想要杀我，可是要付出代价的呀。在炼体境的层次之时，我的进境很快，但是到了聚气境之后，我的修炼速度就变慢了许多呀。天色已晚，龙雀山在黑夜并不平静，多有蛰伏的凶兽开始猎食，大家就在这片空地休息，轮流守夜。哎，一起去放水啊！哦，你们去吧，我自己先在这儿盯着，小心点啊，别惹上山里的东西。哎，听说为了追杀那个黑衣小子，3大家族的丹元境高手都已经死的是一干二净了，每个家族都只剩下了1个人，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管他是不是真的呢？像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只能是随波逐流。等这次回去之后啊，我就去把3长老的小妾弄过来玩玩。听徐猛长老说啊，3长老死在了龙雀山里边，他的那个小妾啊，的确不是一般的姿色。哎，有个秘密你或许还不知道。哎，不过现在3长老已经死了，我也不怕告诉你。那个，上个月我就把3长老的小妾给上了。
我操，兄弟，我真服你了，这种事你也敢做啊？有什么不敢的？那是兄弟，我对三长老的那个小妾也是垂涎已久。回去以后，要是你能把她搞到手，那能不能啊？好说好说好说。喂，我说你们两个，李喜，这守夜的人是干什么吃的？是凶手袭击还是人为啊？是那个黑衣小子！啊！小畜生，你敢！哼，雕虫小技！你果然身怀不一般的功法，居然可以操控火焰！该死！什么？小畜生，有本事你给我出来！哼，如你所愿。你到底是什么人？哼，我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像你们徐家这种忘恩负义之辈，我会亲手屠尽。哼，你以为这样的手段就可以对付我吗？哼，你不可能是我的对手。丹元境的真元巨象之力，不是聚气境的真气虎魂之力所能够相提并论的。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你将功法交出来，我可以不追究你杀死我徐家弟子的事情。以聚气1重境杀死丹元2重境，试问古往今来，有几个人可以做到？聚气1重境，掌控之术，天地之力加持我身。什么？白玉巨象之力？哼，就算你是丹元1重境，又如何？我乃是丹元2重境的修为，一身修为比你强大2倍。哼，你以为我的实力仅此而已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绝望吧！给我滚回去！什么？这小子用的是什么力量？没有真元的波动，只是纯粹的肉身。哦，竟然可以抵挡住我的一拳！我们徐家的功法擅长防御，真元护体的防御力，同境界的人难以破开。你所引以为傲的真元防御，在我的眼中就如土鸡瓦狗。哼，你根本就不可能破开我的真元防御。我不甘心呢。徐猛死了。听说3大世家的所有丹元境强者进入龙雀山追杀一少年，结果呢，那少年活蹦乱跳，一点事儿都没有。3大世家的丹元境高手啊，却只回来了3个人呐。哎，是啊，哎，徐家现在就剩下徐猛这一个丹元境的高手了。如今他也死了，徐家这回是彻底完蛋了。据说呀，那个少年又出现了，包括徐家的徐猛在内，已经有很多3大世家的高手死在了那个少年的手中，而被3大世家联手追杀。这少年显然是回来报复了呀！可杀丹元2重境，我要去一趟吕家。总是杀一些蝼蚁也没什么意思啊，10几个战灵境的武者。这太乙圣地的动作倒是挺快的呀。上古世家，秦家，既然来了，那就各凭本事。这怎么可能呢？难道传说是真的？是神之体魄，快追！不惜一切代价，也不可以让他遁走。神之体魄若能得之，一旦炼化融合，便可化身为神体，成神可期啊！若是知道此地乃是上古真神留下的神迹，就应该多派一些圣地的强者过来嘛。哎，我也没想到啊，这龙雀山里边竟然会有真神留下的遗迹啊！那可是上古传说中的存在呀！有关于真神的一切，只要出现，必然是震动天下呀！这真神体魄竟然飞走了？
也不知道最终是哪一个幸运儿可以得到真神体魄的加持啊，那就相当于是一步登天呐，直接就拥有一尊神体的资质啊。真神遗迹现世，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整个西玄之地的无数传承都会被惊动，届时这龙雀山必然是强者云集呀。这些个战灵境进去了没有一会儿，就飞出了一个真神体魄，看来这座山洞里边的神迹非同小可呀。哼，真神遗迹又岂是那么容易得到的呀？这里是一位真神的葬地。难道传说是真的？这龙雀山有一处葬龙地，传说葬着一头真龙，莫非那是一头已经成就真神的龙神？太可怕了！在那可怕的禁制之中，强如我等战灵境，也是脆弱如蝼蚁呀。没想到居然是真神的葬地，我们刚才必然是不小心触动了真神留下的禁制啊！传说中的藏龙地与藏神地，莫非真的是同一个地方？藏龙地，藏神地，用不了多久，整个西玄之地的无数传承就会纷至沓来，这等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啊！什么人胆敢闯入我吕家的府邸？你到底是谁？啊！敢来我们吕家惹是生非，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你？哟，追杀了我这么久，这就不认识我了啊？我很好奇，像你这种蠢货是怎么修炼到丹元境的？是你居然又回来了！给我杀了他！不好，他直奔我们家族的宝库去了。此人太过凶残与可怕，不是我们所能抵挡。三柄飞刀锐不可挡，聚气10重境都被斩杀，谁敢拦他呀？不用担心，家族宝库有灵阵守护，没有家主的信物无法开启。哼，这种垃圾灵阵也好意思拿出来丢人现眼？这怎么可能呢？这守护宝库的灵阵居然一丁点的作用都没发挥！家主不好了！那黑衣少年杀入吕家，吕秋都已经被杀死了。真是个废物！唉，赵家的男人没一个能让我满足的。他是如何杀死的吕秋啊？他是用灵纹杀死的吕秋，吕秋一死，吕家没有一人能挡得住他。他的飞刀太可怕了，对于聚气境的武者，那简直就是屠杀呀！看来他的实力并没有达到丹元境的级别啊！家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他灭掉了吕家，接下来肯定会对咱们赵家出手的。况且，就算他能用灵纹杀死吕秋，也未必能对付我赵牧。要知道，我可是丹元4重境的修为，身怀8头巨象之力呢。家主，不好了，那个黑衣少年从正门杀进来了。什么？怎么会这么快呀？他就一个人？是的，家主，就只有他一个人。不知死活的蠢货，莫非他以为可以灭掉吕家就能够对付我们赵家？就凭他一个人？来人，给我召集家族中所有聚气境以上的武者，我要让那个小畜生有来无回。是。本家主倒是要看一看这小畜生到底有什么底气，让他竟然胆敢一个人过来！哼！赵牧是吗？我来收账了。你既然来了，今天就别想走了。就是因为你，我们家族才会损失如此的惨重。就算是将你千刀万剐，也洗刷不了你的罪孽。哎呦，这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呀！看来你赵牧已经是无敌了。是你们想要谋夺我的功法追杀我，结果你们死了，反倒是怪我了。哼！从此以后，这清水城中就不再有赵家。
哼，狂妄！哼，想要凭借人多来对付我？莫非你还想着我会与你单打独斗？从你踏入赵家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当然，如果你现在愿意将你所修炼的功法交出来，我可以留你一条全尸；不然的话，我有无数种的办法折磨你，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哼，杀你足够了。哼，你根本就破不开我的防御。看来你的手段也不过如此，受死吧！雷鸣枪，无极阵势，没用的，你根本就无法破开我身上的白玉真元甲。什么？哼，没想到我还是小觑了你。你刚才伤到我的战绩，最起码也是地阶战绩吧？啊！不要以为掌握有一些特殊的秘术就能够与我抗衡，这样的秘术，你以为只有你有吗？索命！青灵火，你不是能躲的吗？啊，有本事你躲开这一招啊！这不可能！什么？家主死了？杀！快逃啊！啊！我的身体还是太弱了，连这爆元灵纹的力量，竟然也只能是维持半炷香的时间。哼，只剩下徐家了。请公子放过我们徐家。哼，放过徐家，忘恩负义之辈，留之何用？相比起赵家和吕家，我最应该灭掉的就是你们徐家。龙雀山中出了一头火麒麟，传说火麒麟看守一座山洞是真神留下的遗迹呀。不，据说是埋藏着一座真神的禁忌之地啊。不愧是真神藏地，留下来的禁制爆发，依然蕴藏着如此恐怖的能量。终于破开了！天哪！我看到了什么？五位涅槃境的大人物居然被杀死了！那爪子到底是什么凶手的？竟然如此的可怕？难道是传说中的真龙之爪？快逃啊！化为了禁忌呀！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太乙圣地，哼！回去的路上，顺便去一趟汉白城，把那个所谓的楚家宗族给解决掉。你不会有事吧？贤儿，你快逃啊！寒山回来了。寒山回来了。云伯伯，谢谢你，将来我还会回来看你的。天宝残图，混沌黑莲。这八阳木我得不到，如果能够凑齐天宝残图，得到混沌金莲，那么我这一世必然可以超脱过去的8世，在第9世成为真神呢。每一个境界都有对应的人体秘藏之力，如今我的修为刚刚突破到了聚气1重境不久，需要修为达到聚气3重境，才能够开启对应这一境界的皮肉秘藏之力。看来要着手准备炼制玄焰灵丹了，不然的话，若是修为到了聚气3重境而无法开启人体秘藏之力，虽然并不影响修为的继续提升，但是倘若错过，终究会让我所铸造的武道根基留下不完美的缺陷。很多年都没有进过这天一堂了。这位小兄弟，此地乃是天一堂，唯有天一堂的医师方可入内。
不是医师也想进这天一堂？你也不撒泡尿，照着自己是个什么德行？医道4品，看什么看？还不赶紧让开！小训呐，不得无礼。所谓医者仁心，你这傲慢的心性，若是不改，你在医道上难有建树啊！师尊教训的是。哈哈，这天一堂只有医道之修可入，你还是离开吧。少荣大家，小兄弟，请让开！好大的狗胆，竟然敢在天一堂的大门前挡路，还敢挡住我师医道大家的路！银色徽章，这不可能！你的徽章一定是假的！你居然敢冒充医师，还敢到天一堂来招摇撞骗，简直就是找死！守卫，还不将这个骗子拿下！这医师徽章是真的，天一堂的徽章上有特殊的气息，又岂是能随意伪造出来的呢？师尊，就算医师徽章是真的，以他这个年纪也不可能是个2品顶级医师啊，还不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这枚徽章呢。是啊，说不定是这个少年将家里大人的徽章偷了出来呢。哎呀，也有可能是捡来的吧。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擅自佩戴不属于自己的医师徽章，会直接没收徽章，并且对于违背规矩之人，轻则废掉修为，重则囚禁10年。据我所知，天一堂同样也有规矩，医师不可辱。倘若我能证明这枚医师徽章属于我，那么便代表着你的这番言论对我是一种羞辱。而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我可以以医师的身份向你赌命，以你的性命来洗刷对我的羞辱。羞辱？你一个冒牌货还敢在这里口出狂言啊？那看来你是找死了。怎么着？恼羞成怒了，还想要动手不成啊？2品灵火啊！我这弟子王训刚才出言不逊，还请小友莫要跟他一般见识啊！哼，看在尚荣大家的面子上，我就不跟这个小辈计较了。小辈？小友说的没错，文道有先后，达者为师。你的医道境界既然比我这猎徒高，那么自然就是他的长辈。哈哈，尚荣大家客气了啊！正好我这个不成器的弟子准备参加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小友一起来旁观如何呀？我来天一堂呢是要寻几种材料，不过尚荣大家既然相邀，那便看一看也无妨啊。小友年纪轻轻就已经是2品顶级医师，不知师从何人呐？家师隐世多年，还望大家谅解。那敢问小友今年多大呢？13岁，不过再过2个月应该就是14岁了。13岁？假的吧？哎呀，小友称得上是大秦王国之中有史以来最年轻的2品医师了。这位呢，就是我们流光城天一堂的堂主丁川，丁堂主了。尚荣大家，尚副堂主。尚荣来了呀，正好考核也快要开始了。你那弟子不是要考核2品中级医师的吗？咦，这个小少年是个2品医师啊！丁堂主说得不错，这位楚小友年仅13岁，可凝聚2品灵火，
什么？我天，13岁的二品医师，这不是开玩笑的吗？我的天哪，13岁一到二品也就罢了，而且还是一个二品顶级医师啊！会不会是弄错了？一道博大精深，若只是凝聚出二品灵火，不足以说明他是一位二品医师吧？更何况是一个二品顶级医师了。哎，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小友叫做楚尘，是与不是，一查便知。启禀两位堂主，刚才已经去查过了，在我们天一堂的备案之中，的确是有一名叫做楚尘的二品医师挂名。竟然是真的。不过什么？这关于楚尘的信息啊，在这个天一堂的备案之中呢，只有一个名字，却没有具体的年龄以及出身，只能是查到他是大秦王国青州城天一堂堂主陈老举荐之人，没有考核，直接授予二品顶级医师的徽章。陈老，哦，陈老举荐之人，那应该无错呀。可是没有考核，直接就授予二品顶级医师的这个徽章，此举是否有些欠妥呢？毕竟只是一个13岁的少年而已啊。虽然是陈老举荐你在天一堂挂名，而且直接授予二品顶级医师的徽章，但是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没有相对应的一道造诣，这徽章啊就必须收回。堂主说的没错，你还不赶紧将你的徽章交出来？没错，你以为靠着走后门得到一枚医师徽章就能够招摇过市了啊？丁堂主高义，像你这种害群之马就应该剔除出去。在天一堂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13岁的二品顶级医师呢。年轻人，把你的徽章交出来，然后离开天一堂吧。看在陈老的面子上，我便不为难你，否则按照规矩，起码也要废掉你的丹田。哼，那你就那么笃定我的水平达不到2级顶级医师的水准啊？开什么玩笑？你真以为自己是个绝世不出的天才吗？13岁的二品顶级医师，简直笑死个人！哼，看来你已经忘记了我之前在天一堂大门口时给你的警告了。想要证明也很简单，你们不是要弄一个什么二品医师的进阶考试吗？那么我也参加好了。你要参加考核？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你以为天一堂的考核是你想要参加就能参加的啊？没错，二品医师的进阶考核起码也要缴纳1万块玉币才行啊。1万玉币？既然你要证明自己，如此也好。此次乃是二品初级医师晋升中级医师的考核，你若是能够通过，便可证明你的确拥有二品医师的能力。然后呢，医师最注重的就是医德，而你们刚才对我的怀疑和冷嘲热讽，那便是对我的羞辱，是对我医德的诋毁。莫非我证明自己是应该的，而你们就不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吗？放肆！你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且不说你有没有二品医师的水平，就算是你有，那也只是一个二品医师。谁给你的胆子，让你胆敢在2位4品大家的面前口出狂言？哎，王公子说的没错啊，我们质疑你这是应该的，毕竟你年纪小啊。是啊，就算你的确拥有二品医师的水平，也不该在4品大家的面前放肆嘛。有点天赋就恃才傲物，你这样的人难有什么成就？莫非你们2位大家也觉得他们这些蠢货说的很有道理？蠢货？你说谁是蠢货？肆无忌惮、狂妄嚣张，不知天高地厚。
既然你想要如此，那么也很简单。你若真的可以证明自己拥有2品顶级医师的手段，那么老夫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答应你的任何一个条件。同样的，如果你无法证明，亦或者你的水平无法通过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那么我就按照天一堂的规矩，收回你的医师徽章，废掉你的一身修为。可以。既然如此，那么考核现在就开始。你先跟随在场的这些人一起参加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哼，你这是自取其辱。一会儿啊，你的一身修为会被废掉，看你还能如何的张狂。得罪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每一个人的比试内容以及单方药方都不相同，但是呢，却都在这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范围之内。比试的时间为1炷香，时间到了就必须交上来，不然就算失败。炼丹亦或者是炼药可任选其一，时间为半个时辰。现在开始考核，时间到，笔试交上来。丁神宇，你这笔试不合格。王迅，笔试合格。邓红，笔试合格。楚尘，笔试满分。满分？这怎么可能啊？笔试的题目中有一些病例是存在有各种各样说法的，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可能满分啊！对呀，那若是给我们时间推敲一番，满分也是有可能的，但是毕竟才1炷香的时间。这楚尘的笔试满分无疑，就算是我和丁堂主来答题，1炷香的时间之内也是做不到这种程度的。切，就算是笔试成绩不错又能如何？理论好不代表实践能力强。我就不信他一个13岁的毛头小子能炼制出2品丹药与2品药剂。王公子说的没错，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可不仅仅是考理论的，而且需要炼制的丹药亦或者是药剂也属于呢2品丹药中炼制难度稍高一些的。是啊，我等为了研究炼丹与炼药，哪一个不是沉浸数年之久，还要兼顾自身修为的提升。他一个13岁的少年不可能做得到。况且这只是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而已，他若要证明自己，还需要做到2品顶级医师的标准才行啊。无论是炼丹亦或者是炼药，唯有保证60以上的成功率，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丹师与药师。所以第2项考核，你们每一个人都只能拿到2份材料，只有2次炼制的机会。现在第2项考核开始。中品灵火。中品灵火，这怎么可能呢？炼丹炼药并不是光靠灵火就可以的，还需要考究的是经验以及对火候的把握。只要他考核失败，那么铁面无私的丁堂主必然会废掉他的修为，到时候只要将他抓起来，严刑拷打之下，我必然可以得到他所修炼的丹诀。虽然只是下等成色，但是炼制的火候已经掌握。你们2个如今都可以进阶为2品中级医师了。切，某人不知道天高地厚，自诩2品顶级医师，这炼丹的速度却还不如我这个2品的中级医师。中等壮气丹。你通过考核了，看来是我丁某人看走了眼。你的确是一位2品医师无疑。他只是通过了2品中级医师的考核，他若要证明自己，必须要通过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才能算数。我说王迅啊，你到底是何居心？为何要置我于死地呢？哼，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啊，是你自己要证明的。王哼，无妨证明一下也好，免得有人再说我是走后门进来的。喂，
他如果真的可以通过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那么可就真的了不得了呀！2品顶级医师的考核难度可远不是刚才考核可以相提并论的。以你的笔试来看，通过不成问题，但如果要炼制2品丹药中难度最高的丹药，失败的概率可是很大的呀。丁堂主说的没错，能够成为2品顶级医师的，即便是一道天才，也要沉淀5年以上，才有一定的把握呀。既然你执意如此，那么就如你所愿。炼丹炼药禁止打扰，所有人都退后。在考核之前，还要另外提醒你一句，如果你考核成功，便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可是，一旦你考核失败，那么你将需要缴纳5万下品玉璧的考核费用啊！多谢上荣大家的提醒，不过就算是考核失败，5万玉璧我还是能拿得出来的。这炼制成功了！我的天，居然这么快！恭喜你，你成功的通过了考核。这没想到是我眼拙了。我答应你的承诺依旧算数，只要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任何条件随便你提。他竟然成功了！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医师医德不可辱。在这之前，你屡次3番对我冷嘲热讽，羞辱了我。那么现在，也是你应该付出代价的时候了。你胡说，我没有羞辱你。哼，你之前的所作所为，你当在场的人都是和你一样的白痴吗？上荣大家，你是此人的师尊，那么我倒是要问一问，王迅刚才的所作所为，是否算是羞辱了我呢？我对弟子教导无方，是我的过错。这件事情便给我一个面子，我让王迅给你做出补偿，你看如何？可以，看在上荣大家的面子上，拿出20万下品玉璧，这件事儿就此结过。没问题，你立刻去准备20万下品玉璧，前来向楚小友道歉。师父，是，小友可否依序呀？正好我也有一些事情需要丁堂主帮忙。这以小友你的年纪，13岁就成为了2品顶级医师，就算是你的天赋再高，若是没有名师指点，也断然不可能达到这种水平啊！不知这尊师的信息可否透露一二啊？抱歉，关于这件事情呢，我也跟上荣大家说过了。我那位师傅啊，隐世多年，不想涉世俗之事，因此呢，没他的准许，我也是不方便说的。既然如此，那么老夫倒是的确不方便过问了。之前老夫说的话依旧算数，你有任何的要求，只管提出来，老夫力所能及范围之内，定会为你做到。我只需要丁堂主帮我找寻几种炼丹的材料。炼丹的材料？你小子可要想清楚了，以天一堂的渠道寻找炼丹的材料还是很简单的。你确定要用这个要求来兑现我的承诺吗？楚小友不用有所顾忌，丁堂主的为人我是很清楚的。顾忌？哈哈，若是2位大家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材料，估计就不会这么认为了。哦，不知小友要找的是什么材料啊？玄珠果、三叶草、水灵根。你说的这3种材料可都是奇物级呀，乃是可遇而不可求之物啊。
两位堂主只要为我提供消息就可以了。天一堂内部的渠道应该可以查一查，哪位医师的手上有这3种材料是吧？如果有的话，玉璧不是问题。哎呀，这可不是玉璧的事儿啊！你说的这3种奇物级材料都很珍贵，那一般都是以物易物啊。若是想要换到手，可不容易呀。这个你说的这3种材料，我只查到了水灵根，一个3品医师偶然进入某个上古遗迹，得到了这件灵物。啊，真的？虽然不知道你找水灵根要做什么，但是我想你也应该知道这水灵根的价值。在我的记忆当中，大秦王国在13年前拍卖过一次水灵根，最后的成交价格是300万下品玉璧。哦，这个价格我可以接受。哎呀，这价格倒是其次，只是在天一堂挂名的这个人呢留下的信息，说是必须要有与水灵根等价的奇物级材料，他才会交易。所以这水灵根并不是你有玉璧就能买得到的。这一点丁堂主不用担心，或许我能拿得出让其满意的东西来。既然如此，那么我可以为你引荐。小友，这位呢就是孙云医师了。水灵根的消息也是他留在天一堂中，剩下的事儿就是你们自己来谈了。水灵根的价值不用我说，你也能知道。以你这样的小家伙还换不起，让你家大人来吧。交易还未开始，这孙医师如何知道我换不起呀？奇物榜罗列成百上千种，水灵根不过是其中之一。除却水灵根之外，我这里倒也有一种价值丝毫不比它差的奇物啊。你有奇物，价值不低于水灵根？虚空宝晶，能否让我看一看？我同意这场交易。算一算，我出来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也不知道现在青州城那边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你们是什么人？为何跟踪我？小子，明知道我们跟着你，还敢停下来啊？只能是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得罪了人？似乎我在流光城中并没有得罪什么人呢。哦，对了，我想起来了，是王迅派你们来的啊？看来你的脑子倒是灵光，将你的纳戒交出来，我们可以给你留下一条全尸。哼，王迅派你们这种货色来，也未免太看不起我楚尘了。你一个连15岁都不到的小子，也敢口出狂言？是啊，这小子莫非是失心疯了不成？10几岁，就算是打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比老大的实力更强了。说的没错，我们老大陈哥那可是聚气7重境的高手，就算是拥有5到7级资质的天才，10几岁的年纪顶多也就是个炼体境，即便是5到9级资质的顶级天才，在这个年纪也都不可能达到聚气7重境。不用老大出手，我就能够解决这个小子。也好，让我们5兄弟中实力最弱的老五杀了这个小子。那王家的公子也未免是小题大做，弄死一个10几岁的毛头小子，竟然也需要我们5兄弟一起出马。找死吧！这小子简直就是找死啊！他以为他的肉身是灵气吗？竟然敢硬扛真气剑芒！老我的剑气就算是千斤巨石也能够劈开，这小子死定了！什么？这不可能！
他明明没有动用任何的真气，仅凭肉身就做到了这种程度。我他妈眼睛是花了还是做梦了？老五，小心！哼，我就不信了。你能硬扛真气剑芒，还能扛得住你家五爷爷的长剑不成？你的身体难道是铁打的不成？垃圾！太快了！嘿，五头黄金虎魂虚影，难道他是大秦皇室之人？你们4个一起上吧。你居然杀了五弟！哼，既然敢来劫杀我，那就应该做好被我杀死的觉悟。想来这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应该也没少干吧？我要弄死你！哎，老三，别冲动。大哥，你还记得什么？这小子肯定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天才。我们既然已经得罪了他，你觉得如果让他活着离开，他会放过我们吗？是啊，大哥，说不定我们只要杀死了他，就能够得到他所修炼的功法。到时候我们兄弟几个远走高飞，谁能奈何得了我们呢？杀了他，为老五报仇！杀了他，为五弟报仇！哼，一群不知所谓的蝼蚁而已啊！什么？小心！希望下一次别让我遇到你，不然的话，就算是上荣的面子，我也不会再给了。荒亡灵，什么？你若是要牵着马入城，需要缴纳2份入城费用，一共是200块，下品玉璧。哎，这位大人，您不需要缴纳费用就可以入城啊。大人，请。我说小三儿啊，你这家伙胆子不小啊！你刚才可是差点得罪了一位2品医师啊，而且还不是普通的2品医师，年纪轻轻就是2品顶级医师，这样的人将来绝对是大秦王国中的大人物啊！皇室的座上宾呐！不是，幸亏这位年轻的大人没跟我计较，不然的话，哎呦！荒城，还是过去的那座荒城。只是后来荒亡陵被彻底的探寻了，各大势力呢将里边的宝物机缘搜刮一空之后，这座荒城就被遗弃了，没有人再关注这里。既然来到这儿了，就进入荒亡陵历练一下吧。虽说这里有价值的东西早就被那些大势力搜刮一空，但依然还是有一些那些大势力看不上眼的东西，对于低层次的武者来说仍旧是好东西啊。哎，小兄弟看上了这个物件，这可是从荒亡陵中找出来的上古之物啊。这荒城之中每一件东西都说是荒亡陵出来的上古之物，哼，不过10有8九都是假的。我看这个东西还有点意思，打算带回去研究研究。小兄弟，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别人卖的东西都是假的，但是我卖的东西却从来没有假货呀。只要我说哪一件东西是荒亡陵出来的，那就绝对是荒亡陵里出来的。直接开价吧。你想买？哼，老头子我还不想卖了呢。年轻人，东西放下啊！老头子我不做你的生意了，一点都不知道尊重长辈。哼，如果我一定要呢？老头子说不卖给你，就不会卖给你。如果你想要强抢的话，年轻人，我奉劝你最好还是打消掉这个念头比较好。虽然你过去是一个天罡6重境的武者，但是却不是你能用来刁难我的依仗。你是什么人？老家伙，你先别这么激动嘛。我是一个医师，所以我才能看出你身上所存在的问题。没想到老头子我竟然看走了眼了。至于你一个小小的2品医师，就算你能看出我的问题，你也解决不了啊。哼，
你对这个东西如此的在意，看来应该是不一般的东西啊。是又如何呢？你说你能帮我恢复修为，小子，如果你胆敢骗我的话，我不管你有什么来历啊，我都会杀了你的。你确定要在这儿和我谈吗？啊？好，你跟我来。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呀？能够让你如此的在意？嗯？对我有用的东西。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我可以考虑将另外一份一模一样的东西送给你。你还有一块？没错，我的确还有一块。只要你告诉我这种银色铁片到底是个什么，并且帮我恢复修为的话，包括你手上那块2块铁片，我都可以送给你。你只能选择一种，那么你是选择询问这块铁片是什么，还是选择让我帮助你恢复修为呢？说实话，我不相信你一个区2品医师级别的小家伙能够解决我的问题。当年我寻求过5品医道大家的帮忙，也未必能够恢复修为，就凭你。既然如此，那么你将另外一块铁片给我，我告诉你这是什么东西。哼，何须如此麻烦？老夫只要把你抓起来，你所知道的一切，我自然也能知道。哼，你就那么自信吗？如果你还是过去天罡6重境的修为，倒的确是对我有些威胁，但你现在所能够发挥出来的，也就是单元境的实力。我若要走，你留不住我。是吗？老夫可不相信你一个10几岁的小娃娃就已经是单元境的修为。哼，你可以动手试一试啊。而你一旦出手了，那么你什么都不会得到。你真的能帮我恢复修为？你先跟我说一说，你是如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吧。老夫名字叫做罗谦，你应该是没听说过。因为我并不是这大秦王国之人，而是来自于大周皇朝，并且呢，在大周皇朝之中，我也是排名前10的强者，所以修为跌落也是因为进入了荒王陵中。荒王陵呢，一直都流传着许多的传说。虽然在很久以前呢，这荒王陵中的机缘宝物都被搜刮一空了，但依然存在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机缘。所以呢，为了追寻突破天罡7重境的造化，我来到了这儿，就是为了争夺你手中的银色铁片。我被生存在荒王陵中的荒族的族长追杀，而这位荒族之主的实力比我强大得多。虽然最终我还是逃脱了荒族之主的追杀，但是却被他的一种秘术在身上留下了烙印。而我回来之后，就感觉自己的实力是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彻底的从天罡境跌落，只能够发挥出单元境级别的实力。这些年来，我都生活在这荒城之中，寻求着可以化解这种秘术的办法，但却始终是一无所获。包括这种银色铁片，我也没能够研究出个所以然来。如果你能够帮我恢复修为的话，那么我可以将另外一块银色铁片一起送给你，并且我罗谦也欠你一个人情。可以。你确定你没开玩笑？哼，我从来不开玩笑。在我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就感应到了你身上幽风之印的气息。幽风之印？那是上古的一种封印术，脱胎于灵纹的秘术。若要将之化解，唯有铭刻出独特的灵纹，才能够做得到。我可以为你铭刻灵纹，但是这铭刻灵纹所需要的材料需要你来出。你还是一位灵纹师？我在这里会停留3天，你将这些材料凑齐给我，我就可以给你铭刻灵纹。好。一转眼，
这3天的时间呢就过去了。楚尘的房间传来了敲门声，进来吧，材料都已经备齐了。我已经尽可能的收集了，但是你炼出来的这些材料仍然还是差了一种恒沙石。这种叫恒沙石的材料，我问了很多人呐，都没听说过这东西啊。哼，那是因为他们的眼界太低啊。这奇物榜罗列成百上千种，即便是有所了解之人，所知也很有限。你是说这恒沙石是奇物？材料无法凑齐，我是没办法给你化解幽风之印的。我实在是找不着这个东西了，不知道可否请小友来帮忙呢？啊！我为你化解幽风之印，2块银色铁片作为报酬。你若是想要让我帮你寻找恒沙石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另外支付报酬了。可以啊，而且我这还有一条消息，相信小友你一定感兴趣的。哦，说来听听。这个消息呢是关于退灵果的。退灵果？你确定？没错，实际上关于这退灵果的线索呢，也是我当初拼了老命才从荒王陵中得到的。而且这些年来啊，我都在荒王陵的附近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我的身上存在有那什么荒族之主的封印，我早就自己进入荒王陵中寻找去了。好，为了表示我的诚意，这份卷轴中所标注出来的区域，就是那退灵果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这退灵果呢虽然是好东西，但是我并不建议你现在就去，因为这片区域所标注的位置距离荒族的地盘啊已经很近了，而荒族对于任何进入荒王陵的外来者都带有很深的仇恨和敌意。我想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也好，荒王陵中就有恒沙石，正好一举两得。而且在5000多年以前，也曾经有人在荒王陵中找到了一颗玄珠果，说不定我如果运气好的话，也能够找到一颗。时隔多年，再次来到了荒王陵啊！上古荒王不愧是顶级的强者，称雄一个时代，给自己打造的地宫陵墓，起码也是耗时了千百年之久。黑甲毒蝎，如果能炼制出提升灵魂力的丹药就好了。可惜呀，这种丹药对于材料的要求颇高，起码都是些奇物级别的，太难凑齐了。如果我这具身体是5到9级资质的根骨，估计现在呀，应该起码能够修炼到聚气境3重了。可惜啊，就算是我现在修炼到了聚气3重境，在没有炼制出玄焰灵丹之前，我是绝对不会突破到聚气4重境的。单元级的魂力可以魂力控物，但是如果我的灵魂力突破到单元级，那么我就可以做到以魂力加持攻击，那么我在与人交手之时就具备了灵魂攻击的手段。这位朋友，还请留步。哟，我们队伍遭到了荒族人的袭击，还请小兄弟可以帮忙去荒城中的玉兰商会求救。你自己不会去吗？我不能坐看自己的兄弟们被杀死。原本应该是我去玉兰商会求救的，但是我宁可和兄弟们一起死，也不想自己一个人逃命，所以我求求你了。这世上还有这么白痴的人呢？你跪下求我，就是为了去死？我不是为了去死，而是要和我的兄弟们并肩战斗，死而无憾。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陆苍，还请朋友可以帮我这个忙。只要我回去了，或许我的兄弟们还能坚持到玉兰商会的救兵赶来。你的那些兄弟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是的，如果能用我的性命来换取兄弟们活下来的机会，我不会有任何的犹豫。或许朋友你会觉得我很傻，但是这就是我陆苍的原则。将里边的解毒丹服下吧，不然的话，你这个样子呀，估计还没回去就已经死在路上了。多谢恩公。
实际上呢，在前不久之前，我救过俩人啊，结果对方不感恩也就罢了，我并不在乎。但是他们背后的家族却是派人追杀于我，所以我并不会轻易的相信任何人。所以，如果你想要让我去救你的兄弟们，那么就需要答应我的条件。我不会无偿的帮助你，你明白吗？只要恩公愿意帮忙，无论是什么条件，我陆仓都答应。那我要你的命，你可愿意啊？如果能够让我的兄弟们活下来，恩公就算是要我的命也可以。我的意思不是要杀了你，而是从此以后呢，你的命属于我，你将成为我的随从，必须忠诚于我。你能做到吗？同样的，作为你忠诚于我的条件，我可以救你的那些兄弟，但是从此以后，这些人只在过去是你的兄弟，而你将获得新生，不再是过去的那个陆仓。如果你能够救了我的那些兄弟，从此以后，我陆仓的命就是你的。不，你并没有明白，我要的不是你的命，而是你的忠诚。我答应你，还请你尽快去荒城求援。这里面呢是金疮药，你涂抹到伤口上，最多1炷香的时间，你的伤势就能够彻底的恢复。这个呢是回气丹，你只需要1颗，就能够让你的体能和真气恢复到巅峰状态。好了，带我去你们被袭击的地方吧。什么？你要过去？袭击我们队伍的可是有12个荒族人，其中更是有3名聚气10重境。朋友，我已经答应了你的条件，只要你能去荒城请来玉兰商会的救兵，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一定愿意忠诚于你，成为你身边的随从。如果你继续浪费时间的话，你的那些兄弟可能会死得更快。况且这里距离荒亡陵的出口很远，等我去荒城搬来救兵啊，你们的尸体估计都被凶手给吃光了。恩公，请随我来。哎，你太慢了。荒族的蛇灵之眼，没想到还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姿色不错，而且很有野性，玩起来一定有味道。杀了他们所有人，留下那个女子。兄弟们小心点儿，陆仓已经冲出去了，只要找来商会的救兵，我们就能得救了。给我杀！快躲开！是人族。哼，不知所谓。好快的速度，一个掌面就秒杀了2个聚气5重境的荒族武者。学姐，你们没事吧？小路子，不是让你去搬救兵吗？你怎么回来了？他就是救兵。这个人，我黑雪并不认识这个人，他为什么要帮我们？因为我答应了他的条件。什么？这个人太过分了！以小路子你的天赋，将来起码可以成为天罡境的强者，怎么能给别人做随从？是啊，他看起来也就是10几岁的样子，就凭他能对付得了这些荒族？不行，我说什么都不会让你给人当随从的。况且，就凭他一个人，估计不是这些荒族的对手。毕竟他刚才虽然出手秒杀了2名荒族，但那不过是聚气5重境的荒族，他所展现的实力，最多也就聚气8重境的样子。学姐，你不要小看他，我感觉他很神秘啊，随手就能够拿出珍贵的丹药，而且他刚才并没有全力出手，不然的话，应该会有虎魂虚影显现呐。而且学姐，我跟他说过这些荒族人的实力，但是他依然还是来了。哼，你别告诉我，一个10几岁的少年会是一个单元境的高手。人类进入我们荒族的荒亡陵，还敢杀死我们荒族，你知道会是怎样的后果吗？你们荒族的荒亡陵？
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你们只不过是一群守灵的奴才而已。你找死！如果你现在选择离开，我可以不计较你杀死我们族人的事情；不然的话，在这荒亡陵中招惹上了我们荒族，你是寸步难行，根本别想活着离开。过奏，杀了他！大家一起上！你们帮不上什么忙，都退下吧。你这人怎么可以这样？如果你逞强的话，你会死在这些皇族手里的。黄金护魂，他竟然如此的强大！杀了他！哼，一群蝼蚁而已。你逃得掉吗？多谢朋友出手相助，这份人情我黑雪记下了。你记住不记住无所谓。关于我出手的报酬，陆仓已经答应付下了。这不可能！你救了我们，这份恩情我们必然会还。但如果你想让陆仓在你的身边只是做一个随从，我绝对不会同意的。至于你救了我们，玉兰商会恩怨分明，也肯定会酬谢你的。大秦王国只是一个小池子，养不活大龙。跟着我，远比你待在这里更有前途。而且我相信你也是一个会履行承诺的人，对吗，陆仓？陆仓，拜见主人。陆仓，小陆子，你这个人太过分了！无论你是什么人，胆敢如此欺凌我们兄弟，我们宁可拼了性命，也不会向你妥协。住口！陆仓，你心中还不舍吗？心中有舍，才能有得。你刚才在他们的面前之所以表现出冷漠，是担心我会对那些出言不逊的人出手，是吧？男人有情有义啊，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如果太过于感情用事，便不是一个强者该有的心态。什么是强者？并不是说拥有强大修为的人才是强者，而强者之所以是强者，是因为内心的强大。一个人只有内心强大了，才有成为强者的资格。古往今来，每一个能够走到五玄大陆顶峰层次的强者，都无一例外，拥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我的名字叫做楚尘。你很好奇我的年龄吧？我的年纪告诉你也无妨，我还差几个月，才14岁。什么？不用如此的惊讶啊！或许在你的认识当中，13岁就能实力比巨气10重境更强大，感觉非常的不可思议。但是在五玄大陆之中，实际上存在有不少的天才都能做到这种程度，甚至是有人20岁就已经是天罡境的强者，这也是很正常的。有些东西啊，你感觉不可思议，只是因为你的眼界和见识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你的资质也很不错，但是你从一开始修炼的功法太差，打下的根基太差，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重修。重修？我相信主人，我选择重修。那吃下它。接下来呢，我要传授给你一门功法，你要用心记下，能领悟多少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走吧，我们回荒城。是，主人。跟我说一说荒城的事吧。那就去玉兰商会看一看吧。
主人，你要去玉兰商会。主人，玉兰商会的实力在荒城之中可以排入前3，以荒虎帮的势力最强，他们的帮主是一位单元7重境的强者，所以荒虎帮在荒城中的地位无可撼动。除了荒虎帮之外，也就只有残风堂和玉兰商会能够相提并论了。看来我那位叔叔和婶婶还是很有能力的嘛。哎，陆草，你怎么回来了？我来拜访你们玉兰商会的2位会长，你们去通禀的时候啊，就说楚云山之子楚尘前来拜会。那您请稍等。你真的是云山大哥的儿子？楚尘见过陈叔叔。在我小的时候啊，父亲就经常提起你们，所以当我听说这玉兰商会的会长是叔叔和婶婶之后，我就过来拜访了。哎呀，没想到一别10年，你这小子都已经长这么大了呀！贤侄不必多礼，夫君，陈儿的模样还真的与云山大哥很像呢。哎呀，都别在外面站着了啊！我们进去再说。听说你在荒王陵中救了我们商会中的一个小队，看来你继承了云山大哥的天赋，这年纪轻轻的就已经是聚气境的武者了啊！应该说青出于蓝更对。哎呦，不过你小子倒是可以啊，这刚来到荒城这边就拐走了我们商会中的天才。到底是什么人出手废掉了云山大哥的修为？这个仇我陈玉一定要报。陈叔放心，我父亲的修为啊，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恢复了。主人，会长给您安排了一个侍女，让她进来吧。环儿拜见公子。既然你是陈叔叔安排的侍女，那么我这个房间呢，就交给你来打理吧。公子，奴婢帮您更衣吧。哎，我穿着衣服，所以不用更衣。那奴婢帮您洗漱吧。妈，不用了，我自己来就可以了。你只需要打扫房间的灰尘就可以了。主任，玉兰商会每隔半年就会有一次实力测试，您要不要去看看呢？好，那就去凑凑热闹吧，一起去看一看吧。啊，我也能去吗？你是我的侍女，我能去呀，你自然就能去。父亲，我经常听人说呀，云山伯伯是何等的厉害。昨天您还说这位云山伯伯的儿子青出于蓝，我想跟他比一比。你小子就算了吧，虽然你的天赋比起我和你娘的确是强了一些，但是你的修为却只是聚气3重境，而根据黑雪他们所说，这楚尘的修为可是聚气8重境啊！哼，我才不信他只有13岁便可以修炼到聚气8重境。喂，楚尘，敢不敢跟我切磋一下？哈哈，我们的父亲是生死之交，所以你的年纪比我要小一些，应该叫我一声哥哥才对啊。哼，除非你的实力能够比我强，不然的话可是没资格做我哥哥的。哼，如果你不是我的对手，那么你这个只比我大了2个月的家伙，应该叫我一声晋哥。还真就不明白了，这家伙到底从何而来的信心呢？陈进少爷以13岁的年纪便已经是聚气3重境的修为，整个荒城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天赋能够比得上少爷。是啊，就算是放眼整个大秦王国，甚至是大周皇朝，13岁的聚气3重境，那都称得上是顶尖的天才了。恩叔和云婶倒是生了一个天赋不错的儿子。接招！哎呦，青色虎魂之力啊！哎，不愧是陈进少爷，看来陈进少爷修炼的是玄阶上品级别的功法呀。哎，对，哎，这种级别的强大功法，整个大秦王国之中，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有资格修炼到。喂，你小子现在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了吧？
别以为自己有点天赋就骄傲自满啊！这世界上天赋比你高的人呐很多。哇，公子好厉害！一个不能练武的婢女，谁让她有资格站在这儿的？哼，她既然是陈叔和云婶儿安排给我的侍女，那么她现在就是我的人。你对我的人大呼小叫，这算是对我的挑衅吗？谢谢你，楚尘公子。你就站在我的身后，没有人可以赶你走。哼，为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婢女，你要跟我翻脸？难道你不知道这里是我家吗？景儿，住口！陈叔，告辞了。你走可以，但是她必须留下，她是我玉兰商会的婢女。陈叔，这个婢女我要了，从此以后环儿就跟着我了。哼，我可没说要将这个贱婢卖给你。你当我们玉兰商会是什么地方？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啊？哼，你们想要得到我的功法？明人不说暗话，我和你陈叔的儿子陈静天赋很好，只是玄阶上品功法配不上他的天赋。而根据我和你陈叔所知，你能凝练黄金虎魂之力，可见你所修炼的功法应该是地阶。地阶功法？我不会将功法给你们的。哼，不把功法交出来，你今天就别想走了。这也是你们两位的意思吗？陈儿，希望你不要怪我。我和你云婶就只有阿进这一个儿子，我们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希望你能将这地阶功法交给我们。陈叔保证不会伤害你分毫。你笑什么？我笑你们无知啊，笑你们被一丝贪念而蒙蔽了理智啊！哼，我可以将地阶功法给你们，但是你们敢要吗？哼，只要你拿出来，我们为什么不敢要？今天你要么将功法交出来，要么就把你抓起来，我就不信你能经受得住严刑拷打。陈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哼，什么意思？这不是明摆着吗？即使是汉白城的楚家宗族都拿不出的地阶功法，而我一个楚家支族却是身怀着地阶功法。你们觉得我的功法传承是从何而来呀？你给我站住！住手！让他走。是我陈玉，对不起云山大哥。爹，为什么要让他走啊？那可是地阶功法呀！没想到陈会长竟然是这种人。人呐，都是有私心和贪念的，这是人性的原罪。公子是要去找东西吗？哦，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找东西啊？我也不知道，我只是有这种感觉，而且我还能隐隐地感觉出公子要找的东西在什么地方。什么？那你倒是说说看，我要找的东西在哪儿呢？在那个方向。皇儿，你能看到一个人内心的想法吗？公子，我不是故意要窥探你的想法，我只是想要帮助你。而且我发现自己拥有这个能力之后，我就没有窥探过别人的想法，除非是坏人。如果我提前窥探到会长他们的想法，一定早就会提前告诉公子的。皇儿，别害怕，你拥有这样的能力呢，是一件好事儿。只要你以后不窥探我的想法就可以了。很好，如果环儿你能够帮我找到我想要找的东西，那么我可以想办法让你修炼。真的吗，公子？我也有机会修炼。可是别人都说
我是废物，根本无法吸纳天地元气。嗨，这世间呢，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陆苍，你就留在荒城中，好好的修炼。好的，主人。公子能告诉我想要找的东西是什么吗？如果有名字的话最好，描述的越详细，我就能更加准确的寻找到方向。那就先找退灵果吧。至于这退灵果的样子，是这样的。在这里。皇儿，你是怎么了？我没事，公子不用担心。嗨，傻丫头，如果你的能力需要你付出代价的话，一定要告诉我。我可不希望你为了帮我找一样东西，而让你的身体出现任何的问题啊！啊？没事的，公子，只是使用能力的时候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一会儿就能恢复了。那你的这种能力有什么限制吗？如果是距离太远的东西，我就无法找到了，而且距离越远，我就会越疲惫。环儿是不是很没用？谁说的？环儿已经很厉害了，毕竟我可是没有你这种能力的呀，真是让人羡慕的。真的吗？荒虎帮在这办事儿，你们去其他地方吧。哟，这小姑娘长得还算水灵，把这个女的留下，你可以滚了。不要害怕，有我在，没有人可以伤害你。小子，你是找死的吗？啊？没听到我们副帮主说的话吗？留下这个小姑娘，你就可以滚了，不然的话，弄死你！公子，你快逃吧，不用管我了。给你们3息的时间，消失在我的面前，不然的话，荒虎帮从此以后就此除名。混账小子，你算是什么东西？敢跟我们这样说话？环儿，不要乱动！你找死！轮回眼，无极阵势，镇元护体，他！环儿，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有些东西是必须要经历的。看来这片区域被荒虎帮给染指了呀。我们先离开这儿。灵魂力快要突破了呀。现在要解决的就是荒虎帮的问题了。有楚尘公子在，我的心就很安静呢。我是荒虎帮的帮主段勇。你们是什么人？来这里做什么？哼，跟你有关吗？放肆！竟然敢跟我们帮主这么说话！不知死活的小畜生，信不信老子一刀劈死你？杀死副帮主的怎么可能会是这种小鬼？哎，不过这个小丫头长得倒是不错，能让兄弟们乐呵乐呵。聒噪！好大的胆子！小子，我不管你是有什么来头，在这荒亡陵中，就算是弄死你，也没有人知道是我荒虎帮做的。我荒虎帮的副帮主，之前是不是被你所杀？是又如何？能杀死丹元2重境，看来你很不一般呐，应该是某个大势力出来的天才。但是你不该来这儿，所以你今天只能死在这里了。这小子死定了。是啊，就算他的来历再大，也不可能以10几岁的年纪抗衡丹元7重境的强者。就算是5到9级的资质，打从娘胎里开始修炼，也不可能有这样的实力啊。哎呀，跟着帮主在这找了好几天了，这荒亡陵里不见天日，早就快憋死了。我说老三呐，你小子就是无女不欢呐！啊！哼，像你们这种连蝼蚁都不配的垃圾，在我的人生之中杀了不计其数了。大言不惭！
这颗珠子有古怪，灵纹之术。哼，你倒是有些见识啊！没想到你的手上居然有着如此强大的灵纹。他的灵纹已经用掉了，所有人给我杀了他！哼，一群垃圾而已。这怎么可能？哼，倒是不傻。走吧。这里就是青州城吗？哼，区区一个青州，不过只是边陲之地，随便一个单元境武者就能够横扫一切。三皇子是怎么想的？竟然带着2位天罡境修为的供奉去对付，还牵扯上了大周太子。难怪退灵果的消息虽然被一些人得知，但是过去了这么久，荒虎帮的人都没有任何的发现。光是这些分叉的通道啊，即便是运气好，想要找到正确的线路，最起码啊也要2-3个月的时间。公子，走这里。走吧，这次如果可以找到退灵果，你的功劳最大。能帮到公子是环儿的荣幸。哎，环儿，你不害怕吗？为什么要害怕？这里虽然很安静，但并没有什么危险啊。难道公子怕黑吗？如果公子看不到的话，环儿可以带路的哦。你能在黑暗中看清楚前面的道路？我看不清，但是在我的心里却像是有一双眼睛，可以让我感觉到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子的。环儿，你要记住，除了我之外，以后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的这些能力啊。环儿知道了，公子是一个善良的人呢。善良？哎，你小心一点。快要接近了呢。环儿，如果你觉得太冷的话，就告诉我，知道了吗？好的，公子。公子，玄寒之体吗？环儿，你在这里等着我，我过去看看。公子不要过去，这里很危险。放心吧，如果有危险，我会立刻退走的。公子，你要小心那座湖，里面有一个很强的东西存在。你是说这个湖里边有活着的生灵？那你能感应得出这里面的东西有多强吗？比荒虎帮的那个帮主段勇厉害一些。比段勇厉害一些。无论如何也要去看一看才行。你在这里等着我。退灵果。公子快回来，他要攻击你了。轮回炎。公子小心啊。墨椒。逃。公子，你不要管我了，放下我，你的速度应该还可以更快。傻丫头，就算是放下你，我的速度也快不了多少。哼，况且我也不会把你丢下不管的，不然的话，就算我能活下来，我的一生都会自责的。不，公子你千万不要这样想。从我有记忆以来，我就是一个不具备修炼天赋的废物，所以被我的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卖掉了。而公子您不一样，您是唯一一个不会看不起我的人，也是唯一愿意维护我的人。可以为公子去死，我心甘情愿。我可以和他进行心灵的链接，如果我成功的话，我们都不用死；如果我失败的话，也可以为公子争取逃走的时间。啊，心灵连接？心灵连接？公子，小黑不会再攻击我们了。这是心灵契约，这是属于心灵之眼的能力之一。
小黑说我是他见过心灵最纯净的人，所以他愿意和我缔结心灵契约，成为我的守护兽。还真是让人惊讶的能力啊！两位供奉大人，家主老爷子有请。既然是家主有请，那就去一趟吧。区一个青州世家，你们这是要造反吗？本王也懒得跟你们废话，将那个叫楚尘的少年交出来，不然的话，从今天起，你们楚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瑞王真是好大的威风啊！何人胆敢与本王如此说话？陈老在数年前就离开了仙都，没想到身处于青州这样的偏远贫瘠之地啊！若是陈老想要给青州楚家说情，那么本王就只能说一声抱歉了。哼，瑞王啊，老夫可不是要给楚家说情，而是要给你求情啊！我是来救你的。哼，如果不是看在秦王的面子上，老夫才懒得理会你的死活呢。为我求情？没错，青州楚家不是你能够招惹的，也不是大秦皇室能够招惹的。你为何而来，老夫也很清楚。但是老夫劝你现在就带着你的人返回仙都。公子，有办法让华儿修炼吗？当然可以。真的吗？公子如果可以让我修炼，华儿愿意侍奉公子一生，来报答公子。当然是真的，我会传授给你一门功法，只要你按照这门功法修炼，就能够炼化你体内的玄寒之气，到时候呢，你就能够觉醒先天之体，未来的前途啊，不可限量。谢谢公子。你也找到了恒沙石了？我还没找到恒沙石呢。不是，既然没找到恒沙石，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我要去荒王陵中寻找恒沙石，但是呢，我要去的地方相对危险一些，所以这两个人呢，我会留在你这儿。公子，你要走吗？我要去的地方有些危险，所以不能带着你。那么公子什么时候回来？应该用不了多久吧。放心吧，我会来接你的。你好好的修炼啊。公子放心，华儿一定努力修炼，将来可以帮到公子。一转眼呢，楚尘进入荒王陵呢，已经有3天的时间了。他刚来到这座湖泊的旁边，就看到了一道人影。流水声，荒族，这腰也太细了吧！发现我了。人类竟然可以潜入到这里来，看来你不是一个普通人。随着这名荒族女子的手指凌空一点，一道罡气凝聚的剑芒就凭空出现，朝着楚尘所在的方向斩去。无极顺势。冷月大人，冷月大人，需要属下去将那个人族抓过来吗？他能避过你们的感知潜入这里，就凭你们，怕是抓不住这个人。我倒要看看他能否从我的手中逃脱。如果被一个小小的聚气境武者从我冷月的手中逃脱，当我天罡境的修为是摆设吗？我说荒族的美女啊，我只不过是一个聚气境的小武者而已啊，值得让你如此的大动干戈吗？啊！你擅闯荒王陵便是罪人，还不束手就擒？哼，我不过就是看你洗澡了嘛，大不了有机会我再让你看我洗澡就是了。我说美女啊，你下手也太狠了吧！我对你可是没有任何恶意的呀，只是不小心看到了你的身体而已啊。你找死！你到底是什么人？哟，哎呀，天罡境的荒族女人呐！啊，看来我们遇到了一条大鱼啊！你们这些人出现在荒王陵，有什么目的？
你是天罡境的修为，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就是荒主座下的8位荒王之一了吧？说出你们的来历，外来者。我们对你并无恶意，只是想要见一见你们荒族的荒主。想要见荒主？哼，我们荒族不欢迎任何的外来者，任何闯入荒王陵中的外来者都会被我们荒族视为敌人。即便是你们之中存在有一位占灵境的强者，我们荒族也无所畏惧。哎，不要误会，荒主呢已经突破占灵境这件事情啊，我们也是知道的。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的确是带着诚意而来。荒主突破了占灵境，我不管你们有没有什么诚意，荒王陵不欢迎外来者，请你们离开。这荒族的小娘们儿脾气倒是不小，跟他废话做什么呀？直接抓起来，让他带我们去找荒主不就行了？这个女人我知道，荒主座下有8位荒王，这个女人呢便是月王。10年前呢，大周皇朝的周臣来到这荒王陵中，就遭遇到了这个女人被斩掉了一条手臂。陈大家，我建议将她抓起来，如果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那玄寒青天水估计就要被那荒主炼化吸收了。既然你不肯配合，那就只好将你抓起来了。嗨，月之荒王，这小娘们长得是真妖媚啊！如果能抓回去当禁卵，那可就爽了。嗨，想要以多欺少吗？黑色囚笼之力，荒族的传承来自于上古，看来果然是底蕴雄厚。荒主座下的一位月之荒王就能修有这种档次的功法。别想了，荒族是上古蛇神的后裔，血脉和人族不同。荒族的功法呀，我们人族无法修炼。不要以为你们人多，我就怕了你们。一个人族的占灵境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到荒王陵的深处，我一个人无法抗衡对方的阵容，必须要找机会逃走，然后将这件事情告诉荒主大人。拿下他！人族一如既往的无耻。虽然我不是你们的对手，但在这荒王陵中，我若是想要逃走，就算是你们之中存在有一位占灵境的强者，也留不住我。不能让他逃走，追！这个混账女人，多谢出手相救。哈哈哈，这位小友还真是有魄力啊！仅聚气境的修为，就敢来这荒王陵的深处闯荡。时间紧迫，不要继续浪费时间了。我们去找荒主，立刻动身，这里太危险，不是你应该来的地方。从哪里来，就回到哪里去吧。莫非也是为了那玄寒青天水？无论是谁，就算是得到了这个玄寒青天水，如果没有玄寒精华的话，也无法做到将之吸收的地步啊。那9个人的队伍不出意外的话，肯定会与荒主发生冲突。那荒主虽然是占灵境的强者，但是却不懂得如何吸收与炼化玄寒青天水，那自身必然会受到了不小的反噬。而他们这些人一旦争斗起来，那么我就有机会坐收渔翁之利了。没法绕行了，就算同时开启金身之力和轮回眼，我的一身实力也最多就提升到单元级，并且还无法持久。而这个荒族部落的里边，光是单元境的气息，我就感应到了10几个。有人入侵，杀！居然敢独身一人强闯我荒族部落镇守之地，简直是不知死活！金身之力，好强大的防御战技啊！无极风势，给我死！
该死的，竟然被他闯过去了！刚才的金色火焰是什么东西啊？太恐怖了！这简直就是玩命啊！看来我要找机会好好的开发一下麒麟圣火的运用。如果将这种火焰的力量化为己用，将会是一个威力绝伦的后手啊！这外来的人族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敢强闯我们荒族的部落！如果抓住了他们，一定将他们扔到蛇窟，让那些该死的外来者承受上古蛇神的愤怒。看来荒族已经戒严了。哎呀，一旦让整个荒族都被调动起来，到时候就要寸步难行了。之前的9人队伍虽然实力强大，但毕竟人少啊，一旦被荒族的大部队包围起来，估计会死人哦。不出意外的话，那9个人必然会选择直奔蛇神殿的所在，与荒主展开大战，速战速决。不然的话，一旦让荒族形成有组织的规模与力量，他们就会变成极其劣势的一方。本来我还以为被我看到洗澡的女人就是荒主，没想到仅仅是荒主麾下的一个荒王，掌握控蛇秘术，又是踏入战灵境的层次。这一代的荒王实力恐怕是不能小觑啊！一身实力放在同境界的强者之中，也难逢敌手啊！果然呢，玄寒青天水就在这座荒灵城之中啊！荒主坐下，暗之荒王求见荒主。罗安，你总算是来了。冷月，那些外来的人族为何强闯到我们荒族的腹地深处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呀？他们具体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和荒主前段时间所得到的一件东西有关。我和那些人交过手了，其中有3位天罡境，1位战灵境。如果不是凭借我对荒王陵中地形的熟悉，那个战灵境的人族也没有对我出手，恐怕我已经成为对方的阶下囚了。战灵境，那是唯有荒主大人才能够抗衡的存在。这件事儿可不是你我所能够处理得了的呀。刚才你说那些外来的人族有可能是奔着荒主大人所得到的一件东西而来，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自从荒主拿到那个东西回来之后，就一直都在闭关，并且不见任何人。你是荒主的妹妹，连你也不见吗？是的，为今之计，在荒主还未出关以前，我们就必须阻止那些外来者进入蛇神殿。就凭咱们2个？哎，是的，目前就只有我们2个，而且对方已经来了。什么？外来者？你们无缘无故的擅自闯进我们荒族的领地，如果你们继续前进，那就是和我们荒族不死不休，你们可要想清楚了。你就是荒主麾下8大荒王之一的暗之荒王吧？你认识我？那么你又是谁？我是来自于东汉帝国的楚河。楚河？东汉帝庭的第1灵纹师？哦，难怪可以请来一位战灵境呢，原来是一位5品的灵纹师啊。虽然你是一位5品灵纹师，但这个身份却不足以弥补你擅自闯入我们荒族领地的理由。我只是有些事情想要见一见你们的荒主。虽然你的确拥有面见荒主大人的资格，但很抱歉地告诉你，最近我们荒主大人闭关了，不见任何人，所以还请你们现在就离开吧，不然的话惊扰了荒主大人的闭关，
一旦荒主发怒，一声令下，整个荒族都将与你们不死不休。哼，真是笑话！荒主如果要出来，估计早就出来了吧？要我说呀，咱们直接打进去就行了吧？你若要强攻，可以试试。8位荒王之中，我的实力只是排名第6。在下东汉地庭楚河，以五品灵文师的身份求见荒主。在下与荒族之间并无敌对之意，而是有事想要与荒主商量，还请出来一见。来自东汉地庭的灵文师，你找我所为何事？这代荒主是个女的。相对于她的妖艳与妩媚，我更在意的反倒是她竟然是撕裂虚空而来。哼，这一代的荒主不简单呐！来自东汉地庭的灵文师，说出你的目的。荒主大人，在下楚河，此次求见乃是有事相求。五品灵文师并不多见。你请来一位战灵境的强者来找我，所求何事？如果你的回答不能让我满意，就算是有战灵境强者的庇护，你们也别想安然地离开荒王陵。啊，楚某这次过来，乃是为了荒主所得到的本源水晶而来。本源水晶，难怪荒主这段时间闭关不出呢。原来他是得到了这样的宝物啊！他是想要试图炼化与吸收吗？我们荒族传承上古蛇神的血脉，之所以不受蛇神血脉的彻底同化，变成蛇类凶兽，就是因为我们荒族之人的血脉偏阳属性，如此才能够压制蛇神血脉的同化。没错。我们荒族的血脉偏阳，也只是勉强维持在阴阳平衡的一个临界点，无法像人族一样可以真正的做到阴阳平衡。而荒主和我们不一样，他的蛇神血脉越来越强大，修为达到战灵境后，体内的阴阳平衡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如果在这个时候吸收水晶中蕴含的水之本源力量，那么就只有2种结果。没错，要么突破桎梏，涅槃成功，从此踏入涅槃境；要么就是受到水之本源力量的刺激，让蛇神血脉将之同化，化作一头凶兽。是啊，毕竟水晶所蕴含的水之本源力量本身也是属性偏阴的能量，存在有极大的概率刺激蛇神血脉的同化。你怎么知道我手上有水晶的？前段时间我进入荒王陵，想要寻找铭刻灵文的一种特殊材料，无意间感应到了一缕水之本源的气息。我一路追踪，却没有找寻到任何的结果。但根据我所感应到的气息，那种水之本源的气息属于一种水晶，名为玄寒青天水。此外呢，我还发现了一些痕迹，最终断定那是战灵境强者的气息残留，而整个荒王陵中，也就只有荒主你是战灵境的强者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荒主曾经试图炼化与吸收这玄寒青天水，但是本源水晶这种宝物没那么容易炼化吸收，即便荒主是战灵境的强者，也必然会受到反噬。我也没有其他别的意思。据我所知，荒族的血脉属性偏阳，需要阳性的血脉来压制体内阴性的蛇神血脉，不然呢，就会有被同化为蛇类凶兽的危险。而玄寒青天水所蕴含的能量是阴寒至极，会打破你体内血脉的阴阳平衡，所以玄寒青天水在你的手中就如同是鸡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至关重要，所以我愿意付出一些代价与荒主进行交易。交易？哼，你
既然知道那是本源水晶，就应该知道这种宝物在武玄大陆是无价之宝。就凭你一个区区五品灵纹师，你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进行交换？3座5品大灵阵，1座6品大灵阵。大灵阵？哦，他还能拿得出6品大灵阵？你拿出来的东西虽然不错，但价值还无法与本源水晶相提并论。这个荒主是怎么想的？留下一个没用的本源水晶？难道他不知道6品大灵阵对于整个荒族来说作用和意义都远超过那玄寒青天水吗？荒主，难道你真的打算拒绝吗？怎么？莫非你们想要强抢？虽然说你请来了一位战灵境的强者，但我不认为这位朋友会为了帮你抢夺本源水晶而跟我拼命吧。穆家主，那本源水晶对我太重要了。只要可以得到玄寒青天水，一旦炼化吸收之后，我就有把握在10年之内突破到战灵境，并且身怀玄寒之力的我所铭刻出来的灵纹也会携带有玄寒之力。我有信心在50年之内成为一名顶级的5品灵纹师。我相信穆家主也应该知道，一位顶级的5品灵纹师代表着怎样的意义。而只要穆家主帮我得到这玄寒青天水，我愿意为你们穆家效命100年。据我所知，荒族的传承来自于上古，在辉煌的时期曾经出现过涅槃境以上的强者。随着岁月的流逝，荒族一直都维持的血脉阴阳平衡也越来越不稳定，所以也就造成了荒族想要出现强者的概率低了很多。身为这一代的荒主，能够修炼到战灵境的层次，已经很让人惊叹与钦佩了。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想说的事情很简单，想要冲破战灵境的桎梏，就需要涅槃，从而才能踏入涅槃境。而对于身为荒族的你来说，想要涅槃就必须打破体内血脉的阴阳平衡，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凭借自身的力量重新恢复阴阳平衡，如此就能完成涅槃，从而让你超脱桎梏，踏入涅槃境的层次。一旦涅槃成功，那么你也将永远都不会再受到蛇神血脉的同化与困扰，将会打破这一血脉的诅咒与桎梏。你们自诩为上古蛇神的后裔，实际上蛇神血脉对于同样具有人族血脉的你们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诅咒呢？只要涅槃成功，你就能摆脱蛇神血脉的困扰，一身血脉也将彻底的化作正常人。但想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5行本源能量作为触发这一条件的媒介点。所以，如果没有说错的话，荒主，你不愿意交换玄寒青天水，是想要借此涅槃吧？什么？他的身上并没有玄寒青天水的气息，可见他并不知道如何携带，也不敢将之放在自己的体内。如果他们之间发生了冲突的话，我便可以趁乱进入这座荒灵城中，寻找玄寒青天水的下落了。若无意外的话，必然在那蛇神殿内。没想到，你一个人族，竟然对我们荒族如此的了解。我知道的可不仅仅是这些。身为荒主的你，与我同样是战灵境的修为，莫非你以为凭借这种小手段就能骗过我的眼睛吗？战灵显化的投影吗？哼，一道战灵显化的投影能瞒得过别人的眼睛，却瞒不过同样身为战灵境的我。我说的没错吧，荒主？
如果是你的本体在此，我自问不是你的对手，起码我还做不到在战灵境就能撕裂虚空的程度。但只是一道战灵投影的你，却根本不可能是我的对手。那么让我猜测一下，你的本体应该是正在尝试着吸收炼化玄寒青天水，想要进行涅槃，并且已经到了极其紧要的关头，让你难以脱身。不然的话，你早就本体降临，而不会只是以战灵显化出一道投影了。放肆！不出意外的话，荒主应该是处于涅槃的关键时刻，这对于你来说是一个机会，但不要忘记了你的承诺。我不会忘记的。荒主，所有族人听令，阻止这些人族踏入城中半步。去吧，此刻的荒灵城没有人可以阻挡你们了。那荒主若在涅槃，必然属于极度虚弱的状态，这也是你得到本源水晶的唯一机会。玄罡冰禁，天罡七重境。我是上一代的荒主，负责守护蛇神殿。哼，你以为你能拦得住我吗？嚯，还有一座4品防御灵阵呢。三燕草，该涅槃了，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只要我涅槃成功，那么今天闯入我荒族中的所有外来者，都全部要死！想法是好的，想要置死地而后生，通过涅槃来彻底摆脱蛇身血脉的桎梏，化作真正的人族，同时一步踏入涅槃境，从此超凡脱俗。然而你太小看这玄寒青天水的力量了，也小觑了蛇神血脉所爆发的危险性。你是谁？我是谁并不重要，你想要利用玄寒青天水的阴性冰寒之力来彻底引动蛇神血脉的爆发，然后让自身进入涅槃的状态，想要置死地而后生。但是你的准备太不充足了，仅凭着三燕草远远无法压制住阴性的力量，最终的结果只会是你被蛇神血脉所同化，彻底的化作一头凶兽。现在有2个选择摆在你的面前，你想如何选择？什么选择？这第一个选择，现在的你正在全力抵挡蛇神血脉的爆发，你的身体和你的灵魂都处于极度的痛苦状态，并且呢会一直持续到你无法坚持住，最终被同化成一头蛇类凶兽为止。那么我可以趁此机会杀了你，然后拿走你体内的玄寒青天水。就凭你一个聚气境的武者，也想杀了我？尽管你不信，我还是要告诉你，我如果想要杀你，以你此刻的状态，必死无疑。那么你所说的第2个选择呢？虽然我不知道你凭什么敢说可以化解我体内的蛇神血脉，但你一个人族不会无缘无故的来帮我，说出你的条件吧。我的条件很简单，玄寒青天水归我，而你呢也要跟随在我的身边10年，我会在你的体内留下禁制，只需要为我效力10年，我就还给你自由之身。这不可能！想要让我如仆从一般在你身边效力10年，我宁可化作凶兽，最终走向毁灭与死亡。那既然如此，那就随你好了。在你达到无法承受的临界点之时，我会杀了你，亲自取走玄寒青天水。还真是让人佩服的意志力啊！罢了，看在你与凌寒相似的性格上，我便救你一次。你要做什么？
救你一命。你，他不怕死吗？不要反抗。还有不怕死的人族，想要被伟大的蛇神所同化吗？卑微的凡人能够被伟大的蛇神所同化，这是你的荣幸。这是什么？毁灭吧！我也只能帮你帮到这一步了。至于能否涅槃成功，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现在可不是炼化玄寒青天水的合适的时机呀。不过既然已经得到了玄寒青天水，也就不想继续留在这儿浪费时间了。荒族的底蕴不容小觑，毕竟传承来自于上古。如果继续拖延下去，一旦让荒族动用一切底蕴，不惜一切代价，恐怕除了我之外，你们谁都别想活着走出去了。撤退吧，走。能不能逃出去，就看楚河你们自己的本事了。穆家主，穆家主。我既然当初答应在荒王陵中保护你的安全，就不会食言。追！就算他是战灵境的强者，我们荒族也要与他不死不休。你一个聚气境修为的小家伙，居然敢跑到荒王陵的深处来趟这个浑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小子身上有古怪，所以你要跟我走一趟。抱歉，我不能跟你走。哼，臭小子，你当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穆小婉，看来你还在恨我。你毁了我的家，你觉得我为什么不恨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6年前的你还是丹元3重境的修为，如今你都已经是战灵境了。看来将我母亲的事情出卖给家族，让你得到了不少的好处吧？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在你的眼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不然呢？如果换成是过去的我，或许会唯唯诺诺吧。但是很抱歉，如今的我早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我了。如果你想要杀死我的话，就尽管动手好了。我要杀你的话，6年前我就能杀死你了。你是向我表示你对我的怜悯吗？可惜我并不接受。你现在不出手，那么以后可就没有出手的机会了。因为不久的将来，我会亲自前往穆家。当年的穆家是怎样毁掉我的家的，我就会如何毁掉穆家。楚尘，你太混蛋了。这具身体对于穆小婉的感情还是很深的呀，没想到就算是以我的心境，也受到了那种执念的影响。而且6年过去了，穆小婉依然一眼就认出我来了，可见她这些年呢，也并非对我没有任何的关注啊。哼，哎，幼稚啊！只要炼化吸收了玄寒青天水，那么我的体质就会化作玄寒之体，对应5行之中的水属性，并且是水属性中的玄寒异种，拥有极尽冰寒之力。终于可以摆脱这具根骨资质极差的身体了。根骨资质达到王级，我的修炼速度也能够提升不少。那荒主并不懂得如何正确的炼化吸收玄寒青天水，若要将之炼化，玄寒精华必不可少。其次呢，就是足可镇压收服玄寒之力的顶级功法——玄寒青天水。先以玄寒精华之力淬炼肉身，不然的话，贸然直接吞噬玄寒青天水，只有死路一条啊！
此恐怖的玄寒断体，以我沉浮8世轮回的意志力都差点扛不住。换做别的人，就算是战灵境的武者，也会意志力崩溃，然后被冻成冰坨而死吧。玄寒之力，这样一来，以后别人也就不会觉得我一个聚气境的武者却从不使用真气而感到奇怪了。也幸亏是我的控制力惊人呐，不然的话，凭借我所吸收的玄寒青天水所蕴含的力量，我的修为怕是要直接冲上聚气境10重大圆满了。之前已经得到了水灵根，从荒芒林中又从荒主那边得到了3燕草，如今差最后的玄珠果了，我就可以凑齐玄燕灵丹的材料，进行聚气3重境人体皮肉秘藏之力的开启了。金身之力，哈，这一世的根基前所未有的强大。相比较起这些啊，炼化玄寒青天水承受玄寒断体之痛，让我的灵魂力也受到了磨砺，终于冲破了桎梏，踏入了丹元1重境的层次啊！果然有得就有失啊！只能以后从长计议了。我的目标是修炼成5行之体，麒麟圣火的属性是火，早晚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呢。那种层次离我还很远呢。哎，找到恒沙石了吗？没有，你最近帮我留意一下，如果有玄珠果的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我会帮你留意的。哎，对了，这个荒城啊，将要举行一次拍卖会，说不定你可以在那儿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啊，说不定也会有恒沙石的出现呢。拍卖会？可是我手上的玉币不太充裕啊。哎，我说你这家伙，你这个老家伙的身家还真是丰厚啊，随手就拿出了100万玉币来啊！我给你一个任务，护送环儿前往青州城。是，公子，除非我陆苍死了，否则我绝对会安全的护送环儿姑娘抵达青州。我不走，我要和公子在一起。环儿，听话啊！以你的实力呢，跟随在我的身边太危险了。等你去了青州之后，什么时候修炼的强大了，你想什么时候跟着我就都可以，怎么样？10年一次的拍卖会，每一次都是这么的热闹啊！让诸位久等了。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10年一次的拍卖会，能够来到这里的诸位，想必都是身价不菲。首先呢，在这里预祝各位能够在这买到你们称心如意的宝物。好了，多余的废话老夫也就不多说了。首先是第一件宝物，3品中阶灵纹，斩杀每次。哎呀，真是羡慕你们这些灵纹师啊！随便铭刻一些灵纹，不仅可以让自身具有极其强大的实力，还能随随便便就能获得这巨大的财富啊！哎，3品中阶灵纹的威力，想必大家都心中有数了。底价为1万下品玉币，每一次加价不得低于100块下品的玉币。诸位，开始吧。15000玉币，16000玉币。哼，这灵纹师还真的很赚钱呢。诸位，下面的这件宝物乃是一种奇物级的灵药。这奇物级的东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知道其价值。玄珠果的价值我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一旦炼制出了玄元丹，1颗玄元丹可就价值10万玉币以上。哎，我说穆老，谁都知道玄元丹的价值，但是玄珠果只有1颗，炼制的失败率太高，这玄珠果的价格可不能定得太高啊！
轩辕丹的炼制成功率，老夫自然也是知道的，所以这玄珠果的底价是15万下品玉璧，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万。16万玉璧，老夫出17万玉璧。秦大师，这玄珠果你让给我如何呀？到时候我请大师出手炼制，如果炼制成功，轩辕丹你我一人一半。你2，我4。好，18万玉璧。没有人继续出价了吗？20万玉璧。是你出价20万玉璧？你有问题吗？如果没有人继续出价的话，玄珠果应该就是我的了吧？那是自然。等一等，我出价21万玉璧。公子，玄珠果超过20万以上玉璧就不值了，而且如果最终炼制轩辕丹失败，那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回去之后，你也很难向家族交代呀。我咽不下这口气。30万玉璧，你有30万玉璧吗？在拍卖会上胡乱报价，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比30万玉璧更高的价格，那么玄珠果就是属于这位公子的了。我说你小子是拿玉璧不当钱呢你啊！喂，我给你铭刻4品灵文的费用，可不止这个价啊！调查一下，这个小子是个什么来头？这恒沙石呢，是一种用来铭刻灵文的材料，并且还是铭刻4品灵文的材料。在场的诸位如果可以买下来，可以送给认识的灵文师，想必可以拉近彼此之间的关系呀。这块恒沙石我要定了，还请诸位给个面子。哎，孟少，你这是什么意思呀？啊，穆老，请别误会，你也知道，我孟家曾经有一位长辈具有灵文师的天赋，后来离开了大秦王国，前不久修有所成归来，如今正是一位4品灵文师。你说的可是孟无常前辈？了不得呀！早就听说孟家曾经出过一个天才，后来离开了大秦王国，没想到几10年后归来，竟然已经成为了4品灵文师啊！不是，孟家有一位4品灵文师坐镇，恐怕如今大秦王国中各大门阀世家，再无任何一个家族能够与孟家相提并论了吧？穆老放心，我这个晚辈啊，也不会让你难做。这块恒沙石，我出20万玉璧买下，你看如何？我出30万玉璧。你是故意找茬的吧？哼，是又如何？别人忌惮你的所谓的什么4品灵文大师，老夫可不忌惮。况且你买下这块恒沙石，是为了去送给讨好你们家族的4品灵文师，而老夫则是要拿着这块恒沙石去找一位4品灵文师铭刻灵文的。你可知道我是谁？哼，老夫不管你是谁啊，你最好别来招惹老夫，不然的话，就算你是这大秦王国的太子，老夫也能一根手指头碾死你。这老家伙到底是什么来头啊？敢当众说出这种话来，要么是个白痴，要么就是有所依仗。你可知道，你所说的这些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哼，怎么着？你这个区单元4重境的小辈，你不服气吗你？武宗拳，就算你的实力比我强，但是你刚才既然动用的是真元，代表着你的修为也不过就是单元境的范畴。不过，就算你是单元10重境的修为，胆敢如此藐视我们孟家，你也会为此而付出代价。没错，要知道我孟家那位长辈可是4品灵文大师，一身修为也是天罡境的层次。哼，那就尽管让你们家族的那个什么4品灵文大师来找我就可以了。
我出30万玉币的价格，如果没意见的话，这横沙石老夫就拿走了。既然朋友的价格最高，那这横沙石自然是你的了。哎，这剩下的事情可就拜托你了。没问题，给我查，一定要查清楚这2个人到底是什么来历。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在我铭刻灵文的期间，不允许有任何人过来打扰。横沙石可是只有这么一块儿，一旦因为外界因素而导致铭刻失败，可不关我的事情。也放心。可惜我这尊器鼎品级太低啊，用来炼化4品材料，估计这尊器鼎直接就会报废了。不过罗谦这个老家伙倒是很听话，我让他收集的这些材料里边也并不是所有的材料都是用来铭刻灵文的，其中有一些炼器的材料，正好就可以用来先炼制一尊更好的器鼎。有了灵文之力的增幅，我这尊4品的器鼎放在同级别的器鼎当中，绝对是最顶尖的了。那么接下来就铭刻灵文吧。希望那小子不是坑我呀！这一个10几岁的小子，真的可以铭刻出这4品灵文？小友，可否成功了啊？在我这儿可不存在所谓的失败呀。拿着吧，你只需要运转功法，将玉璧中灵文的力量牵引而出，在体内流转18个周天，你身上的幽风之印就可以化解了。那既然灵文我已经给你铭刻出来了，另一份东西是不是应该给我了呀？还望小友可以谅解啊！毕竟呢，我也不知道你所铭刻的这个灵文到底能不能破解我身上这封印。当然了，只要我能解开身上这封印，你要的东西我必然立刻给你。可以。既然如此，便请小友稍等了。希望你别反悔呀，不然的话，你这个所谓大周皇朝曾经排名前10的强者，今天可就要彻底的死在这儿了。我终于破开封印了！哼，我还以为你恢复了修为之后就要与我翻脸呢。小友说笑了啊！你帮我解开了封印，那就相当于是老夫的恩人呢。我罗谦又岂会是那种恩将仇报之人呢？哼，不是最好，不然的话，恐怕你会追悔莫及呀。行了，既然幽风之印已经破解了，那么我要的东西是否也该给我了呀？虽然我不知道这个银色铁片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估计你想要凑齐应该很难。我记得我们之前约定的交易是，我帮你化解幽风之印，你除了要将东西给我当做报酬，还欠下我一个大人情，可对？没错，如果你现在有需要的话，可以让我帮你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也算是我还给你这个人情。那么你就跟我走一趟吧，你只需要在我身边保护我1年的时间，这份人情就算你还了。1年？我需要闭关一段时间，在我闭关的期间，就要麻烦你帮我护法了。少爷，我从玉兰商会那边打听到了一些消息。哦，打听到了那2个人的来历了啊？那个老头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只知道最近20多年，他都生活在荒城之中，一直都很普通，没表现出任何强大的实力。至于那个少年，则是来自于青州楚家支族。楚家支族？就算是那个汉白城的楚家宗族，也不敢招惹到我孟家。他一个区楚家支族的弟子，谁给他的胆子敢招惹到我孟非凡的头顶上？你们是来找事儿的？
好家伙，据我所知，这20多年你都生活在这个荒城，并没有任何的背景。如果你是天罡境的强者，我自然不敢来招惹你，但你并不是，所以你应该知道招惹上了我们孟家的后果。如果你将玄珠果和恒沙石交出来，这件事情还可以就此结过。哦，哼，你说老夫不是天罡境？那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天罡境吧！哼，就你这种蝼蚁，老夫根本都不屑于杀你。聚气3重境，10头黄金虎魂之力。在我的修为踏入聚气7重境以前，便需要炼制金玉灵丹了呀。这个，在你闭关的这段时间里呢，发生了2件事啊。哦，什么事啊？第一件事呢，就是那个孟家那小年轻啊，带着人来堵门了，然后被我给轰走了。哼，这种小事也需要跟我说吗？还有第2件事呢，你之前派出去的那个小家伙回来了啊。如果你再不过去看看的话，估计啊，他活不过3天了。你是说陆仓？没错，就是那个姓陆的小家伙，此刻正在那边的房间里躺着呢，伤势很重啊。因为你在闭关，所以我没打扰你啊。我给他服用了3品疗伤丹，但是呢，也只能暂时保住他的性命。如果没有其他的办法的话，他估计呀是撑不过3天哦。你可别告诉我说你要给他行针啊！你还是医师啊！把他的衣服脱掉。我说这行针之术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虽然老夫我不懂医道，但是也听说过这种针叫做生死针呐。这一针下去，生死立判呐！稍有疏忽，这陆小子可就真的死定了啊！当今之事，在行针之术上，我说第2，无人敢说自己是第1。好快的手速啊！这得是一瞬多少针呢？这是。公子，陆苍无能，环儿姑娘被人给抓走了。公子，陆苍死不足惜，还请公子去救环儿姑娘。不用担心，有我在，你不会死的。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慢慢说。是胡家的人，我和环儿姑娘路过墨水城，是胡家的长老出手，抓住了环儿姑娘。如果不是魔教拼死救护，我也不可能逃生回来。我知道这个家族在大秦王国中排名前10的10大家族之中，这胡家排名第3位，仅次于钱家、黄氏以及孟家。实力如何？如果说实力最强的，就是那个胡家的那个太上长老了，叫做胡图啊。据说此人心狠手辣，曾经因为有一个家族得罪了他，被他一个人杀了满门，鸡犬不留，连妇孺和小孩都没放过，血流成河。至于修为的话，应该是个天罡2重境吧。不过据我所知啊，那个胡图已经接近300岁了，天罡2重境已经是他的极限了，最多再过个10年左右吧，他就会寿命耗尽了。不过听说这个胡图呢，曾经是这个天玄宗的外门弟子，只是后来这年纪到了之后啊，没能达到晋升内门弟子的要求，于是呢就只能选择离开了宗门，后来一手开创了现在的胡家。虽然他已经不是天玄宗的弟子了，但是他曾经身为外门弟子之时呢，有许多至交好友，后来呢都成为了内门弟子，这与他关系不凡。所以呢，因为这层关系的原因，胡家在西玄之地之中啊，也是极少有人愿意去招惹。既然知道我们胡家的背景，
那么你们就可以安心的去死了。公子，就是他们就是胡家的人，敢这么肆无忌惮的闯进我的院子，哼！你们真的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是吧？就凭你们敢踹老子的门，今天一个都不用活着回去了。老家伙，你是找死的吗？什么？你是什么人？明知道我们胡家的背景，还敢动手杀人？老夫是谁，就凭你们这些蝼蚁还没资格知道呢。很好，看来你们是丝毫不将我们胡家放在眼里了。既然如此，告辞。敢闯进我的院子，踹坏了老夫的门，你想走就走，你当老夫这是什么地方了？给我跪下！你们胡家抓走了环儿，目的是什么？我们只是奉命来追杀那个炼体境的青年的，并不知道其他的事情。哼，看来你是不打算说实话了。别杀我！我是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不！我说，求求你不要杀我啊！哼，不知死活！先天之体，啊，你身边那个叫做小环的小姑娘，竟然是先天之体！他妈的，这个该死的老东西！他不过只是一个连天罡3重境都无法突破的垃圾而已，竟然要用一个未来可以达到战灵境的先天之体来续命，这他妈的简直就是暴殄天物，畜生不如啊！这，哎，胡家自此以后将不复存在。罗老头，帮我一个忙，将这份清单上的材料凑齐。哎，我说臭小子啊，我虽然答应你在你身边跟随你1年的时间，但可不是给你跑腿的啊。还有啊，这清单上的这材料，老头子我可不给你再掏腰包了啊。罗老头，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你可知道这世间不知道有多少人想要跟随在我的身边，都没那个资格。嘿呦嘿，哎，我说你小子年纪不大，你这口气倒是大的可以吞天了啊。你若是不愿意去，倒也无所谓，将来你可别后悔。行了，老头子我也只是说说而已嘛。那你既然懂得刑侦之术，看来你还是一个很高明的医师啊。得了，你照看着路，小子，我去给你买灵药去。我说你打算如何对付墨水城的胡家呀？你觉得呢？以我的实力，灭掉胡家不过是翻掌之间。如果是战灵境的强者，便可御空飞行，这种赶路的速度太慢了。哎，听说今天那可是胡家那位老祖300岁的大寿啊！哎呦，存活了300年的岁月，看尽了人世间的繁华，不愧是天罡境的强者呀！是啊，纵观咱大秦王国，天罡境的强者也是数量极其的少见，那可是脱胎换骨的存在，寿命都可以达到300多年。哎，听说这次胡家老祖300年大寿，这个墨水城周边地带的很多这个门阀世家呀，都会过来道贺呀，甚至就连五玄大陆的顶级宗门天玄宗也会派人过来道贺。嗨，胡家老祖的面子可真大，能让天玄宗派人过来贺寿啊？莫说一个小小的胡家，就算是整个大秦王国，在人家天玄宗的眼里啊，也不算什么。胡家老祖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份殊荣啊，也是因为他与天玄宗那边的大人物维系着一些关系。哼，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那胡图将要300年大寿，墨水城这下子可就会很热闹了。哎，我说，你也听到了啊，天玄宗也派人过来为他贺寿了。在这种情况下，可不适合动手啊。这能不得罪天玄宗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得罪的好。
区区一个天玄宗而已，不足为虑。只不过是有个战灵境坐镇的宗门，也有资格被称作是顶级宗门。你想怎么做都随你，那谁让我欠你人情呢？我知道你不想招惹天玄宗，不过以那糊涂的身份，天玄宗也不可能派遣天罡7重境以上的强者来给他贺寿，所以不足为虑。哎，你这么说的也对啊，那糊涂还没那么大面子。我呸！他姥姥的，不就是仗着自己是胡家的小姐吗？胡家能有如今的地位，还不是靠着舔天玄宗的脚趾头上位的？哼，那人说的倒是没错，胡家的确是靠着舔天玄宗的脚趾头上位的。据说呀，曾经有一位天玄宗的弟子来到胡家，看上了当时胡家家主的小女儿，那女孩不同意啊，结果呢，被那天玄宗弟子直接给强上了。你猜结果如何啊？那胡家老祖胡涂非但没有怪罪那个天玄宗的弟子，反而是将他那几个孙女都给叫了出来，随便那个天玄宗弟子挑。所以说呀，胡家这不要脸可是出了名的，纯粹就是天玄宗的一条狗。据说这胡涂的所有孙女全部都被那天玄宗弟子一个人给睡了。这胡家非但没有引以为耻，反而还引以为荣呢。我当初也是在大周皇朝听说了这事儿，可见胡家可谓是何等的臭名远扬了。哎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胡家之所以如此心甘情愿地成为天玄宗的一条狗，也是因为那天玄宗的实力太过于强大，就算是地庭级的大势力，在天玄宗的面前呢，也都不够看。所以说，能不得罪天玄宗，尽量还是别得罪的好啊。垃圾而已。哼，天玄宗如果是聪明人，就最好别招惹到我的头上，不然的话，千百年的传承底蕴就要毁于一旦了。哎，我说你这家伙，请问三位的身上有胡家的请柬吗？没有请柬又如何？那就抱歉了，没有请柬的话是不允许往前走的。在老祖大寿期间，这附近的几条街道都被封锁了，除非持有请柬的客人，其他人皆都不可入内。哼，区区一个寿宴就要封锁街道，这胡家可真够霸道的。霸道又如何？没有请柬就赶紧滚开！敢在墨水城中说我胡家的不是，若不是看在太爷爷寿诞的喜事，就凭你刚才所说的话，就要割掉你的舌头。看什么看？滚！属性真气，住手！阁下为何出手伤人？是要挑衅我们胡家吗？这仗着修为欺负人，看来你们胡家也就这点本事了。天罡二重境，哎，这位前辈，这只是一场误会。墨儿，哎呀，平日里在家族中被娇宠惯了，还请不要与他一般见识啊。你说误会就是误会了啊！招惹上不该招惹的人，即便是抱着天玄宗的大腿，能够轻而易举踏平你们胡家的人，也是数不胜数啊。这位公子教训的是，听说你们胡家老祖300岁的大寿，我过来凑一凑热闹，你们胡家没有意见吧？自然不敢，公子能来，那是我们胡家的荣幸。我们胡家未来参加寿宴的客人都准备了住处，公子请随我来。爹，我被人给欺负了。墨儿姐姐，在这墨水城中，谁敢欺负你啊？青儿妹妹，你怎么来了？见过穆婆婆。不用多礼，老身这才几年没见，墨儿也是越长越漂亮了。青儿妹妹，
没想到竟然是你亲自来了。当年我跟着老祖去天玄宗的时候，你还是一个8岁大的小女孩呢。是呀，时间过得真快。我这次来秦王国是来历练的，宗内的长辈也是顺道让我过来给糊涂前辈贺寿。刚才听木儿姐姐说你被欺负了，不知在这墨水城中还有人敢欺负你吗？哦，玄寒之力，在大秦王国这种层次的地方，应该不会出现可以修炼出属性之力的功法。那么看来，应该是一个身怀玄寒之体的天才了。小姐说的没错，先天之体最少也是王体，成就不可限量。只要不半途夭折，基本上最少也会成为占灵境的强者。不过，跟小姐的天生黄体比起来，确实要逊色不知多少啊。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虽然天生黄体，但这世间也未必就不存在比我更出色的人。最起码在那些圣地之中，我可是听说有数位天生黄体的存在，甚至也不是没有可能存在有天生地体的绝世之才。青儿姑娘，穆婆婆，家族已经为2位准备了住处。那就麻烦家主了。不麻烦，这是应该的。哎，那个叫做青儿的少女，好像是天玄宗一位长老的亲传弟子吧？能让天玄宗长老的亲传弟子过来贺寿，这胡家老祖的面子可真够大的。听说天玄宗的某位长老曾与这个胡家老祖是同门，关系很好啊。这青儿姑娘好像还来自我们西玄之地一个强大的家族。哎，你说的是穆家吧？据说从穆家中走出来的女子，每一个都是实力强大。哎，我知道一些小道消息，似乎这位青儿姑娘是穆家在外边的私生女，后来呢被带回了穆家。因为她是天生黄体，所以很受穆家的重视，还托关系将她送到了天玄宗，成为了一位天玄宗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呢。先不着急，解决了胡家的事情，再去一趟汉外城的楚家，我也该回去一趟了。你是在想如何才能冲破天罡7重境的瓶颈吗？是啊，是不是感觉每次想要冲击瓶颈之时，都会有一种后继无力的感觉？明明就差了那么临门一脚，却感觉像是后面有人拽着你，让你怎么都无法跨过去那道门槛啊！你怎么会知道的？你想突破吗？你能帮我？你应该知道，天罡6重境突破到7重境意味着什么。我若是帮你突破，这可是一份大人情啊。如果你能帮我突破，那我自然算是欠你一份大人情啊。首先，你要知道，在你想要突破之时，那个仿佛在你身后拽着你，让你无法走出那一步的人是谁啊？是谁呀？你想多了。实际上，在你身后拽着你的人呢，是你自己。是我自己？没错。如果按照你过去正常的修炼，你这辈子想要突破到天罡7重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儿。不过呢，你这些年饱受幽风之印的磨难，让你厚积薄发，这才拥有了踏入天罡7重境的一丝机会。但是你在过去的修炼当中，根基不够强大与稳固，所以虽然看到了突破的希望，却很难跨出去这一步，后力不足啊。就好像是一个在沙漠中寻找水源之人，明明看到了水就在前面，但是自身的体力却不支，那么也就无法走到水源，就会渴死了。不是，那这如何来解决呀？有2种办法可以解决，一种办法呢就是炼制纯阳丹，可以激发阳刚之气，让你在冲击瓶颈之时，仿佛如有神助，即便是你根基不足，也会像是有人在身后推着你。
让你跨过去那道坎儿，从而踏入天罡7重境的层次。另外一种办法呢，就是借助于灵阵，有一种4品灵阵，叫做天星化罡阵，可以汲取星辰日月之力，帮你一举冲关成功。天星化罡阵，哼，别以为4品灵阵是大白菜啊！要知道，一座灵阵是由灵纹构成的，铭刻一道灵纹容易，但是若要布置铭刻出一座灵阵，这难度起码提升了数倍以上。你也应该看得出来呀，我只是个聚气境的修为，之前能够铭刻出4品灵纹来化解你身上的幽风之印，是存在有一些特定条件的。所以目前的我暂时还不具备铭刻出天星化罡阵的条件。那纯阳丹，纯阳丹暂时你也不用想了，那是4品丹药，其中的主要纯阳果是奇物级的灵药，可遇不可求。而且就算你能找到纯阳果，但是若想要找到一个懂得炼制纯阳丹的炼丹师，也并不容易啊。毕竟纯阳果本就难得，若是炼制失败，你可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不过呢，你也不用担心，如果是你自己来突破，最少也要10年，甚至是20年之久才有机会突破成功。但是你跟随在我的身边，1年之内，我保证可以让你突破。真的？公子，走吧，去胡家看一看，想必糊涂的这次300岁大寿一定会很热闹的。看你这架势，估计糊涂的300岁大寿就得变成葬礼喽。墨儿姐姐，看来这个人就是你之前说过欺负你的那个人了。是的，他身边的那个老人是一位天罡2重境的强者。婆婆，你感觉呢？此人绝对不是天罡2重境，修为还在我之上。老身看不透那个人的修为，若是老身估计的没错，那个少年身边的老者，起码也是天罡5重境以上的强者。看来果然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小小的一个大秦王国，卧虎藏龙呢。哈哈哈！青儿妹妹，没想到你能来参加老祖的大寿啊！青儿，她是青儿，难怪呀，难怪我看到她的时候会感觉熟悉。你怎么了？你认识那个女孩？她是什么来历？我只是看到她，忽然想起了一个故人。故人啊，那少女叫做穆青儿，乃是西玄之地如日中天的天之娇女。据说呀，是一位天生皇体，成为了天玄宗一位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是从战灵境的强者。皇体？胡道明大哥客气了。哈哈，我是来接待青儿妹妹的。老祖知道青儿妹妹来给她贺寿，那可是高兴得很呐。这位公子，老祖听闻贵客来临，很是高兴，不如一道前往我们胡家府宅，喝上一杯酒水如何？啊，一起走就不用了。不过有些人不是你能打主意的，不然的话，后悔也来不及了。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为了我而警告胡道明？秋晨呐，那小女孩的事儿可安排妥当了。老祖放心，那小女孩已经确定是先天玄寒之体无疑。很好，在施展禁术所需要材料还未凑齐以前，必须确保那个小女孩的万无一失。
只要成功施展夺灵血煞之术，那么老夫就能够吸收他体内的先天本源真力，寿命再增添30年。之前和那个小女孩在一起的人抓到了没有？没有。当初有魔教拼死庇护，让那炼体境的蝼蚁居然跑掉了。万一那个小女孩的背后存在有一个大势力，对于我们胡家来说可是不小的麻烦。老祖放心，已经派人去追杀了。4个单元境的武者杀一个炼体境的蝼蚁，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不过还有一件事要禀报给老祖，就在今天，墨水城中出现了一个少年，同样身怀玄寒真力，身边还跟着一位天罡2重境的强者，会不会和那个小女孩有关呢？不是没这个可能，不过也不用担心，就算对方真的和那小女孩有关系，一个天罡2重境的强者，只要敢进入我们胡家，就别想活着回去。任何人想要破坏老夫延长寿命的计划，都只有死路一条。还有穆青儿那个小丫头，她背后的师尊可是天玄宗的太上长老，就算是老夫增添30年的寿元，早晚也会有死去的那一天。而如果道明那孩子呀能够将穆青儿拿下，那么就算是我死了，这胡家的地位也就没有人可以撼动了，甚至还能更进一步，凌驾在秦家皇室之上。老祖，那穆青儿可是穆家的人呐。穆家的女人又怎么了？虽然穆家的女人只是将男人当作生育下一代的工具，但是只要能够发生关系，我们胡家就无形当中相当于是背后有穆家做靠山。而且那穆青儿不过才是一个10几岁的小丫头，如果道明能聪明一些的话，说不定能从他的手中得到穆家的不传之秘玄天忘情录。当年我在天玄宗外门修行之时，就曾听说过一些传闻，那穆家的玄天忘情录，那最少也是地阶上品以上的功法，传闻甚至有可能是天阶级别的功法。如果可以得到这样一门强大的功法，我们胡家的未来将不可限量。青儿仙子亲临，让胡某是受宠若惊啊！嚯，没想到青儿仙子竟然来了，师从天玄宗一位战灵境的太上长老，又是天生皇体，前途不可限量啊！能让天玄宗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过来贺寿，胡图这面子可够大的呀！看来胡家这些年对天玄宗的巴结与讨好还是很有用的。你看胡图那老家伙得意的样啊！青儿仙子，穆婆婆，还请上座。现在是否有些高兴的太早了？或许这场所谓的寿宴会变成葬礼，也是未必呢。是他？你们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你不需要知道，你也没那资格知道。别人忌惮你们胡家，而我压根儿就没将你们放在眼里，只不过是给天玄宗舔鞋的狗而已。天玄宗我都没放在眼里，何况你只是天玄宗的一条狗。看来你们是来闹事儿的了，老夫也很佩服你们的勇气。莫非真的以为是仗着有一位天罡2重境的强者，就能来我胡家中放肆吗？天罡2重境，
这几十年来，你还是第一个敢来我们胡家闹事之人。我已经说过了，你们胡家不过是一条狗而已。虽说打狗也要看主人，可惜呀，我打狗从来都不管主人是谁，向来都是打死了再说。至于你这个将死的老东西，活了300年，也不过区天罡2重境的修为，延寿又有何用？死了一了百了。既然你执意要与我们胡家为敌，那么你今天就只能死在这里了。这糊涂的手术将近，这气息也是明显的空有虚表，后劲不足。我们需要插手这件事情吗？看看再说。明知道胡家的背景是我们天玄宗，还敢过来找麻烦，而且填词之间丝毫不把我们天玄宗放在眼里，也不知道是什么来历。多余的废话我也不想多说，将环儿交出来，我给你们胡家留下一条生路。给我杀了他！很强大的气息，明显的有所隐藏，并不是真正的实力。你到底是什么人？莫非你真的要执意与我们胡家为敌吗？你要知道，我们胡家的背景可是……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打狗从来不看主人。莫说你胡家的背景只是天玄宗，就算是一方圣地也没用。我还是那句话，交出环儿，我给你们胡家一条生路，不然的话，今天我就血洗了胡家满门。我不知道你说的环儿是什么人，我们胡家也没有叫做环儿的人，而且年轻人也未免太狂妄了。就算你有天罡境的强者庇护，也不该如此的诋毁天玄宗，更是丝毫不把天玄宗放在眼里。聒噪！既然不教人，那么今天我就血洗了你们胡家满门。胡老怪，你得罪了那小子，算你倒霉。那小女孩交出来吧。你敢动我们胡家，那就是挑衅天玄宗。哼，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啊！去死！4品灵文，哼，冥顽不灵，想用灵文杀死我，就凭你这垂死的老东西，啊！阁下是否有些过分了？糊涂这老匹夫抓了我妹妹，既然要用我妹妹的命为他自己续命，试问一下，如果这件事情放在你的身上，你会如何做呢？敢动我妹妹，就只有死路一条。交出环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此人如此挑衅我胡家和天玄宗，穆婆婆莫非是要坐视不理吗？断他一臂！胡家的人给我听令，杀死他们！这就是天罡境的强者吗？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交出环儿，不然的话，我屠了你胡家满门！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了，你没资格知道我是什么人。你只需要知道，你抓了环儿，就是招惹上了你不该招惹的人。给你3个呼吸的时间，你若不说，那么你就可以去死了。
灭了你胡家满门，我自然可以找到环儿。你若杀我，你妹妹也要陪葬。是吗？你们的老祖为了给自己续命，宁可让我灭了你们胡家满门，也不肯交人。我想你们胡家的其他人应该不是这种愚蠢之人吧。我给你们所有人一个机会，交出我的妹妹环儿，不然的话，今天我就灭了你们胡家满门，鸡犬不留。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因为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你们所有的反抗与抵挡都是徒劳的而已。天罡6重境。该死的，老祖是疯了吗？他抓来的那个小女孩竟然因此招惹来了一个天罡6重境的存在。我们胡家立刻就放人。放肆！没有我的命令，谁敢放人？信不信老夫一句话，你就不再是这胡家的家主？老祖，我也是为了家族，若是不交人，胡家会被就此灭门。莫非所有族人的生死存亡，还不如一个小女孩更加重要的吗？这位朋友，还请看在天玄宗的面子上，留糊涂一条性命。抱歉了，杀不杀这个老匹夫，可不是老夫说了算。滚！幻影灵纹，找死！这地阶中品身法大成。这位朋友，你应该知道我们天玄宗是怎样的存在。与我们天玄宗为敌，可不是明智的选择。如果是一个天罡7重境的人这样跟我说，我还会忌惮一二。至于你，婆婆，你没事吗？不碍事，对方对我没有下死手。这位公子，你确定你真的要与我们天玄宗为敌吗？要知道，你此刻的做法是在挑衅我们天玄宗。小丫头，你就算是抬出天玄宗也没用。今天这糊涂必须死，而且如果我的妹妹环儿出了任何事情，我要让整个胡家满门陪葬。既然你这么嚣张的话，那么敢不敢说出你的来历？你之前说胡家的人没有资格知道你的来历，那么我这个天玄宗太上长老的亲传弟子是否有这个资格？你的确有这个资格，不过不是因为你是什么狗屁太上长老的弟子。不过呢，我暂时不会告诉你我的来历，用不了多久我会去穆家，到时候你自然就会知道我的来历了。哼，既然如此，那么我穆青儿就在穆家恭候你的大驾光临。好了，带着你身边的老婆子退下吧。虽然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不会对你出手，但如果你还敢执意阻拦我的话，那么你身边的那个老婆子，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她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了。好，住手！只要可以放过我一条性命，我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至于你们所说的那个小女孩，并没有任何的损伤，我可以毫发无损地还给你们。哼，咎由自取。1炷香之内，我要见到环儿，不然的话，胡家就没有继续存在下去的必要了。我说楚小子，你要小心一点啊！小心什么？之前那个老婆子出手袭击你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一股隐匿在附近的强大气息，一闪而逝。而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没发现过这股气息，可见对方的境界远高于我。
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或许对方并不是暗中盯着我们，而是隐藏蛰伏在这胡家之中呢。应该是这样了。能够让你都无法察觉到对方的气息所在，最少也是个天罡七重境以上的修为。而我并不认识这类人。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我们应该小心一点。大秦王国虽然只是一小地方，但既然能有我这样的天罡6重境出现，有其他天罡7重境以上的人出现，也未必没有可能啊。公子，小心，环儿！有趣的一个小家伙，明明只是聚气3重境的修为，却身怀13虎之力。你是什么人？要对环儿做什么？放心吧，小家伙，我对这个小女孩并没有任何的恶意。原本我还在疑惑，在这小小的王国中，怎么可能找到我想要的人？没想到，还真的就被我给找到了。我不管你是什么人，如果你想要打环儿的主意，你会付出代价的。小家伙口气倒是不小，不过我的确对这个小姑娘没有任何的恶意。心灵重瞳，启灵之术，你是圣心宗的人。哦，你居然能够认出启灵之术，还知道我们圣心宗，看来你这个小家伙的来历不简单呢。果然，传说中的心灵之眼天生重瞳，唯有启灵之术方可开启。你既然知道我们圣心宗，也知道启灵之术，那么就应该知道心灵重瞳对我们圣心宗而言有多么的重要了。我知道，但是这不是理由。如果你要理由的话，那么这个小女孩唯有跟我去了圣心宗，才能得到最好的培养和指点。你总不会因此就耽误了她的前程吧？没有你们圣心宗，我同样也能够指点她成为强者。如果我执意要把她带走呢？我知道我拦不住你，但如果你执意如此的话，那么将来我会亲自去你们圣心宗走一趟的。呵呵，那么小家伙，我就等着你将来亲自到我们圣心宗走一趟了。没想到最终竟然会是这样的结果。我们走。我说这圣心宗到底是什么来历啊？那不是西玄之地的传承，而是来自于北玄之地，从上古传承至今，起码也存在了数万年的岁月，是圣地级的势力。什么？接下来便去一趟汉白城吧，然后便是寻求炼制金元灵丹的材料，同时收集一下炼制纯阳丹的材料，亦或者是布置天星化罡阵的材料。我的实力还是太弱了，纵然掌握有诸多精妙绝伦的秘术战技，但是以我区聚气境的修为，能做的事情终究是太少了呀。这一世要走的路任重而道远呐。混沌莲台在五行之中属于木属性，蕴藏木之本源的力量，并且还带有混沌属性。若是能够将之找到炼化吸收，那么我距离五行之体就能更进一步了。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哎，我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等我把修为提升到了聚气6重境之后，便去汉白城。最近这段时间，你关注一下这些材料，这其中呢就有关于炼制纯阳丹和铭刻天星化罡阵的材料，能不能尽早的凑齐，关系到你能不能尽快提升到天罡7重境的修为。真的吗？
九火丹诀记载了9种火焰，青灵火只是最低级的灵火。如果能够从青灵火提升为赤灵之火，那么我所掌握的火焰就能够提升到接近4品灵火的程度，便可以做到炼制4品灵气，炼制4品丹药。哎，罗谦呢？啊，罗老最近都在四处寻求灵药和材料，偶尔才会回来一趟。哦，那老家伙这段时间可有什么收获呀？公子列出来的那份清单所记载的都是罕见的宝物，罗老跑遍了这座魁星城也没什么收获。也放松的差不多了，是时候突破到聚气6重境了。到时候便不着急提升修为了，必须尽全力寻找炼制金玉灵丹的材料才行。穆小婉，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解释如果有用的话，这个世间也就不会存在仇恨了。你真的让我很惊讶，当初所有人都认为你是一个废物，没想到如今的你已经是聚气境的武者了。你是在嘲讽我吗？或许将来你们穆家就会被我这个小小的聚气境武者掀翻掉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踏入武道修炼的道路，虽然会让你获得力量，但也容易让你迷失了本心。穆家不是你能抗衡的存在。如果你出现在这里是要对我说教的话，那么你可以滚了。你不要太倔强好吗？你的母亲也不希望你这样做的。你别提我母亲，身为一个背叛者，你没有资格提起她。你说吧，我要如何做才能补偿你？补偿？若我没有记错的话，曾经年幼时的我有一个梦想，是想要长大成人之后娶你做我的妻子。那么如果你想要补偿我的话，就做我的女奴吧，我就原谅你曾经对我和我的家庭所做出的一切。至于如今的你，已经没有那个资格成为我的妻子了，只能做我的女奴。你太过分了！哼，既然不愿意，那就走吧，不要再来烦我。将来我会亲自去穆家，而你也注定了会成为我的女奴。你就不怕我杀了你？哼，如果你真的想要杀我，你就不会用这种态度和我说话了。心中的那份愧疚让你不会出手杀我的，但是这份愧疚却不是我能够原谅你的理由。无论你当初有任何的隐情和理由，但是你带来穆家的人，毁掉了我的家，让我这6年来都饱受着痛苦和磨难，这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而这一切你都是要还的。穆小婉，你认命吧，这辈子你注定将会成为我的女奴。畜生，你混蛋！或许对于穆小婉来说，她当年带穆家的人来也是迫于无奈，也是因为她的存在，穆家的人才会放过我们父子一条生路。但是对于当年的我和楚云山来说，我们宁可选择死，也不会如此苟延残喘地度过余生。看来要找机会给自己炼制一柄趁手的灵气了。
虽说肉身的力量得不到灵气的增幅，但是真气修为若是能够进一步的增幅，也可让我的实力再次增添不少。除了修为突破，最让人高兴的事情，莫过于与麒麟圣火之间，终于算是重新建立了一丝联系啊！好强烈的能量波动！喂，楚小子，你这是在做什么呀？别过来！没想到动静会这么大，早知道就不在这种地方进行尝试了。哎，我说你这家伙，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呀你啊？这是我最近刚刚研究出来的一招，厉害吧？你们谁是魁星城的城主？在下便是这魁星城的城主，敢问公子来到我们魁星城，这有何贵干呐？哼，一个不小心在你魁星城中闹腾出了一些动静。我呢，也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这枚纳戒里的玉璧啊，就全当是一些赔偿吧。哎，我说楚小子，你之前倒腾出来的动静，应该是某种秘术吧？你就不要想了，那是将水火之力相融的秘术，而你呢，并不具备这个条件。属性之力，你已经老了，就算是给你天阶功法，你也难有成就，除非你能在有生之年修炼到涅槃境界，寿命增添到500年，你才有更进一步的可能性。涅槃境，陆苍，你就不用跟我去汉白城了。如今你的伤势也已经恢复，去青州吧。不久之后，我也将会返回青州。是，公子。不要着急嘛，去了汉白城之后，有机会啊，我们去一趟大秦王国的皇城。若是秦国皇城也找不到，那就去大周皇朝的皇城。这材料啊，早晚都会凑齐的。哎，也只能如此了。楚家宗族，当年被你们瞧不起的废物，如今来报仇了。不是，你找楚家干什么呀？哎，不对啊，你姓楚，又来到这汉白城的楚家，莫非你是楚家的人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确是楚家的人。这不可能吧？哎，这汉白城的楚家不过就是一个大秦王国中的一个小家族而已啊，不可能培养出你这样的天才呀！哎，不说别的啊，就凭你能够在聚气境凝聚出黄金虎魂之力，可见你所修炼的功法那最起码也是地阶以上，而这种层次的功法不可能是楚家这种小家族所能够拥有的呀！哼，我身上的一切都和楚家没有任何的关系。请问楚家怎么走？啊，哎，这汉白城中竟然还有人不知道楚家？哎，你们应该是第一次来汉白城的吧？哎，前面的路口左转啊，然后一直往前走，就能看到楚家的府邸了。多谢。哎，我说楚小子，我怎么感觉你来这汉白城对于楚家是充满了敌意呀？啊？我说你都活了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八卦呀？来者止步！二小姐，三公子。哎，此人是谁呀？哦，属下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正要将他们驱赶走的。哼，你是哪个小家族出来的？来到我们楚家，是想要来攀关系的啊？我是楚家的三公子楚乔，想要攀上我们楚家的关系，还得看你能不能拿得出让本公子满意的东西来呀。看你这家伙很熟人的样子，是不是以前没少做这种事情？你走吧，我们楚家不是随便什么小家族都能攀上关系的。你是叫做楚然，对吧？哦，你认识本小姐？我当然认识你，当年的你对我可是照拂有加呀。我似乎对你并没有任何印象，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出身于哪一个家族？
你这个小子，为了想要和我们楚家拉关系，竟然说认识我二姐。我叫楚尘。楚尘，你也姓楚？不过你这个名字我好像很熟悉，却一时间想不起来。是他，他就是楚云山之子。来人，给我拿下！真没想到，楚尘你竟然真的胆大包天的敢跑到汉白城来！不知死活的小畜生，既然你自投罗网，今天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还有你们青州楚家，竟然胆敢背叛宗族，都是死路一条。拿下他，死活不论。是。米粒之珠，安敢与皓月争辉？黄金护魂之力，聚气六柱经。这是什么真气？小时候的事情，我可以不计较。不过刚才你们兄妹似乎骂了我，这笔账可不会就这么算了。楚尘，你居然敢在宗族府邸动手！你以为凭借你那区区聚气6重境的修为，可以撼动强大的宗族吗？楚然，你真的很让我失望。你的年纪比我大了5岁，竟然才修炼到聚气7重境啊！你居然一眼就看破了我的破绽！开门吧，你二叔！哼，聒噪！小心！放肆！哪儿来的小畜生？好大的胆子！出言不逊，该杀！这怎么可能？你要杀我？我！你竟然杀死了二叔！哼，杀了又如何？让你们家族中的管事的出来吧。便是楚云山之子。没错，你就是楚松元吧？我给了你这么久的时间，你可考虑清楚了？考虑什么？臣服，或者是死？什么？好大的口气！不过区区一个少年，也敢口出狂言，简直是找死！就算他是单元境修为又如何？2头黄金巨象之力，最多就相当于单元4重境的武者。这种实力也敢挑衅我们楚家？家主，此人如此羞辱我们宗族，当诛！我愿请命诛杀此子！哼，这些个家伙纯粹就是找死啊！楚尘，无论你拥有怎样的依仗与来历，你如此的羞辱与藐视楚家宗族，今日都留你不得。哼，看来你们是选择死了。而这小子年纪轻轻，哪来如此杀意呀？这得杀了多少强者才能够凝练出这般恐怖的杀气呀？你敢如此小觑宗族？我还真的就没有将你们所谓的宗族放在眼里。你不服气啊？不服气的话，你来打我呀！庶子，找死！故弄玄虚，玉璧，灵纹。而这小子也未免太奢侈了吧？啊，用4级灵纹来对付个单元7重境的垃圾？哎，不是4级灵纹呐！哼，杀鸡焉用牛刀啊！二长老，你也是楚家人，却接连杀死同族之人，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同族之人，如果真的念同族之情，当年穆家人来的时候，为何不见你们阻止？楚家招惹不起穆家，这一点我倒是可以理解，但若只是袖手旁观也就罢了。
但是问题是，当年的事情，似乎你们楚家宗族也是帮凶吧？如果我没有记错，当年的穆家的人要废掉我父亲的修为，是你们几个老家伙亲手将我的父亲抓了起来，然后送到了那穆家人的面前，可对？还有你呀，楚松远，当年那穆家人说要杀死我，是你二话不说就要一掌将我击毙。若非有人喝止了你，恐怕当年的我就已经死在了你的手中了。而此时此刻的你，居然还舔着个脸跟我说什么同族之情。我去你大爷的！你不能因此怨恨家族啊，因为当年若是我们不出手，楚家宗族就会被穆家人灭掉。哼，你是要跟我说什么以大局考虑吗？凭什么为了你们所谓的大局考虑，就要牺牲我们父子呢？说到底，你们不过就是自私罢了。当了婊子，还想要给自己立贞节牌坊。我楚尘生平最瞧不起的，就是你们这种垃圾。多余的废话，我就不想多说了。现在摆放在你们这群垃圾的面前，只有2个选择：臣服于我，或者是死路一条。当年的事情，我承认的确是宗族有不对的地方，宗族也可以对你给予一定的补偿嘛。哼，补偿？看来你们并不清楚现在的局势啊！你们根本就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权利，要么臣服于我，要么我就灭了你们全部。士可杀不可辱，小辈，不要以为掌握有强大的灵纹就能够为所欲为。我们宗族单元境强者那是数不胜数，你又有多少灵纹来杀？没错，你若是就此收手，还可以得到宗族给予的补偿；不然的话，那就拼个鱼死网破，对谁都不会好。你们的废话太多了，哼！既然你们不愿意选择臣服，那么就去死吧！布阵。哼，4品灵阵。以3个单元7重境、5个单元6重境来布阵，还无法发挥出4品灵阵的威力。即便这是一座4品初阶灵阵，他们也无法演化出天罡级的力量。楚尘，你若现在收手，还来得及。凭借灵阵之力，你所依仗的灵纹还不足以胁迫宗族。哼。是吗？可惜仅凭借你们的力量，根本就无法发挥出这4品灵阵的威力。而且维持灵阵对于你们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消耗，你们又能坚持多久呢？哼，冥顽不灵。楚尘，你这是找死！呵呵呵。以你们的修为，看来不用我出手杀死你们，就仅凭这座4品灵阵就能耗死你们了。这是你逼我们的。哼，逼你们？就凭你们这些垃圾也配？叛逆，死！垂死挣扎而已嘛。楚小子，需要我出手吗？我说过。我的事情我会亲手来解决，你只需要看着就好了。受死吧！这家伙难道是要用那招啊？水火之力，此与宗族之间的仇恨难以化解，既然不能为宗族所用，便只能将它彻底的毁掉。哼。虽然是失败品，但也勉强算是一招不错的战技秘术，便就叫做抗拒之环吧。来了，
这不可能！喂，真是恐怖的招式啊！灵魂力的消耗有点大呀！我了个天哪，这小子简直就是一变态呀！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作为一个失败者，你的结果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请你给宗族留一条活路。这一切已经与你无关了。所有单元境以上的人出列，我只给你们3息的时间，还有1息。你们是要背叛家族吗？他是一个恶魔，他杀死了家主和大长老。你们，这小子好重的杀性啊！3息的时间已过，现在我便给你们上第一课，那就是违令者死。不，你不能杀死我们！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站出来了。晚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楚家的主人，而你们的选择也只有2个，那就是臣服于我，或者是死。你们4个服下这支玉瓶中的丹药。我想你们也应该清楚，我给你们服下的是一种毒丹，名为噬心丹。如果3个月没有解药，就必然会被剧毒噬心而死。另外，我还要奉劝你们一句，最好不要抱着侥幸之心想办法去解毒，不然的话，你们会死得很惨。所以以后，汉白城的楚家便由你们4个人来进行管理。每隔3个月，你们可以派人前往青州楚家拿到噬心丹的解药。是，主人。现在你们带着我去家族的宝库。主人，跟随我来。楚家这是没人了吗？竟然被一个小小的支族造反成功了。这件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呢。根据我所得到的消息，楚松元等人尽数被杀，能做到这种程度，看来这青州那边的楚家支族出了一个不好惹的人物呀。青州那边的支族似乎也只是出过一个楚云山吧？听说那楚云山早就已经是一个修为尽失的废人，还能折腾出什么呀？哼！哎，不可小看青州楚家。我从秦族皇室当中得到的消息，前段时间呢，3皇子的失踪，一些线索便指向了青州楚家的支族。后来呢，瑞王亲自走了一趟。我想你们一定很好奇最终的结果。哼，瑞王无功而返，而且啊，瑞王从青州回来之后，就去觐见了国君秦王，并且呢，只说了一句话。一句话？什么话？青州楚家不可招惹。不可招惹？看看吧，青州楚家迁徙来到了汉白城，如今各方都在关注，关于瑞王的事情也并没有传开，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个青州楚家到底有什么厉害之处，想必也能让我们见识见识了。汉白城宗族，爷爷，父亲，成儿，陈儿，哎呀，你这小子，爷爷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你离开家族的这段时间呢，居然折腾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啊！做得不错。楚晨呐，这才几个月没见呐，你真是越来越让老夫吃惊了。大周皇朝3皇子的失踪，哼，
大家不要搞得这么紧张嘛，区区一个大周皇朝而已，何惧之有啊？还没给你们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曾经是大周皇朝排名前10的强者之一，一身修为处于天罡6重境。天罡6重境？现在你们应该明白了，有罗谦在，大周皇朝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的威胁性。至于那天玄宗嘛，虽然存在有战灵境的强者坐镇，但是那些战灵境的强者是不会轻易出手的。若只是派遣天罡境的人过来，我们楚家也无所畏惧。就算是有一天那天玄宗的战灵境强者降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楚家却也未必就没有对抗战灵境强者的手段。楚明，你好大的胆子，你敢拦我？平老，如今的楚家已经不是过去的楚家了，我也是迫于无奈呀。好一个迫于无奈！老夫倒要看看，这大秦王国之中，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对楚家下手？平老还请止步啊！主人有令，没有经过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得前往议事大殿呐。主人，身为楚家宗族的长老，你居然给别人做了奴仆，你简直是丢尽了我们楚家宗族的脸！哦，有点意思。强行掌控了楚家，还能将楚家单元境的强者收作奴仆，老夫倒是很好奇，你背后的主人到底是什么人呢？他的主人是我。若是老夫没有认错的话，你就是楚山雄，青州楚家的家主吧？还有你是楚云山，如今不过是一介废人。当年若非有人保你，你早就已经死在这里了。谁给你们的胆子，居然敢谋反？你不过是区区一个长老，胆敢对家主无礼，是要以下犯上吗？你也算什么东西？区区一个小辈，也有资格与老夫说话？滚一边去！你是何人？哼，就凭你一个区区单元7重境的人，还没有资格知道我的身份。此人是天罡境的强者。阁下虽然是天罡境的强者，但是在大秦王国之中，天罡境的强者可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大秦王国到底有多少个天罡境，我不知道。但是就凭你身后带来的几个垃圾，却根本不够看的。朋友，未免太张狂了吧？楚家的这件事情，若是朋友不再插手的话，一切都还好说；否则的话，就莫要怪我和卢老不客气了。朋友，你如果现在后悔的话，还来得及。陆恒、陈军，看在我们过去也算是有点交情的面子上，你们最好是听我一句劝，现在就离开这儿，不要再参与这件事情了。没想到陈老，你也会助纣为虐。虽然在这大秦王国之中，即便是秦王也会卖你3分面子，但若要我们就此退走的话，便必须将青州楚家的人交出来。没错，我们既然承诺了宗平长老，自然不能失信于人，所以即便是陈老你要阻止我们，我们也只好得罪了。老夫看在过去的些许交情上，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哼，对于这种不知好歹的人，陈老又何必浪费口舌呢？柳供奉，这些人就交给你来解决，没问题吧？没问题。哼，就凭你们这些人，也想撼动楚家？
根本就是不知天高地厚，浮游汉术般的愚蠢之举。天罡四重境，这不可能！大秦王国中什么时候出了一位天罡四重境的强者？闹剧该收场了。黑色囚龙之烈，你是楚云山之子，你有资格与我说话？给我跪下！你似乎并不服气呀。说起来，我倒是很好奇呀。2位天罡2重境，3个单元9重境，你是许诺了什么代价，才将他们请来的呀？30年河东，30年河西，老夫落在你们手里认栽，但如你这种背叛宗族之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哼，30年。行，既然你不说，那就没有必要再说了。那么，我刚才的问题，你们是否可以回答一下呢？我说。你还算不错，很识时务。那么恭喜你，你可以走了。蒙太，多谢不杀之恩。不知阁下如何才肯放过我们？哼，很可惜呀，你们并没有像蒙太一样抓住机会，所以你们2个只有1个人能活着离开。我不太明白楚少爷的意思。既然你不明白，那我就说的简单一点。作为楚宗平的帮凶，你们2个只能有1个人活着离开。顾名思义，就是你们2个生死相搏，谁赢了，谁就可以活着离开。明白了吗？楚少爷，我们2人乃是来自于孟家与余家的长老，可否网开一面？我孟空轩自问不该听从楚宗平的怂恿，还请看在我孟家的面子上，放过我孟某人这一次啊！孟家，你们孟家也有资格让我给面子？你，哼！就算你们楚家有1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庇护，但是我们孟家归来的老祖，那可是1位4品的灵文大师呢。若是你们楚家识趣的话，便放了我；不然的话，便是与我孟家为敌。我孟家的老祖可不是你们所能得罪的。哼，你废话太多了。区区一个4品灵文师而已，也配让我忌惮？也配让我放在眼里？柳供奉，送他上路。你敢？现在就剩下你们3个了，我希望你们能够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不然的话，下场就与楚宗平和刚才那个孟空轩一样。若是我没有说错的话，以楚宗平区区单元7重境的修为，就算他是1位3品炼丹师，哪怕是许下了好处，估计也不可能请得动2个天罡境和3个单元9重境。况且孟家和余家，据我所知，也是大秦王国中的10大世家之一，且排名在楚家之上。你鲁恒应该是孟家的供奉吧？还有你陈军，好像是皇城赵家的供奉。大秦王国10大世家，除却皇室秦家排名第1，然后就是孟家、赵家、余家。你们3大家族有意派人帮助楚宗平来夺权，也应该是你们3大家族高层的意思吧？既然你们想要来探我们楚家的底，那就是要付出代价的。回去告诉3大家族的人，最好不要来打楚家的主意，不然的话，后果自负。好，楚公子的话，老夫必然带到。
哼，今日之辱，来日再报。人可以走，修为就留下吧。什么？你竟然废了我的修为！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杀了你也可以，给你个安排后事的机会，你要珍惜呀。为何不直接杀了他们？哼，杀了太可惜了，让他们回去添油加醋的说一说，三大家族啊肯定会再来的。哼，你们觉得三大家族来了能奈何得了楚家吗？啊？有前辈在，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事啊。前辈的意思，莫非是？呵呵，楚尘这小子可是蔫坏啊！天明啊，你想到了什么？哎呀，咱们楚家这位少爷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啊！陈老，你想一想，鲁恒和陈军三人回去之后，一旦添油加醋的说一说，以三大家族的实力，就算是知道有我这么一位天罡四重境在，也必然不会善罢甘休啊！到时候大张旗鼓的来找楚家的麻烦，那基本上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儿啊。然而三大家族却并不知道，楚家还有一位天罡6重境的强者。到时候三大家族的人一旦来了，必然还是会全军覆没。而一旦到了那种局面，哼，这三大家族啊，恐怕就要大出血喽。这老家主，你要给我做主啊！那楚家实在是欺人太甚，根本就不将我们孟家放在眼里啊！孟兄，那楚家的事情，你应该已经听说了吧？那楚家仗着有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庇护，就浑然不将我们三大家族放在眼里，简直就是找死！没错，天罡4重境虽然很强，但是相信以孟家老祖的能量并不惧之。是啊，我们两家就以孟家为马首是瞻，所以希望孟兄能请你们老祖出手，为我们三大家族出了这口恶气。两位家主放心，这件事情呢，我已经禀明了老祖了，而且我听老祖说呀，那楚家似乎还招惹上了大周皇朝，而大周皇朝那边呢，一位天罡5重境的强者，最近几日就会抵达仙都。看来孟老祖与大周皇朝的强者也是有交情的呀。哎，真是让人羡慕啊！身为4品灵文大师，可以将天罡5重境的强者请来相助，此事不成问题呀。哎，那胡家似乎是得罪了什么大人物，如今算是名存实亡。有孟老祖在，孟家如今绝对称得上是我们大秦王国的第一世家了呀。柔儿，有没有想我？哼，我才没有想你。还说没有想我？你嘴巴很硬，但是身体却很老实吗？哇，你这家伙！看来你这段时间修炼的倒还算是努力呀，身体也是越来越丰满了吗？啊！我就知道你是想我的了。你放开我！我就是不放，你奈我何呀？你讲不讲道理？你注定是我的女人，我只用下半身跟你讲道理。哼，有本事你来啊！要尽快寻找金玉灵丹的材料了。喂，我说柔儿，你这样会让我很没面子的。哼，你楚少爷也会觉得没面子？刚才是不是摸我摸得很舒服？手感的确不错，再长个几年就更好了。我要摸回来。楚尘呐，你让我通过天一堂寻找的几种灵药有线索了，很好。陈老若是能够帮我弄到那几种灵药，我可以送给你们一门刑侦之术。
那老夫就很期待了。不过你需要的几种灵药都只能在咸都找到啊。此外呢，咸都那边也有消息传来，三大家族最近虽然没什么动作，但是呢，大周皇朝那边将会有一位强者抵达咸都。既然如此，那就去一趟咸都吧。你要去咸都？正好咸都将要举行一场医道大会，你这家伙若是去了，不妨凑一凑热闹啊！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天一堂的老家伙们脸上震撼与骇然的表情了。云洛拍卖行是属于孟家的产业，也是咸都最大的拍卖行。在大秦王国之中，如果说要找寻什么灵药材料的话，在那里找到的几率最大。若真的是要论找东西，又有什么拍卖行能比得上你们奇物阁呢？我只是奇物阁一个低级管事罢了，权限很小，而且奇物阁中流通的只有奇物级的灵药与材料，你要的那几种都不是奇物啊。炼制了金玉灵丹之后，在我的修为达到聚气9重境以前，暂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腾出来的时间，我便要开发一下轮回眼的能力了。哈，看来这孟家的财力不错呀。站住！我们公子让这位姑娘过去一下。滚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小子，你说什么？年轻人，小心祸从口出啊！你可知道我们家公子的身份？你若识趣，就让你身边的女人跟我们走一趟，不然的话，找死！滚回去，告诉你们的主子，再来招惹我，我让他死！你竟然废掉了我们的修为！好大的狗胆！李老，你去杀了那个小子，然后将那个女的给我抓过来。是，少爷。柔儿，杀了他。这女子好可怕的实力啊！是啊，她看起来应该还不到20岁，竟然能够轻而易举的就杀死了丹元5重境的高手。确切的说，那灰衣老者的实力相当于是丹元6重境了。如此轻松的将他杀死，可见这女子的修为最起码也是个丹元7重境以上啊！不到20岁的丹元7重境啊！哈哈，你的梅花剑指倒是修炼的颇有些火候了。你敢杀我家仆？那我就连你一起杀了吧。在这大秦王国之中，得罪了我们孟家，可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是孟家的3少爷。要说咸都中最大的纨绔，这孟家3少绝对是其中之一啊。仗着有孟家的背景，23岁才丹元1重境的修为，但是有着孟家的后台，这咸都之中还真没有谁敢动他。小子，你身边的女人不错，让她陪我3天。你杀我家仆的事儿，少爷我就不跟你计较了。不然的话，少爷我让你没命走出这座咸都，你就必死无疑，你信不信呢？孟家少爷，说起来，我这次来到咸都，倒是打算去孟家一趟的。哦，这么说，你是想要投靠我们孟家了？以少爷我的身份，只要你将身边的女人送给我，我保证可以让你加入我孟家，跟着本少爷混，绝对是前途无量。让我杀了他吧！你随意啊。怎么？你考虑的如何了？死！什么？孟家3少被杀死了！我的天哪，他居然真的敢出手啊！孟家的一怒，恐怕整个咸都都要变天了呀！走吧。3少爷，你们竟敢杀死3少爷！哼，敢打我女人的主意，死有余辜！
好大的口气！老夫倒要看看你这个小辈到底有什么资格，敢如此的狂妄放肆！哇，是孟家的天罡镜供奉。云洛拍卖行每次举行拍卖都会有无数的宝物，每次都会有天罡镜的强者坐镇呢。天罡镜的强者亲自出手，这仨人怕是要死无葬身之地了。是啊，连孟三少都敢杀，这些外来的家伙真的是不知死活呀！哎呀，不过那孟三少死了也是大快人心呐。天罡镜，阁下是什么人？云洛拍卖行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啊！你想要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不如等拍卖会结束之后再谈呢。既然如此，那么请吧。这个拍卖行倒是不小啊。哎呀，我就知道你来咸都会闹腾出许多的事儿来，估计接下来啊，整个咸都都要变天喽。哟吼，很会打扮自己呀！喂，姿色不比你差哟。哼，小色鬼。苏小柔啊，苏小柔，你这到底是怎么了呀？楚晨呐，天玄宗的事儿，你打算怎么办呢？虽然说天玄宗不会为了对付楚家而直接派遣一位战灵境的强者过来，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放心吧，在天玄宗要对付我们之前，我会让天玄宗的人不敢对楚家下手。这位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我叫孟菲儿。不错的名字，你要与我谈什么呀？菲儿，听说你们孟家遇到了麻烦，可需要我帮你来解决？我和菲儿单独说话，你去一边待着去。傻缺，也找死！哼，菲儿，你一直都不肯与我成亲，莫非就是因为这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小子，你毛长齐了没有？敢在本少爷的面前狂妄！秦飞，你放尊重点。尊重？就凭他也配？哎，让一让！你个傻缺，敢对我出手，简直就是找死！黄金巨象之力，好大的胆子！这里是云洛拍卖行，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现在给我立刻带着六皇子滚出云洛拍卖行！你，孟小姐，希望你能够记住，你和六皇子之间可是有婚约的。你帮着一个外人重伤了六皇子这件事儿，我们会如实禀明秦王。哼，这个人倒是聪明啊。好了，凡人的苍蝇已经解决了，那么接下来你要与我谈什么事情？我想知道，你到底想要对我们孟家做什么？我从未听说过你突如其来的出现在咸都，还直接出手杀死了孟非然。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来咸都的目的就是为了针对我们孟家吧？针对孟家？不要太把你们孟家当一回事儿，区区一个孟家，还没有那个资格让我特意的去针对。如果不是你口中所说的那个孟非然自己找死，我也懒得出手杀他。当然了，我看在你是一个美女的面子上，如果你能够帮我凑齐这些材料的话，我倒是可以不跟你们孟家计较招惹我的事情。不好意思，诸位，今天的拍卖会已经取消了，各位还请暂时离开。看来是主事的人来了，你把那份材料清单给他，顺便传达一下我的意思。杀我孙儿的人就是你们啊！给我死！让他跪着说话。黑色罡气，天罡四重镜。哼，动不动就要杀我，孟家还真是了不起呀！我所需要的材料，孟家能拿得出来吗？你这份清单上的材料太多，我们孟家现在也只能拿得出其中的一部分。
既然如此，那么就能拿出多少来算多少吧。不过我的耐心非常的有限，如果3炷香之内我没有看到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不介意让你们孟家失去一位天罡境的强者。还不快去！去将这份清单上的材料拿来，只要是拍卖行中有的，有多少就拿多少。他到底是什么人呢？以你们拍卖行的渠道，能否给我提供碧玉果的线索呢？3级灵药碧玉果。虽然碧玉果是3级灵药，但却比较少见，我们拍卖行中并没有存货。毕竟这种灵果是炼制玄灵丹的主药，一直以来都是供不应求，每次出现就会被人买走。如果公子需要碧玉果的话，我建议你可以去天一堂看一看。你是巴不得我赶紧离开吧？不过我这次离开之后，相信不久以后我们还会相见的。能让一位天罡4重境的强者在身边随从，他应该是某个大势力出身的天才吧？今日之辱，老夫必定要10倍偿还。仙都怕是要掀起一番风云涌动啊！哼，你是不是看上那个女人了？喂，我是那种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的人吗？哼，我看你就是那种人。你找打是不是啊？这小妮子是要造反呐！我们刚来仙都，你就先是宰了孟家的嫡系少爷，然后狠敲了孟家一笔竹杠，还顺便打了王氏的6皇子。这后续的事情，你打算如何处理啊？现在我们的处境在这仙都当中，可以说是4面皆敌了呀。现在的确是4面皆敌没错了，但是不久之后便是10方臣服了。区区一个王国，局限性太大，在离开这里之前，我要为楚家铺路，你应该明白的。苏小人，他是醉梦楼的人。醉梦楼，既然来了，那就去洗刷你过去的荣与辱吧。算了吧，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是王宫的亲卫。哟，哈，吕大队长，好久不见呐！妈，赵四爷客气了。6皇子被重伤，此人乃是行凶者，我要将之缉拿归案。莫非此人与你们赵家有关系？哎，不，吕大人误会了，我来这里是为了他身边的那个女人。吕大队长应该听说过当年的那件事情吧？我们赵家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死掉了10多位丹元境的高手。是她？我的天，她是那个醉梦楼的女人。哎，听说当年赵家可是在她的手上损失惨重啊！这个女人太可怕了，不能让她在仙都。滚出仙都！快滚！找死！放肆！不！救命啊！杀人了！他是一个恶魔，王族是不会放过你的。继续叫啊！你们刚才不是叫得很凶吗？你也敢在仙都中肆无忌惮的出手，你必然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家一起上，他们只有3个人，我们跟他们拼了！聒噪！逃啊！我记得你们是赵家的人，当年也是你们赵家的某个公子哥想要对柔儿不轨啊。柔儿，这些人就交给你了。心存善良并不是错，但在善良的同时，也要懂得杀戮。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到处充满了杀戮的世界，动则杀人，强者欺凌弱者，弱者只能卑微的存活，这是一种法则。以你手中的剑，洗刷过去的荣与辱，便是斩断过去的因果。这对于你自己的心境，也是一种磨练与洗礼。
这样真的好吗？她毕竟只是一个女孩子家呀。弱肉强食的世界，女人更难生存，所以她就应该更提早地懂得生存的法则。不要杀我！不要杀我！求求你别杀我！我不能做一个柔弱的女人，只有我自己变得强大，才有资格站在他的身边。折手，放肆！哇，是天一堂的副堂主吴大人！哎，我们得救了！吴大人，吴大人，快杀了这个女人，她疯了！化元成钢，天罡境。阁下到底是什么人？为何在险毒之中残杀无辜啊？郭老真是贵人多忘事啊！10几年不见，你便认不得我了？阁下是13年前我来咸都拜访过陈老。秦王驾到！吴王万岁万岁万万岁！都平身吧。谢吴王。郭老别来无恙啊。秦王客气了。见过秦王。尔等何人？见了秦王为何不跪？哼，区区一个小王也有资格让我下跪？好大的胆子！阁下就是柳公子吧？秦王能知道在下，真是让我倍感荣幸啊！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不如就在天一堂一叙，如何呀？还望郭老同意。秦王请便。这位小友应该就是楚尘吧？在陈老给我的信笺之中，对于小友可谓是赞赏有加，称你为绝世之才，有霸主之姿。既然你要谈，那就谈一谈吧。秦王左边的人便是瑞王，右边的人则是王氏一位活了200多年的老怪。不知小友可否告知，我儿秦红是否还活着？他是否活着？你问我做什么呀？我儿秦红曾经派人来仙都，一共带着2位天罡境的供奉前往藏龙地，最终却一去不回，其中就有提及到楚小友，还请楚小友可以告知。你既然知道秦红喊来帮手是要对付我的，那你觉得我会告诉你吗？你不要太过分了。瑞王不可无礼。藏龙地300年一开，但却出现了一些变故。你那儿子秦红是否还活着，我也并不知道。这也是看在陈老的面子上，我才告诉你这些。不过藏龙地非比寻常，如果你那儿子秦红可以在里面活下来的话，或许对他而言也是一桩机缘造化。孟家、赵家、于家的人到了。让他们进来吧。元昊大师，元昊兄，这位很热闹啊。若我没有说错的话，你就是楚家的那个小辈，将我孟家一位天罡境的供奉修为废掉之人。哼，老家伙，别在我面前倚老卖老。年轻人勇气可嘉，但却很愚蠢。柳公子，我知道你的来历，你确定要趟这趟浑水？据我所知，
出手废掉我孟家供奉的人就是你。这件事情我可以不追究，但是这个楚家的小辈必须留下，你觉得呢？哼，区区一个太乙气徒，你这是在威胁我吗？柳天明，也不要自误。你是六族之人？不是。废话都已经说完了吗？这里哪有你一个小辈开口说话的资格？啊？哼！本来呢，我还只是打算让你们孟家拿出一些赔偿也就算了，就凭你对我说话的态度，你们孟家以后就不用继续存在下去了。狂妄，找死！